眼前这个男人重回70年代，带着登峰造极的捕猎技能，将千亩鬼头山当成了自己的猎场。这鬼头山中不仅有上千种珍稀动物，还有上万种珍稀植物，以及数不清的珍贵药材。然而这些统统都是他的猎物。广浩，你不要离开我，你只要留下来，只要你能留下来，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会努力赚钱，让你过上好日子。广浩有些迷糊地睁开了眼睛，视线逐渐变得清晰。广浩终于看清楚了，舔狗竟然是自己已经死了50多年的爱人艾小芳。广浩有些难以置信地环顾四周，极具年代感的老式房梁，还有印象中最深刻的3条腿四方桌。他终于彻底地回过神来，他竟然重生了，重生到了70年代，他下乡当知青的那段时间。此刻的艾小芳还在苦苦地哀求他留下来，为了能挽留他，他甚至跪在他的面前。广浩，你就是我的全部，你要是走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活，我求你了，真的不要离开我。确认自己重生了，广浩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一把将艾小芳牢牢地抱在怀里。我不走了，以后都不走了，我会永远留在你的身边。小芳，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你。广浩还记得上一世他被关进监狱时，只有艾小芳在不停地帮他收集证据，联系上级。经过足足5年的努力，才终于给广浩翻案，他才得以无罪释放。出狱之后，广浩第一时间就是打听艾小芳的下落。监狱的5年生活，让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真正最爱的是那个满心满眼的村花小土豆。可是艾小芳却因为思念成疾，早已撒手人寰。上一世如同走马观灯一般在广浩脑海中闪过，那痛苦和后悔的情绪清晰的就跟上一秒才发生过的一样，他不由得将艾小芳抱得更紧了。上天垂怜，让我这个该死的混蛋有了重生的机会。小芳，我最爱的小芳，我这辈子都会拼命对你好的。广浩哥，你真的不走了吗？不走了，真的不走了，我要一辈子留在你身边。正当两人眼神拉丝的时候，只听“砰”的一声，简陋的小木门直接被一脚踢飞，一个大汉拿着麻绳就冲了进来。他奶奶的，广浩那个龟儿子是不是又想跑？老子现在就把他拴起来，娶我妹子1分钱不花，结了婚之后屁事儿不干。说难听点，他就是个上门女婿，还敢跑，老子直接打断他的狗腿。重生回来第一次跟老婆亲热，就被大舅哥抓了个正着。饶是广浩2世为人，脸皮厚度惊人，也感觉有些面红耳赤。臭小子，你在那里干啥呢？赶紧给我站起来！村长跟我说，这次的回城指标下来了，你小子有名额了，要抛弃我妹子一个人回城里去，这是不是真的？是的，大舅哥。奶奶的，你还敢承认？你别忘了，当初你小子1分钱没花，把我妹娶走，结婚之后更是啥农活都不干，现在能回城了，拍拍屁股就想走，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老子现在就把你拴起来，看你小子还敢跑！看到爱国华要拴自己老公，艾小芳不干了，她张开双手，就跟护犊子的母鸡一样，睁着大眼睛怒瞪着自己亲哥。不准拴他，哥，你给我让开！不是，这家伙要跑啊，不拴着，你让他就这么跑了？你不是稀罕这龟儿子稀罕的要死吗？他跑了，你舍得？我舍不得，但是我也舍不得你绑他。看到自家妹子这副不争气的样子，爱国华只能愤恨地将麻绳扔在地上。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好好好，等这个龟儿子跑了，你别在我面前抹眼泪花。我不会跑的，我这辈子都不走了，我会一直留在小芳身边。大舅哥，你就放心吧。广浩用力地牵住艾小芳的手，他这一举动让艾小芳和爱国华都微微一愣。龟儿子，嗨嗨，臭小子，你说的是真的？听到他不走了，爱国华称呼都变了。千真万确，你们要是不放心，我现在就可以去村长那里跟村长说明，回城资格我不要了，我就留在石峰村，一辈子跟小芳好。猴小子，这话是你说的，我可没有逼你。走，现在就去村长那里。为了让艾小芳和爱国华放心，广浩陪着他们一起去了村长那里。当着村长的面，广浩再次重申了一遍自己不回去，让他把名额给其他知青。爷，广浩你小子终于开窍了，能去到小芳寺，你小子八辈子的福分。有这么好的媳妇，你小子就偷着乐吧。回城里去有个屁用，城里哪里有我们石峰村舒服。主动让出回城名额，之前还哭得梨花带雨的艾小芳，现在乐得脸上都开出花了。3人回到家中，还没到家门口，就碰到了艾小芳好闺蜜李露。李露是专门来喊艾小芳去上工的。7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这个时候还没有包产到户，所以实行的是生产队生产模式，老百姓都需要凭借自己劳动的工分去生产队兑换粮食。小妹，你放心去上工吧，这个月我工分赚够了，可以休息几天，我在家里帮忙看着妹夫，绝对不会让这小子跑了。兄妹连心，艾小芳一犹豫，爱国华就知道他担心趁着他上工，广浩直接跑了。放心，我不会跑的，我说了不走了就不走了。怎么，对你老公还没有信心啊？那好吧，大哥，你跟广浩哥在家可千万不能欺负他，也不能吼他，要是你让他受委屈了，我可是会生气的。
看着小妹这副认真的样子，爱国华就气得想要给广浩2笔。他妈的，这个臭小子不知道给小妹灌了什么迷魂汤，不止家里的脏活累活啥都不让他干，还为祸的一批。要不是这小子今天想跑，我才可以趁机吼他2句。要是放在平常，就算对他声音大一点，小妹都有意见，真是无语。艾小芳跟李璐一起去上工去了，自己的妹妹一走，爱国华直接拖着广浩进了家里，抓住广浩的衣领，就跟抓小鸡崽子一样，将他往房间里拖，然后自己抬了根长板凳，直接堵在门口。你个龟儿子，别想耍什么花招，老子这几天就天天守着你，看你怎么跑。说真的，老子作为男人是真看不起你，你是小妹的，用小妹的，还天天想着回城里，要不是小妹拦着，老子早就敲断你的狗腿了。广浩站在房间里面，脸上全是苦笑。大舅哥，我好不容易才有重生的机会，你别说打断我的腿，就算现在放一座金山银山在我面前让我走，我都不会走的。只不过广浩环顾四周，家里穷的就连老鼠都找不到一只，就连吃的东西也就只有野菜糊糊，就是当季的野菜加一些米糠之类熬成的，味道比现在的猪食好不到哪里去。不行，好不容易重生，绝对不能再让媳妇吃野菜糊糊，我得要出去给媳妇找食物。大舅哥，我有点事想要出去一下。呵呵，小子，别想着给我灌迷魂汤，我不是小妹，不吃你那套。现在乖乖给我闭嘴，待房间里面，到时候惹急了，我真捶你哈。大舅哥，我不是要跑，我只是想要去给小芳弄点吃的。我们家里面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每顿都只能吃野菜糊糊。小芳每天都要去上工，天天吃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营养，所以我打算去鬼头山弄点野味回来，给小芳补点营养。你疯了？你竟然想要上鬼头山？鬼头山上可是酆都大帝的道场，要是不小心上了鬼头山，分分钟就要被勾到阴曹地府。眼前这个男人重回70年代，带着登峰造极的捕猎技能，将千亩鬼头山当成了自己的猎场。上集说到，爱国华害怕广浩逃跑，所以拦住广浩不让他出门。鬼头山你不让我去，那我去村头的岷江河抓鱼，总可以吧？啥？抓鱼？岷江河里去抓鱼？你怕不是要被人笑死？这岷江河里可淹死过几十个人，而且那里最浅的浅滩都有几米深，人都落不透，根本就摸不到鱼。谁说我要摸鱼的？大舅哥你就瞧好吧。说完，广浩就去屋里拿出一大堆东西，开始编织渔网。岷江河水势汹涌，除非用渔网，不然捕鱼就是个笑话。渔网这东西不是必需品，供销社又不卖，所以岷江河就算鱼情很好，大家也只能望河兴叹。但是这根本难不倒广浩，因为上一世的记忆依旧清晰地留在脑海中。3个小时过去，广浩足足编织了6个鱼笼。我的天，你小子啥时候学会这手艺了啊？广浩笑了笑，并没有多说什么，带着自己的大舅哥来到岷江河旁，又在河边挖了点蚯蚓，然后将蚯蚓塞到鱼笼底部。之后，广浩将鱼笼沉到了自己感觉鱼情最好的位置。小子，你这笼子真的能抓到鱼吗？嘿嘿嘿，那肯定可以啊！大舅哥，你要是不相信，我们要不要赌一赌？如果我要是能抓到鱼，你明儿就别跟着我了；要是抓不到，那就当我没说过。老子就知道你这小子全身上下全是心眼子，一天到晚就想要甩掉老子。我告诉你，老子这几天工分不要了，也要天天盯着你，敢给我逃跑，腿给你打断。说完，爱国华粗壮的手臂一把就勒住了广浩的脖子。广浩没想到大舅哥反应还这么激烈，赶紧拍着他的手臂求饶道：“我错了，我错了，不赌了，大舅哥，不赌了，你爱跟着就跟着，我没有意见，一点意见也没有。”两人闹了一会儿，又在河边坐着吹了半天的牛，一直等到太阳变得黄澄澄挂在山尖上的时候，广浩觉得时间应该差不多了，是时候收笼子了，走吧，大舅哥。爱国华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一听这话就跟火箭一样，抓住绳套就开始往上拉。这一拉可不得了，鱼笼沉的就跟秤砣一样，爱国华顿时眼睛都瞪大了。卧槽，这笼子好沉，有货，绝对有货！爱国华双手用力，竹条扭成的绳子被他拉得咯吱作响。鱼笼出水，里面的鱼货看得爱国华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只见鱼笼里面装了满满一笼子的鱼虾螃蟹。大哥，愣着干啥？赶紧往上拉呀，这还有好几个笼子呢。广浩催促了一声，让爱国华终于从眩晕中清醒过来。今天我们真是走了狗屎运了，我看看这笼怎么样。我的天，这笼好像比上一笼更沉。妹夫，我们今天真的发财了。经过一天的努力，广浩的称呼终于从龟儿子回到了妹夫。6个鱼笼最终捕到了70多斤鱼货。大哥不早了，我们赶紧回去吧。小芳也快下工了，我们先回去给她弄鱼吃。对，小妹还在家里等着我们呢，我们赶紧回去。爱国华拿着竹竿就把鱼笼往上穿，5个笼子全串在竹竿上，他挑着竹竿就跟个没事人一样。妹夫，你这笼子是咋编的啊？我之前也不是没见过有人下笼子捕鱼，然而最多抓到几条小鱼小虾就算了，你是怎么能装得这么满，就跟水下有人拿着鱼往里面塞一样？因为我这笼子叫做绝虎笼，只要进去了，就算是个小虾米都爬不出来。
所以收获才那么多。为啥后世禁止使用菊护龙？就是因为这玩意儿的威力太大了。不过现在才70年代，毫不夸张的说，岷江河里的鱼多的都快要成精了，所以广浩能够放放心心的用菊护龙。艾小芳今天干活的时候都有些心神不定的，因为今天的广浩实在太奇怪了。他不止答应自己不走了，还把手伸到自己的小衣里面。想起今天早上的旖旎，艾小芳忍不住偷偷红了脸。你这小傻瓜怎么干活都要走神啊？行了行了，我知道你一定是在担心你家里那个吧，担心就赶紧回去吧，这里没剩多少东西了，我一会儿帮你弄完。真是麻烦你了，小鹿。不过我确实有些担心，你这次帮了我，下次我多帮你做一点。对，我们两姐妹说这些，赶紧去吧。真不知道你家广浩给你下了什么迷魂药，能把你迷成这副样子。等你有了老公你就知道了。哼，我有了老公也不会跟你一样没出息。将剩下的工作交给李璐，艾小芳飞快地回到了家中。然而当她满怀期待地推开房门的时候，却看到家里空无一人，整个房子都找遍了，艾小芳都没有找到广浩和艾国华。大哥明明说过今天肯定会看好他的，但是现在广浩哥不见了，大哥也不见了，肯定是广浩哥跑了，然后大哥去追他去了。广浩哥，你为啥要跑啊？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好？我改还不行吗？为什么你一门心思就要离开我啊？艾小芳以为广浩已经跑了，自己蹲在房角哭得伤心欲绝。就在她抱头痛哭的时候，两道身影在夕阳下缓缓归来。当他们回到家门口的时候，却发现艾小芳正在发出痛苦的呜咽。小芳别哭，你说是哪个龟儿子欺负你了？老子现在就去跟他拼命。广浩作为知识分子，其实平常是不带龟儿子这种粗俗的口头禅的，但是现在看到媳妇这委屈的样子，他哪里还管得了这些？广浩哥，我还以为你走了，不要我了呢。没有人欺负我，我回来只是看到你们没在家里，以为你又跑了。我求求你了，广浩哥，你别走，你千万别走。听着媳妇近乎哀求的声音，广浩的心就跟有一双大手就跟揉面一样的在揉。在后世，捞女横行，没有房车，没有彩礼，就连老炮都娶不到。结果艾小芳不止不要1分钱彩礼，甚至就连家里的工作都舍不得让我做。她是那么的喜欢我，喜欢到甚至可以掏心掏肺。我怎么就这么畜生？上一世竟然抛弃了她。放心，我不走，我这辈子都不走，我会跟你过一辈子的。我们去领证，明天就去领结婚证。你说啥？明天就跟我去领证？广浩哥，你没骗我吧？没错，明天就去。上次办回城证明的时候，我爸刚好把户口本给我送过来了。广浩哥，你真是太好了！艾小芳尖叫了一声，抱着广浩就是一顿亲。好了，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些过分了？我还在这里呢，想要亲嘴，待会儿晚上关上门，你们慢慢亲。当着我这个大舅哥的面，亲得满脸都是口水，你们也不害臊吗？被艾国华数落了一阵，一张俏脸顿时羞得通红，正不知道怎么岔开这个话题呢。抬头一看，发现艾国华竟然还挑着5个大鱼笼，里面满满当当全是鱼货。哥，你这是捅了鱼窝子了呀？怎么抓了这么多鱼？哈哈哈，厉害吧？我跟你说，这是我跟妹夫今天去岷江河抓到的鱼，妹夫这手艺真是绝了，几根竹条就能编成一个鱼笼，挖点蚯蚓往里面一放，好家伙，每个笼子都有10几斤鱼货，这节笼子最少70多斤，够你们吃1个月了。我广浩哥竟然还能编鱼笼，实在是太厉害了。眼看小妹眼中全是崇拜的小星星，艾国华有些吃味了。别光夸你广浩哥啊，还有我呢，我就不厉害了，这鱼可是我跟妹夫一起抓的，而且这5笼子鱼还是我一个人挑回来的呢。好好好，大哥你也很厉害，行了吧？艾小芳随口敷衍了2句。广浩哥今天抓了这么多鱼，肯定累了。来来来，先进来喝口水，要不要我再给你捏捏肩膀？明明是大家一起出去抓得鱼，结果回来之后，小妹把广浩就跟皇帝老爷一样的供着，自己就连赞美的话都极度敷衍。艾国华顿时感觉自己是路边被秀一脸的单身狗，还是狗盆都被踢飞的那种。奶奶的，以后老子找个媳妇也天天在你们面前秀恩爱，真是不拿秦大哥当人是吧？上集说到，广浩为了让艾小芳放心的和他在一起，准备去办理结婚证。于是广浩第2天一大早就起床了。妹夫，你可算起来了，来来来，赶紧吃，吃完我们就去抓鱼。今天时间长，我们多下几个鱼笼，多抓一点鱼货回来。不着急，大舅哥，我跟小芳今天还有点事情需要去公社一趟。啥事儿啊？能耽误我们抓鱼的时间？你跟我说，我让老二去帮你办。他每天都去公社上班，认识的人多。这事儿二舅哥可帮不了我，因为我打算去跟小芳领结婚证。啥玩意儿？你真要跟小芳去公社领证了？咋了，大舅哥？舍不得把小芳嫁给我了？其实老子是真舍不得把小妹嫁给你，不过我舍不得也没法啊。小妹就是喜欢你，你肯答应跟小妹扯结婚证就好。去吧去吧，吃完饭你们就去，我在家里等你。吃过早饭，广浩和艾小芳手牵手朝着公社走去。来到公社，跟村长先是说了一下情况。
村长见状顿时乐了。可以啊，广浩，你这觉悟越来越高了。昨天答应留下来，今天就来办结婚证，正好王师傅有空，赶紧去照相吧，把照片拿过来就可以领证了。广浩又牵着艾小芳去找王师傅照相。照相的时候，艾小芳非常的紧张，就跟屁股上有钉子一样，不时的扯一下衣服，摸一下她的头发，一直坐立不安。我说艾小芳同志，拍照不能随便乱动，不然拍出来图像都是糊的，浪费胶卷。你就乖乖的坐好，不要动，就那么难吗？艾小芳被说的脸色一红，赶忙叫停了拍摄。那你等我缓一下，我有些紧张。行，你快点吧，我等会还有事呢。广浩也满脸疑惑看着艾小芳。小芳，怎么了？你不想跟我扯结婚证吗？不，我怎么不想跟你扯结婚证呢？只是什么？有我在，别怕，放心大胆的跟我说。广浩柔声安慰道。有了他的安慰，艾小芳终于扭扭捏捏的说出了真情。如果我们领了证，你可就没有办法回城里了。而且我感觉有点配不上你，你一个城里来的知青，我只是一个农村的小土妞。小芳这是自卑了，不行，我一定要尽快上鬼头山打猎，然后赚很多的钱，让小芳过上好生活。小芳，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不是你配不上我，是我配不上你。以前是我委屈你了，你放心，要不了多久，我就能赚钱，让我们过上好日子的。广浩哥，我不委屈，跟你在一起我从来没有委屈过，只要你不嫌弃我，我们现在就拍。艾小芳终于放下心来，和广浩拍了结婚照，拿到结婚证，一路回来，艾小芳笑的嘴角就没有合拢过。两人回到家，艾国华早就等得不耐烦了。结婚证办好了吗？当然办好了。办好了就行。小妹，我们去抓鱼了，你一个人照顾好你自己哈。但广浩哥，你们要小心哦，岷江河水深，你们可千万不要下水哈。艾国华拉着广浩一路跑，等到两人来到岷江河边上，艾国华顿时脸色大变。只见岷江河边上竟然多出了几十个人，他们正在不停地往水里放竹篓子。这些人竟然跟他们一样，都是来岷江河里抓鱼的。王老三，你们这是在干啥？那是我们抓鱼的位置，你给我让开。嘿，艾老大，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什么叫做你的位置？这岷江河你家的，嘴巴一张就是你的位置。这条河是我们大家的，讲究的就是个先来后到。走远点，别吓着我笼子里的鱼了。对呀，艾老大，人家王老三大清早就过来了，你一来就要赶人家走，是不是有些太霸道了？你艾老大现在脾气真是比王大强还要大，先来后到，懂不懂？你别坏了规矩，岷江河不是你家的。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岷江河捕鱼是我跟我妹夫先发现的，现在你们跟着我们一起捕鱼就算了，还要抢我们的位置，过分的是我还是你们？真以为老子艾国华没有脾气是不是？就在艾国华和众人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广浩走了出来，他拉着舅哥的手臂，拖着他就往上游走。行了，他们占了我们的位置就占了，岷江河这么大，你还怕抓不到鱼吗？可其他位置没有昨天那个位置好啊，一竹篓下去最少10多斤渔获，其他地方哪里有那么好的鱼情啊？广浩一听，禁不住哑然失笑。大舅哥竟然还以为能抓到那么多鱼，是鱼情的问题，丝毫没发现起到决定性因素的是广浩的绝户龙。好了，大舅哥，你放心，这上面的鱼情比下面的不知道好多少倍，你就看好吧。广浩也没有多解释，然后劈砍了几棵竹子就开始编绝户笼。大舅哥也没有闲着，广浩在编笼子，他就撅着屁股在地上挖蚯蚓。等广浩编好了鱼笼，他已经挖了满满一盆的蚯蚓，将蚯蚓塞到鱼笼里，然后将鱼笼沉到水底，接下来就静静等待鱼儿上钩了。等待的时间总是无聊的，广浩干脆就坐在地上看村民们是怎么死。结果一看，广浩就知道这群家伙得白干一天。村民们用的都是自家背猪草的竹篓子，口子大的就跟大锅一样，根本就不可能捕到鱼。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太阳渐渐开始变得橘黄，大家伙纷纷开始拉网了，结果自然是空空如也。有一个村民运气比较好，竹篓子里面卡着2只小螃蟹，这算是众人唯一的一点收获了。辛苦忙活了半天，20多个人就只抓了2只小螃蟹，大家伙只感觉脸上臊得慌，他们不由自主地将最后的希望放在王老三的身上。要知道，王老三这个地方可是艾国华昨天抓到鱼的地方，艾国华能抓几十斤，王老三怎么也得整个几斤上来啊！王老三，别等了，赶紧拉上来，让我们看看你能抓到多少。没错，要是抓得多的话，能不能匀几只给我？你这话说的，王老三可是我亲戚，要匀也是先匀给我。三儿啊，我是你大婶子啊，你到时候抓到鱼，可得给我留2条哦。王老三，我不白拿，我拿东西给你换。70年代是不准随便进行商业买卖的，被抓到了之后要当投机倒把处理。不过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能明着买卖，大家就以物易物，直接换。哈哈哈，
好说好说，只要东西够多，大家想要换的都有份，都有份。毕竟我王老三可不跟某人一样，就连位置都要抢，小气巴拉的。王老三抓起绳子，开始拉自己的竹篓子上来。刚一用力，他就明显感觉到不对劲，手感更是沉重的很。卧槽，上货了，还是大货！兄弟们，来，赶紧帮我一起拉！今天我王老三也算是发财了。村民们见状，极度的眼珠子都红了。自家忙活了一天，鱼鳞都看不到一片，结果人家渔获多的拉都拉不起来。嫉妒归嫉妒，大家伙还是纷纷上去帮忙。结果一上手，发现果然沉得很啊！哎，妹夫，你看看那小子占了我们的地盘，竟然抓到了那么多渔获，我之前就应该把他赶走，那是我们先发现的地方，他王老三凭什么给我们占了？广浩摸了摸下巴，满脸疑惑地看着大家伙正在帮王老三拉竹篓子。不应该啊，王老三的竹篓子跟其他村民的没啥区别，口子大的就跟锅盖一样，有鱼进去想跑随时都能跑。就这样的竹篓子能抓100来斤渔获，那能真以为水下的鱼都是白吃，拉竹篓子都不知道跑。别着急，慢慢看，我总觉得事情应该有蹊跷。上集说到，王老三以为自己捕到了大鱼，让村民们帮忙拉竹笼。随着众人一起发力，竹篓子终于出手了，但是竹篓子里面却不是渔获，而是一块不知道从哪里冲过来的大石头。哈哈哈，笑死我了，我真的快不行了。王老三，你运气真不错，这石头你拿回去啃一辈子都吃不完。王老三被他笑得面红耳赤。哎，老大，你别他妈在那里傻笑，我们没抓到鱼，你以为你们就能抓到了吗？把你们的竹篓子提起来看看，你们也一定没有收获。爱国华嘴巴一撇，他也不墨迹，直接走到了岸边，双手发力，一下子捞起了一个鱼笼。只见鱼笼子里面满满当当全是各种鱼，其中还有一条漂亮的鲟鱼。我的天啊，这尼玛龙王爷显灵也没有这么夸张吧？这一篓子鱼获得有个20-30斤吧？你大天了，这么大的鲟鱼也能抓得住？村民们一个个站在的岸边目瞪口呆。爱国华看到他们的表现，乐得眉开眼笑。接着爱国华开始去收其他的笼子，一个接着一个的鱼笼被拉了上来，村民们的下巴就没有合上来过，每个笼子都是满满当当的。这时王老三突然凑了过来，广浩啊，其实从你进我们村的第一眼我就知道你是个人才，这不随便编个笼子就能抓到这么多鱼货，真不愧是读过书的城里人。爱国华看着王老三就生气，不止占了自己的位置，刚刚还跟自己吵了一架，自然不会给他好脸色。王老三，你他妈闲着没事拍我妹夫马屁干什么？是不是想要偷学我妹夫的手艺？我告诉你，这可是他祖传的手艺，只传给家里人，你这种外人想都不要想。我没有这个想法，我只是想用家里的红糖换条鱼回去，你看可以吗？行了，大舅哥，别为难王老三了。三哥，我等会给你留2条鲜活的鱼跟你换。谢谢，哎，老大，今天是我有些不好，我抢了你的位置，还跟你说话这么冲，结果你们还愿意跟我换鱼，你们一家都是好人。这样吧，我看你们没有带扁担，正好我带了，我帮你们挑回去。你这小子挺会来事啊。妹夫，趁着天色还早，我们要不要再下一次鱼笼啊？算了，我们先去龙口镇看看能不能把鱼卖了。什么？妹夫，你疯了！村长再三强调过，我们要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不能做投机倒把的事情。对啊，广浩，上个月白蜡村有个家伙就是投机倒把卖东西，结果被公社的人知道了，打得头破血流，最后公安都惊动了，直接把他抓了起来。投机倒把可是重罪，你可千万不要犯糊涂啊！这些鱼虽然多，我们吃不下便宜点，分给大家都行，千万不能动歪脑筋啊！大舅哥，你放心，我是城里出来的，我比你们更清楚投机倒把的严重性。我说的卖，可不是做生意，你们就挑着鱼货跟我走吧，等到了地方，你们就知道了。纵然满脑子都是疑惑，大舅哥和王老三还是挑着鱼货一路跟着广浩，按照记忆中的方向，广浩带着爱国华和王老三一直来到了龙口镇。龙口镇可比石峰村要大多了，而且这里的房屋也渐渐密集了起来。70年代不准随便进行买卖，不然就是投机倒把。想要合法合理的交易，只能来供销社。此刻的供销社门口人头攒动，售货员正在里面大呼小叫的维持秩序，有些时候控制不住脾气，甚至抬脚就往顾客身上踹。被踢了一脚的顾客还不敢生气，因为这是国营单位，售货员更是大名鼎鼎的8大人之一。看到了供销社，爱国华眼睛一下子就亮了。我知道了，妹夫，你是想要把鱼卖给供销社是不是？哎呦，所以说你们城里人就是聪明呢，怎么我们当初就没想到这一茬呢？对啊，寻常买卖叫做投机倒把，但是把这些东西卖给供销社，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能说些什么。爱国华开心的眉开眼笑，紧抿着的川字眉也舒展开来，而广浩则是若有所思的看着旁边的国营饭团。供销社虽然也收这些东西，但是供销社因为其垄断地位，
所以价格压得死低死低的。而且看售货员们那架势，就知道他们绝对不好打交道。这个时间点的话，国营饭店的王富贵还没有调走，如果能够跟他搭上关系，渔获这些不说，甚至以后鬼头山的东西也有地方可以销售。然而当广浩来到国营饭店的时候，却发现国营饭店大门紧闭，门口只留着一个服务员在看门，似乎还没有开始正式营业。你好，请问你们国营饭店的王经理在吗？王经理，你说的是哪个王经理？王富贵王经理，我是他一个朋友。一听是王经理的朋友，甚至还把王经理的全名给叫了出来，服务员的态度立刻变得恭敬了起来。竟然是王经理的朋友，不好意思，失敬，我们王经理去省城开会去了，可能还要4、5天才会回来。你找他有什么事情吗？我可以帮你留个话。没事，到时候他回来我再来找他就行。王富贵不在，国营饭店也没有营业，广浩也没自讨没趣的问他收不收鱼货。你好，同志，我们这边今天抓到了不少鱼货，你看你这边多少钱收？你们怎么会抓到这么多鱼？是不是去哪个养殖场偷的？一开口，售货员的话就把艾国华气得半死。什么叫做偷的？这可是我们在岷江河里面抓的，整个石峰村的村民们都可以给我们作证。没错，我就是石峰村的村民，这些鱼全是我们一笼子抓起来的。什么叫做偷？你怎么能随口污蔑好人呢？我只是问问来路，你们瞎激动什么？一个个在供销社里面大声嚷嚷什么？以为这是在你们家啊？都给我小声点！这些鱼你们到底卖不卖？不卖就给我滚蛋！全是一群死鱼，臭死了！我还懒得说呢。被售货员这么一怼，艾国华和王老三话都不敢说了。这位同志，你们这供销社生意好，热闹，所以我们说话的声音自然大了点。另外，这鱼是从石峰村挑到龙口镇，确实死了很多，但是臭绝对不至于，都是刚死的，鲜着呢。售货员看了广浩一眼，发现广浩比王老三和艾国华长得顺眼多了，语气也缓和了不少。还是这位同志说话好听，来，抬进来称重吧。鱼货抬进了供销社内院，上秤一称，好家伙，各种鱼虾螃蟹合计足超过250斤，这可绝对是个不小的收成。你们这些鱼死了一大半，就给你们算1毛钱1斤，总共有200斤，合计20块钱。河虾螃蟹这些更不值钱，5分钱1斤顶天了，总共50斤，合计2块5。你们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就全收下了。250斤鱼货，一共卖了22块5元，看起来似乎不多，但是艾国华和王老三却笑得嘴巴都合不拢，因为这个年代20块钱买大米可以买足100斤。广浩却忍不住皱紧了眉头。一般的鱼货这个价格没问题，不过我这几条鲟鱼还没死，这样吧，这几条鲟鱼我不卖了，你把它给我刨出来，我自个带回去。售货员脸色顿时一变，作为售货员，他怎么看不出来鲟鱼的价值？这玩意儿不止没有鱼刺，而且味道非常的鲜美。正常买卖最少也是5毛钱1斤，遇到好这口的老板，1块钱也能卖得上。这批鱼货最有价值的就是那几条鲟鱼，随便一转手他就能赚个几十块钱。现在让广浩把鲟鱼带走，那他赚个锤子。要卖就一起，哪里还有把好货拿走的？你这群死鱼一点价值都没有，白送别人都没人要。没有那几条鲟鱼，谁会要你们的货啊？要么就一起，要么就别卖，你们自己选择。即使知道售货员摆明了是在宰他们，然而广浩等人却一点办法，除了供销社，你就不能去其他地方买卖。思考了一会儿，广浩最后还是深深的叹了口气。然而就在他要点头的时候，一个人影忽然走进了供销社的内院。等一下，眼前这个男人重回70年代，带着登峰造极的捕猎技能，将千亩鬼头山当成了自己的猎场。紧接上级，广浩等人在供销社卖鱼，却被供销社的职员狠狠的压价。就在广浩准备妥协时，一个人影忽然走进了供销社的内院。郑红梅，你这压价未免也压得太过分了一点。这位同志是我们王经理的好朋友，你给个实诚价格，这些鱼3毛钱1斤，大家伙都抢着要，原本就照人家2倍的价格，还要扣人家的鲟鱼，你这吃相也太难看了。闯进供销社内院的正是广浩在国营饭店门口碰到的服务员。70年代的服务员可不是现在的服务员，都是国企员工，身份和地位跟现在的公务员没有任何区别。刘刚，你说的真的假的？这真是你们王经理的朋友吗？那还有假？要不是我们王经理去省城里面开会去了，你以为你能收到这些鱼，我们国营饭店就能全部吃下来？刘刚这倒霉玩意，坏老娘好事！这些鱼1毛钱1斤收了，我转手就能卖3毛，甚至4毛，利润要翻好几倍。可是得罪了国营饭店的经理，我的日子可不好过啊！一想到这里，郑红梅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而且笑得比菊花还要灿烂。哎呀，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吗？这位同志，你要是早说你是王经理的朋友，我肯定给你内部收购价。稍等一下，我马上给你重新算一下价格。这还差不多，好算，别乱坑人。
刘刚见好就收。他之所以帮广浩，有2个原因：第一个，他看郑红梅有些看不过去，太贪了；第二个，万一广浩跟王经理真认识，现在卖个人情，稳赚不亏，不一会郑红梅就重新定好了价格。一般的鱼货160斤，按2毛钱一斤，总共32块钱。螃蟹和河虾1毛钱一斤，总共5块钱。至于鲟鱼，直接按照5毛钱的价格收购，20块钱，一共57块，相比之前的22块，翻了足足1倍还多。然而就是这样，郑红梅还有1倍多的利润，可想而知供销社到底有多黑。不过广浩已经满足了，要是没有刘刚帮忙，他撑死能卖个30多块钱。几人走出了供销社，广浩买了1包烟，然后直接塞进了刘刚的口袋里。兄弟，刚刚的事情真是谢谢你，要是没有你，这次我可要被坑惨了。没事，郑红梅做的确实不地道，而且你是王经理的朋友，我照顾你也是应该的。收好烟，刘刚看广浩越看越顺眼。这小子不止人长得帅气，而且为人处事更是没话说。这家伙绝对是王经理的朋友，以后一定要跟他打好关系。有了这个想法，刘刚跟广浩就显得更亲近了。兄弟，以后你再过来买鱼货，直接先来国营饭店找我，有我在，郑红梅不敢这么黑。好，那以后就麻烦刚哥了。哈哈哈，我们2兄弟说这些就太客气了。两世为人，广浩的社交能力自然也是点满了，几句话的功夫就说的刘刚恨不得跟他拜把子。有了这层关系，下次就算王经理不在，继续去供销社出货，也不会被坑的太多。卖完鱼货，3人心满意足的准备回家。然而就在3人刚走出龙口镇的时候，一个穿着风衣、行径可疑的男子忽然拦住了3人。你是干啥的？拦着我们想做什么？爱国华握紧拳头，一脸紧张的神色。风衣男子看到爱国华这警惕的样子，并不奇怪，只是掏出一大堆票据，邮票、肉票、布票，甚至还有传说中的手表票和收音机票。在70年代，票据可是绝对的好东西。计划经济时期，各种票据几乎跟钱在同等地位，甚至有些票据比钱更加的重要，因为很多东西都需要凭票购买。兄弟，要票不？我这里啥票都有，绝对的低价。3人顿时明白过来，这丫的不是强盗，而是投机倒把的票贩子。爱国华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所以生怕跟这些人扯上关系。不要，赶紧走！我还以为是谁啊，没想到竟然是票贩子。票贩子见状也没有过多的纠缠，转身就走。等一下，兄弟，怎么说？妹夫，这种人是投机倒把的坏蛋，你叫住他干啥？你可千万不要跟他有纠缠，不然到时候把你拖累了可不得了。大舅哥别慌，这里除了我们没其他人，而且我们刚从供销社出来，他就能找上我们，说明人家门路宽得很，问题不大。这话一出，票贩子忍不住多看了广浩几眼。这个票贩子不止门路很宽，他甚至就是供销社的售货员。兄弟好眼力，放心，我们的票据都是来路正常的票据，而且用我们票据买东西的价格还能便宜不少。你这里有没有卖乳精的票？卖乳精，70年代绝对的奢侈品，也就城里的职工有资格消费1两瓶，农村里面很多人别说吃，听都没有听说过。厉害啊，兄弟，卖乳精都能喝得起。卖乳精票5块钱一张，你要多少？5块，你怎么不去抢啊？这个价格把爱国华吓了一大跳，5块钱能够买足25斤大米，结果现在就只能买1张票。这位大哥，你知道卖乳精多少钱一罐不？多少钱？不多，也就20块钱罢了。这尼玛是金罐罐还是银罐罐啊？20块钱，你这比抢劫还要过分。要不起20块钱我买100斤米不香吗？妹夫，走，我现在看着他就头疼。对于现在的物价来说，卖乳精简直是贵到了天上去。但是对于广浩而言，能够给媳妇补充营养，别说20、200，他眼睛都不眨一下。这是5块，给我票。票贩子收过钱，在一堆票据中找到了一张卖乳精票，递给了广浩。兄弟真豪爽，以后如果还需要票据，就在这边随便找个路人，说找小黑子，他就能带你来找到我。拿好票据，广浩把小黑子的联系方式记在心中。在这个什么都需要票据的时代，以后说不定还真要跟他经常打招呼了。广浩不止买了票，还重新转头去供销社买到了麦乳精。看着那只有水杯高的大罐头，爱国华只感觉心头在滴血。25块钱，足足25块钱，就买个破逼罐头。有这些钱，买个100多斤大米，它不香吗？这玩意儿是拿给小芳补身体的，她身子虚，所以必须好好的调理调理。听到是给自家妹妹调理身体的，爱国华瞬间不念叨了。等几人来到村口，时间不早，大家就在村口分别。王老三今天陪着广浩忙活了一天，广浩想了想，最后还是从口袋里面抽出了1块钱，拿着，今天麻烦你了，算工钱。工钱啥意思？我没想要钱啊，我是自愿来帮忙的，你们咋还给我钱呢？给你就拿着吧，几百斤鱼挑到龙口镇可不轻松，
给点钱是应该的。这1块钱让王老三眼眶都有些热热的，可别小看1块钱，他出去赚工分，一天5毛钱都没有。看着广浩和爱国华离开的背影，他用力挥着手。明天我还过去帮忙，你们给不给我钱我都去。广浩摆摆手，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等两人回到家，发现艾小芳和李璐已经下班了，正在家里聊天。李璐看见他俩回来，特地站起来朝着他们身后看了看，一条鱼都没有看到，不禁疑惑地问道：广浩、爱国华，你俩昨天不是抓了几十斤鱼吗？今天怎么打空手回来了？打鱼这种事情原本就是看老天爷给饭吃，打不到鱼很正常。广浩哥，没事儿的，现在不早了，你们应该饿了吧？我给你们做饭吃。别的婆娘看到自家男人出去忙活一天，最后空手回来，不说破口大骂，脸色终归不会好看。只有小芳，无论我是否有收获，只要平安回来，她就很开心。我们今天可不是空手回来的，今天抓了足足200多斤鱼货。广浩带着我和王老三把鱼货拿到了龙口镇的供销社去卖了。广浩也笑嘻嘻的从裤兜里面拿出来今天的收获。小芳，这是卖鱼拿到的31块钱，你拿着。31块钱，有零有整，广浩1分没留，全给了艾小芳。结婚1年多，广浩哥可从来没有给我1分钱。平常就算他父亲有时候会兑点钱过来，他也全留着给自己买好吃的。而现在足足31块钱，他竟然全给了我。广浩哥他真的变了。眼前这个男人重回70年代，带着登峰造极的捕猎技能，将千亩鬼头山当成了自己的猎场。上集说到，广浩把卖鱼的钱交给了艾小芳之后，便神神秘秘地把大舅哥拉到一旁。大舅哥，你看这天色渐晚，李璐作为一个黄花大姑娘，一个人回家终归不安全，你等会送一送她吧。啊，干嘛要我去送？为啥不让其他人送啊？总不能让小芳一个女孩去送啊，能者多劳吗？你这么重，就算遇到小混混也不怕。行吧，行吧，真麻烦。重生回来，广浩知道李璐对爱国华有意思。上一世两人虽然有感情，最后却并没有在一起。这一世，广浩要弥补所有的遗憾，自然也要尽量撮合爱国华和李璐，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等两人走后，广浩马上洗漱，准备和自己媳妇亲热一番。没想到广浩刚洗完澡，就看见了熟悉的身影，还有挂着傻笑的黑脸。广浩真恨不得直接一锄头将他敲飞出去。大舅哥，我让你送人家李璐回去，你走个单边也要20多分钟吧？结果你跑个来回趟才用了10几分钟，你该不会把人家小姑娘扔半路上了吧？没有啊，我把她送回去了。送到家了？真的假的？你咋能这么快？我们一路跑回去的呀。我跟她说了，我有些困了，想早点回来睡觉，所以带着她一路跑着回去。怎么样？我这速度不错吧？行吧，既然你回来了，我正好和你说件事。啥事啊？从明天开始，我就不跟你一起去岷江河抓鱼了。为啥？我们今天赚了50多块钱，我这出1个月的工也赚不到这么多钱啊！现在我们行情这么好，你咋说不干就不干啊？是不是大舅哥哪里得罪你了？你给我说，我给你道歉行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以后捕鱼还是正常进行，只是我就不陪你过去了，我只负责给你提供绝活龙。鱼肉是下等肉食，除非是抓到珍稀鱼肚，不然卖不了几个钱。但是鬼头山上可不一样，那里奇珍异宝遍地都是，随便弄点东西回来都比抓鱼强。因此今天回来的路上，广浩就一直在考虑怎么把大舅哥支开，自己悄悄上鬼头山。我一个人去抓鱼倒是没问题，但是龙口镇收鱼的那个售货员老娘们就跟老子欠他几百块钱一样，你要是不跟着我，他指定坑我啊！大舅哥，你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不会是怕女人吧？啥叫怕女人？我爱国华怎么会怕女人？笑话！虽然爱国华将胸脯拍得震天响，并且一张黑脸都涨得通红，然而这除了更加证明他怕女人之外，丝毫没有说服力。广浩也不说话，就拿着似笑非笑的表情看着他。你看不起大舅哥是不是？行，从明天开始，我就自己一个人去抓鱼，区区一个老娘的，他还能吃了我不成？眼看搞定了大舅哥，广浩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到了半夜，爱国华突然被床板吱呀吱呀的声音吵醒，还有稀稀疏疏的说话声。大哥还在隔壁呢。没事，都这么晚了，他早就睡得和猪一样了。哎，这臭小子该不会是为了干坏事，想晚些起床，才不和我去抓鱼的吧？想到这里，爱国华干脆坐起来大喊道：妹夫，你还没睡啊？我想了会儿，要不你明儿还是跟我一起吧？那老娘们压价压得贼狠，没有你，我害怕吃亏啊！广浩狠狠抽了抽嘴角，感受着不上不下的感觉，对着爱国华咬牙切齿：不行，明天就得你一个人去，这么大男人还怕女人，这么怕，以后不结婚了吗？随着大舅哥的大叫，广浩也翻身坐了起来，摸着用木板拼凑出来的床，看来必须要送你去柴火堆里了。翌日，尽管爱国华再三哀求，广浩依旧拉着脸不做出一点让步，就坚定的让爱国华一个人去抓鱼。爱国华最后没办法，只能皱着眉头，一个人挑着鱼笼先去岷江河抓鱼了。小芳，
现在时间还早，我们要不要回去先睡个回笼觉呀？现在可不行，要是待会儿迟到了，我可要被大家笑死了。说完，头也没回的就跑，速度快得惊人。俏媳妇跑了，广浩只能背好主意，拿上弯刀，准备上自己心心念念的鬼头山了。就在他朝着鬼头山走去的时候，一个声音忽然在他背后响起。广浩，你稍微等我一下，我有件事情想要麻烦你。广浩回头，发现过来叫住自己的是个老头子。虽然两世为人，但广浩对石峰村原本的居民们其实并没有多深刻的印象。你是？是我呀，村头的王二牛，你不记得我了吗？虽然不记得这位是谁，不过广浩却露出一副恍然大明白的样子。原来是王大爷，记得，怎么不记得呢？今天过来找我啥事儿呢？今天过来还真有件事情想要麻烦你一下。随着王二牛的述说，广浩终于明白了他过来找自己的目的，原来是王二牛家的儿媳妇刚生了个儿。然而这个年代，大家伙都吃不饱，孕妇根本就没奶水。听村里人说广浩每天能抓几百斤鱼，所以王二牛今天找到广浩，就是想要借几条鲫鱼回家给孕妇催奶。广浩啊，你就发善心，借我2条鱼，你放心，约莫算好工分，我连本带利一起还给你。广浩哥，请您救救我孩子吧，他才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真想要他活下去。广浩哥，我求您了。怀里的孩子似乎感受到母亲的悲伤，发出响亮的哭声。上一世自己的孩子还没出世就夭折了，这让广浩对小孩子天生就多了一丝愧疚。广浩直接回家拿了2条腌鱼出来，这2条鲫鱼你们先拿着，以后每天晚上过来，我都给你们留2条新鲜的。谢谢广浩，我王二牛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是知恩图报这4个字却是知道的。以后你家里需要打个家具什么的，只管开口，我免费给你做。你别看我一把年纪，其实我还是个木匠。听到木匠，广浩眼珠子顿时亮了。既然你是木匠，那你家里有没有坚实一点的木头？我想要做一张床。木头当然有啊，我们家可是祖传的手艺，所以大大小小的木头多的是。前些年生意好的时候，这10里8乡谁不知道我王木匠的名头？可是自从上面不准交易，说到一半，王二牛立马意识到接下来的话可不行乱说。哎，人老了就容易多嘴多舌。广浩，你别介意哈，你想要什么样的床，我免费给你做一个。对于床的执念，广浩已经想得快要扭曲了。家里的破板床稍微一动就吱嘎乱响，他早就想要做个坚实耐用的大床了。广浩跟着王二牛来到了他家，果然有各种各样的木材，很多木材都是祖上传下来的，全是1顶1的好木头。广浩眼冒金光的看着这些木头，就在他惊喜的时候，忽然看到了在这一堆木头当中，还有一根看起来似乎是朽却散发着淡淡清香的木头。广浩，你看这些木头，你中意哪些？只管选，选好了我给你做床。这根是什么木头？看起来好像很不错。这就是一根朽木，你是不是闻到香味觉得这是个好东西？其实那味道就是普通的松香，松香有点年头，这根木头上又全是虫眼，所以才会有一股香味。我就看中这家伙了，麻烦王大爷，我们把它弄出来，我好好看看。拉出来一看，广浩终于明白为啥王二牛觉得它没用，因为这根木头上全是一个又一个的虫眼。木头最怕虫，不管多好的木头，只要有了虫眼，那就距离坏就没有多远。广浩，看到了吧，真是一根朽木，烧柴和我都觉得费劲，你选个其他的吧。然而广浩却依旧摇摇头，他从背后拿出了自己的弯刀，顺着虫眼就是一顿劈砍，木屑横飞，虫眼和朽木的外壳被弯刀砍平，露出了朽木坚实如铁的紫黑色木身，还有一条又一条醒目的金丝。朽木个锤子，这玩意儿竟然就是传说中的木中黄金，金丝楠木。上集说到，广浩来到王二牛家，居然发现了金丝楠木。王大爷，我就要这根木头，你要多少钱？我买了。面对金丝楠木，纵然70年代严禁交易，广浩也忍不住出手。啥买不买的，你可不要乱说。现在虽然比之前放松了很多，但公社还是在抓投机倒把的。这就是一根烂木头，你想要，我直接送你了。广浩想要顺着王二牛的话答应下，然而他看了看王二牛那破旧的家，又看了看那瘦的没有几两肉的儿媳妇，还有躺在小媳妇怀里，感觉呼吸都没啥力气的小婴儿，心里很不是滋味。王大爷，这可是金丝楠木，金丝楠木知道不？之前皇宫里面的皇帝都用这玩意儿做家具。再珍贵，在我眼中，这也是一根屁用没有的烂木头。现在不能做生意，大家伙就连买卖个鸡蛋都要被抓来关起来，所以根本不敢有人找我做家具。你看得起我王二牛，愿意给我儿媳妇鱼肉，别说拿走这根烂木头，就算把剩下的木头全带走，我也没意见。广浩算是看出来了，作为一个木匠，他怎么可能不知道金丝楠木的价格？但是知道又咋样？
现在除了他，谁还敢买这根金丝楠木？被抓到就是投机倒把，要被关进监狱的。所以金丝楠木再珍贵，对他来说都是一根朽木。行，王大爷，我们多的就不说了，这根木头我带走，以后你们治愈每天来我家里拿，想要多少就拿多少。广浩也不墨迹，痛快收下了金丝楠木。听到这话，王二牛乐得眉开眼笑。金丝楠木超级沉，广浩最终还是去生产队借了2把车，然后请了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帮忙，才将金丝楠木给弄回了家里。拿到金丝楠木之后，广浩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准备加工。上一世当护林员的时候，因为交通不方便，他居住的小木屋啥的都是自有，荒野生存能力简直堪称一流，所以现在做个床铺简直就是易如反掌。经过4个小时的努力，一张精致的双人床就做好了。广浩心满意足地看着双人床，之后直接将家里面的破板床扔到厨房，准备当柴火烧了。嘿嘿，今天晚上就算大舅哥还在，我也能跟媳妇好好的玩耍一番了。之后广浩重新拿上弯刀，背上竹篓，准备重新去鬼头山上看看情况。鬼头山虽然就在石峰村的地界，但是因为鬼怪和野狼猛虎的传说，这就导致了村民们都不敢上山。广浩走了约莫30多分钟，就来到了鬼头山的外面。迎面感觉到的就是一股凉意，怪不得石峰村的人以为鬼头山是什么风斗大帝的道场，这个反常的温度还真是有模有样。两世为人，广浩自然清楚温度的变化是因为海拔的增高和树木遮蔽了太阳，自然就凉快下来了。所以他根本没有在意，而是哼着小曲唱着歌，在外山开始忙碌起来，用弯刀砍掉几根竹子，然后化成竹条之后开始编织起来。广浩的编织手艺也是登峰造极境，不一会儿，一个精巧的陷阱就出现在他的手上，将陷阱放在地上，然后弄好触发的开关，最后再撒上一点大米作为饵料。广浩在旁边编织陷阱，几只驼驼鸡就歪着脑袋在旁边看。这是一种成年体重差不多在2斤左右的一种野鸡，在现代，你要是敢抓驼驼鸡，一只就得关10年，但是现在才70年代，人都要饿死了，谁还管这些野生动物？广浩看着驼驼鸡，随手扔了一把大米过去，看，再看就抓了你们给我媳妇加餐。驼驼鸡刚开始还吓了一跳，不知道广浩扔出来的白色物体是啥。等有一只胆大的尝过之后，那一群驼驼鸡就开始涌了上来，一把大米很快就吃完了。驼驼鸡们却明显还意犹未尽。一只眼尖的驼驼鸡看到树下竟然有白色米粒，它立即大喜过望，一把就冲了过去，然后对着地上的米粒就开始疯狂的吃。然而它还没有啄2口，啪嗒一声，陷阱启动，驼驼鸡直接被关在了陷阱里面。真不愧是鬼头山，这山上的猎物不止多，而且还贼扯。之后广浩刚做好第3陷阱，前边第2个陷阱又抓一只驼驼鸡，广浩喜滋滋的把2只猎物绑好放进竹笼里。这2只驼驼鸡是真的肥，每一只都是2斤朝上，这玩意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极高，这要是炖个鸡汤，估计能把媳妇鲜死。结果他才刚刚想要鸡汤，就发现在树下有一朵黄褐色的小花。广浩连忙凑近了一看，好家伙，这不是松茸吗？松茸这玩意儿不止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价值极高，甚至还能药用，可谓一身都是宝。广浩立刻放下背兜开始采，结果他一蹲下，这才发现不止这棵树下有松茸，顺带过去的那几棵树下全是。我的乖乖，这要是放在20年后，这么多松茸最少价值10几个 W。广浩蹲着身子在地上捡松茸，一开始他还照单全收，到了后面小的干脆不要，只要饱满大个的。广浩最后只弄了5斤松茸回去，剩下的准备下次再来取。结果一回头，啪嗒一声，剩下的那个陷阱里上货。不过这次不是驼驼鸡，而是一只差不多有4斤重的大野。刚上山才1个多小时，就收获了2只驼驼鸡、5斤松茸、1只大野兔，而且还是在鬼头山的最外围，号称最贫瘠的外山。这要是在内山，那岂不是要爽翻天？广浩这边随便在山上晃悠了一圈，就抓到了很多猎物。另一边，爱国华今天的收获也是相当的不错，足足抓了接近300斤鱼货。爱国华和王老三2人再次来到龙卡村，轻车熟路的来到国营饭店门口。国营饭店依旧没有开门，看来王富贵开会还没有回来。门口坐着一个人，还是刘刚。哟，你们今天又来卖鱼了？你们这搞得我都想要跟你们一起去抓鱼了，这收成也太好了吧！对了，庄浩同志呢？他今天怎么没过来？运气好，只是运气好而已。今天妹夫她有事儿，所以就让我一个人过来。对了，这是我妹夫嘱咐我的，说是这条鱼给刘刚兄弟，算是他的一点小小心意。刘刚一看这条鲟鱼，顿时眼睛都亮了，个头最少7、8斤重，算是一条难得的大货。哎呦，要我说广浩兄弟就是客气，这么大的鲟鱼我怎么吃得完哦？你回去之后一定要好好的说他一顿，我们2个什么关系？上次送烟，这次又送鱼，整这么客气干什么？下次可不能这样了。好，我待会儿回去就跟妹夫转达。这话说的刘刚一愣，不是，我就只是客套一句，你还当真了？然而当他看向爱国华的时候，顿时明白了过来，这家伙一看就是老实巴交的汉子，哪里懂得这些人情世故。
行，你们等着，我先把鱼拿进去，待会儿我们一起去供销社，有我在，保证正红梅不敢少你们的价格。好的好的，多谢刘刚同志。等几人来到供销社，今天收鱼的还是郑红梅。他看到刘刚那张原本就很臭的脸更臭了。刘刚，这群家伙又不是你亲戚，你一门心思的给他们说话干啥？嘿嘿，谁说我们不是亲戚了？记住了，光浩是我兄弟，爱国华是我兄弟的大舅哥，那也是我大哥，哎大哥，你说是不是？爱国华根本不知道怎么跟这些八大人沟通，畏畏缩缩的站在那里，只能陪笑着点头。对对对，是，刘刚同志说的都对。最后郑红梅不止没有压到价，甚至收购价还比昨天多出了1毛，300斤鱼货一下子卖了93块钱。爱国华喜滋滋的拿上钱朝家里赶去。然而爱国华和广浩不知道的是，刚下工回到家的艾小芳遇到了麻烦。她正在家准备给自己的丈夫和大哥做饭，却突然闯进来一群小混混。小芳，你在笑什么呢？这里就我最帅，你不会是专门对着我笑的吧？哈哈哈！你要是对我有意思，就直接明说嘛。放心，哥不会嫌弃你嫁过人的。不，应该说，你越是别人的媳妇，我就越是兴奋。紧接上集，艾小芳在家做饭，几个小混混突然闯了进来。王大强，希望你能把嘴巴放干净一点。你要是再胡说八道，信不信我直接拿扫帚抽你？还想拿扫帚抽我？你个瘦瘦小小的小娘们，除了在床上，你整得赢我吗？行了，不跟你废话，看到我过来。你应该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吧？小芳，还钱吧。艾小芳虽然有5个哥哥，但过得并不富裕。相反，艾小芳的父母突然离世，甚至就连安葬费都是借钱弄的。看你这么为难，是不是今天又没钱了？没钱还也没事，让你大强哥摸一把，这个月的利息就给你算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没钱了？王大强，你给我放尊重一点。你要是再这么肆无忌惮，信不信我去城里面告你？哈哈，你们家穷的只能吃野菜了，哪里还有钱能够还我？小芳啊，你就别再挣扎了，这个月的利息可是有足足5块钱，摸一把就赚5块钱，这个价格可比城里面的娘们都贵了。说着，王大强抬手就朝着艾小芳抓了过去。另一边，广浩从鬼头山下来，刚好遇到了回来的爱国华，两人干脆一起回家，一路上说着今天的收获。结果一到家门口，就看到有几个一看就吊儿郎当的小混混正在自家院子里，为首的小混混更是满脸邪笑，一看就要欺负艾小芳。我摸你奶奶个腿，你个混蛋！广浩可谓是横路出手，手上自然不会有丝毫的留情，因此这一扁担直接将他敲得头皮发麻。卧槽卧槽，哪个龟儿子敢偷袭老子？广浩红着眼睛，很显然一扁担根本就解决不了他心头的怒火。紧接着扁担就跟雨点一样砸在王大强的身上。哎呦哎呦，他妈的，你们在旁边看戏吗？你们赶紧把这小子给老子拉开！四周的小弟这时候才反应过来，呼啦啦朝着广浩冲了过去。刚把两人拉开，一个同样提着扁担的黑脸汉子就跟怒目金刚一样拦在小弟们和广浩的身边。老子看谁敢动我妹子和妹夫一根汗毛！艾果华，你给老子滚开！这可是王大强，我们王支书的儿子。要是你们家广浩真把他打坏了，你们一家就完蛋了。没错，赶紧滚开！得罪了强哥，别想在石峰村混下去。村支书的儿子又怎么样？敢欺负我妹妹，打起他都是便宜的。你们一家人都他妈疯了，村支书也不放在眼里，你们完蛋了。别跟他废话，干他丫的！广浩的院子里顿时乱成一团乱。广浩提着扁担对着王大强一顿输出，另一边则是艾国华对战几个小弟，他拼了老命也要拦着这些人。最后还是艾小芳冷静下来，率先拦住疯狂的广浩。行了，广浩哥，别打了，别打了，再打他真的要没了。他竟然敢对你动手动脚，小芳，你让开，你别拦着我，看我不揍扁他。广浩哥，你别生气，王大强没有占到我便宜，你再打下去真的要出人命了。王大强是个人渣，你要是真把他打死了，一命偿命，不值得，真的不值得。在艾小芳的劝说下，广浩终于恢复了理智。广浩这边停了手，艾国华和王大强的小弟们也鸣金收兵。艾国华拎着扁担推到了艾小芳和广浩面前，王大强的小弟们则是疯了一样凑到王大强的身边。强哥，你怎么样了？小弟们的呼唤让王大强短暂的清醒了过来，他奋力睁开了眼睛。别打我，别打我，我错了，我错了。强哥，别怕，我们都在这里，他伤不到你。强哥，艾果华太他妈厉害了，他一个人打我们2个，跟玩一样。要不要我现在再去喊点人多来？小弟们七嘴八舌的声音让王大强彻底清醒了过来，被小弟们围在中间，王大强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叫人必须给老子叫人，不只要叫人，还要让我爸亲自过来一趟，我要让他给我主持公道。广浩，你竟然敢把我打成这副模样，老子今天不弄死你，我就跟你姓。
王大强说完，立刻就有一个机灵的小弟准备冲出去通风报信。艾国华看到这种情况，立马慌了。王大强可不简单，作为石峰村有名的地痞流氓，他手下的混混有20多个，而且最关键的是他还有一个当村支书的老婆。站住，不准走！艾国华，你这是什么意思？还敢堵我们？真以为你们艾家有5个兄弟，老子就不敢动你了是不是？我不是堵你们，而是这件事情必须先说清楚。我跟你说个鸡毛，你们欠了老子的钱，欠钱不还还打人，今天老子不弄死你们，老子就不姓王。大舅哥，别拦着，让他们去把村支书喊过来，不只要喊村支书、村长、公安，全都喊过来。我倒是要让大家伙都过来给我评评理，看看王大强是不是真的那么无法无天。听到这话，王大强顿时大怒了。广浩，你他妈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把老子打成这副模样，还说我无法无天？我看无法无天的是你才对的。王大强，你今天可是带着好几个小弟过来欺负我媳妇，聚众欺负已婚妇女，古代的地痞流氓都没有你们这么乱赌。大舅哥，去，现在就去报公安，举报王大强耍流氓。我就不相信，区一个村支书，就连这种事情也能包庇。70年代，流氓罪可是抓得非常严格，稍有不慎，直接就会被抓进大牢。如果情节严重，甚至直接枪毙，也不是什么好稀奇的事情。想到这里，王大强额头的冷汗都流了出来。等一下，你今天把老子打成了这副模样，就算真把公安喊过来，你也跑不掉。不如我们彼此退一步，你别去找公安，我现在就走，怎么样？那就赶紧带着你的这些狗腿子赶紧滚，以后离我媳妇远一点。只要老子看你敢接近我媳妇周围10米，老子立马去公安局举报你个杂种。王大强在小弟们的搀扶下走到了房门口，突然转过身，老子差点忘了一件事，广浩，我限你们1个月之内把欠我的钱全部还给我，到时候你别说报公安，你就算去京城告御状，老子都不怕你。1个月之后我会再来的，到时候还不上钱，老子就抓你媳妇去抵债。甩下一句威胁，王大强在小弟们的搀扶下终于走了。小妹啊，你们到底差那个什么王大强多少钱啊？欠钱的事情广浩也不记得了，第一是时间实在过得太久，第二则是这种事情艾小芳一般都是悄悄瞒着，不告诉他。没多少，没多少，这个我会想办法的。你们在外面忙活1天了，肯定都饿了吧？我去给你们做饭。艾小芳低着脑袋，生硬的开始转移话题。什么叫做你会想办法？你是我的妻子，你欠的钱就是我欠的钱，欠多少我来还。四目相对，艾小芳只感觉自己双腿都有些软了，只能支支吾吾的说道：“我500块。”啥玩意？500？你怎么跟他借了那么多钱？也不怪艾国华反应这么激烈，实在是500块钱，对于现在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笔天文数字。在70年代，500块钱都能立起来一座不错的小平房。之前爸妈过世的时候，不是还差了点钱吗？我就去找他借了点，然后结婚的时候也差了点，我又找他借了点。其实我真正欠他也就200多块钱，但是一直没还上。利管利，现在就欠了500多块钱。你简直就是在胡闹！王大强的钱是那么好借的吗？他本来就是放高利贷的。9出13归，你要是真缺钱，你就给我们说，你这几个亲哥能不帮你吗？大舅哥，你就别说他了，不就是区500块钱吗？凭借岷江河的渔获，我半个月就能凑到500块钱。小伙重回70年代，上山打猎竟然遇到班羚羊。上集说到，广浩几人商量如何将500元的高利贷还清。广浩说的对，小妹你也别太担心了。现在凭借岷江河的渔获，我们每天都能收上好几十块钱，用不到1个月，咱们就可以还清这500块。今天可不只有渔获，我还抓了几只野贝，我带你们去瞅瞅。几人来到院子里，广浩直接把猎物都拿了出来。这是咕咕鸡嘛，还有一只大野兔，这只野兔好肥啊，还有这么多松茸，我的天，广浩哥，你到底是去哪里搞了那么多好东西啊？抓鱼没意思，所以我今天就去山上转了一圈，结果运气比较好，所以就随手抓了点野贝回来。你到底去了哪座山啊？怎么能有这么好的运气？大舅哥，这你就别管了，这坨坨鸡你待会儿给二舅哥他们带一只回去，还有松茸也捡一点回去。啥玩意？广浩，这些东西你该不会打算全部自己吃吧？你这也实在太浪费了，这可是顶级的山货，好卖得很，要是拿去供销社，就连郑红梅那个老娘们都要舔着脸抢着收。郑红梅那个家伙心眼小，而且为人抠搜，不适合长期做生意，这些山货现在卖给郑红梅，完全是在给她升职加薪的机会，所以这些东西我们留着自己吃，别便宜了她。他的意思其实艾国华有些不懂，不过不懂就算了，反正广浩脑子好使，听他的就行。当然，最关键的是大舅哥也实在馋坨坨鸡的味道，之后提了一只坨坨鸡，捡了2斤松茸，大舅哥哼着小曲就回家了。到了第2天，因为昨天晚上大舅哥没有来找广浩，
他总算是得偿所愿，一下子和媳妇玩了7局扑克牌，导致小夫妻2人一直到早上9点才醒来。广浩哥，让你轻点轻点，你非不听，这下好了，我今天还怎么去上工啊？嘿嘿，上什么工？上工能赚几个钱？每个月的任务完成了，剩下的工就不去了，家里又不缺这点工分。我们还差王大强那么多钱呢。我虽然上工赚不了多少，但是蚊子腿再小也是肉。之后艾小芳便起床去上工，等她来到田里，李璐已经开始干活。你今天咋现在才来？我都以为你不上工了呢。嘿嘿，有些睡过头了。你再来晚一点，生产队长就要抓你做典型了。是啊，幸亏我跑得快。哎，等一下，你今天怎么感觉这么水嫩？你绝对是背着我用了什么好东西了，赶紧分享分享。我最近额头经常长痘痘，苦恼死我了，我也想要跟你一样水嫩。艾小芳俏脸忽然一红。没有，小鹿，快点干活吧。李璐看着艾小芳，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但是也没有多问。艾小芳等候广浩又背上竹篓，拿着弯刀，再一次来到了鬼头山。鬼头山依旧十分凉爽，四周野生动物也非常多。看到广浩过来，这些动物也不怕，一个个歪着头看着广浩，似乎在好奇这个猴子怎么不长毛。广浩没有管这些好奇的家伙，放下自己的竹篓，然后开始去布置陷阱。广浩总共放了6个陷阱，今天的陷阱没有昨天那么夸张的效果了，还没放好就有猎物中招，广浩也没有在意，放好了陷阱就开始往山上钻。动物们的警惕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下降，捕猎和钓鱼一样，耐心才是最重要的。就在广浩不停往前探路的时候，忽然听见旁边的灌木丛中有沙沙沙的声音。广浩立刻停下了脚步，拿出了自己的弯刀。虽然只是在外山，然而这里可不是一点威胁也没有，野狼和老虎没有在这边，但是外山也还有一种凶猛的生物，那就是野猪。被野猪缠上，不死也要丢半条命。就在广浩等待的时候，灌木丛中忽然跳出来一只身上有着醒目斑点的羚羊。斑羚羊，居然是斑羚羊！整个外山价值最高的玩意，绝对就是斑羚羊了。这可是绝对的大补之物。毫不夸张地说，就算是禁欲10几年的苦行僧，只要吃上一颗斑羚羊的羊腰子，也得立马破戒。斑羚羊十分警惕地看着广浩，结果看了半天，发现广浩没有什么攻击性动作，这货竟然就放轻松了下来，不再一直看着广浩，而是晃晃悠悠地在地上吃草。这头成年中华高山斑羚体重接近100多斤，凭借弯刀很难一击毙命。斑羚羊速度奇快无比，要是伤到它，分分钟就跑个没影。所以广浩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下，决定先观察，没有动手。斑羚羊是群居动物，并且它们有自己的栖息地。我拿不下这头斑羚羊，只要能够找到它们的栖息地，到时候设置陷阱，捕抓斑羚羊的概率更大。广浩很有耐心地跟着斑羚羊。斑羚羊看他没有攻击自己，以为这只是只奇怪的猴子，也没有管它。一人一羊就这么走停停，最后甚至快要走到内山。内山和外山给人的感觉明显就不一样，外山凉快，内山完全就可以称得上有些阴冷。广浩只有一把弯刀，不太想要深入内山。我记得斑羚羊的栖息地不是在外山吗？什么时候搬到内山去了？该不会就是因为内山危险，所以斑羚羊这个族群才一步步朝着外山迁移，最后定居在外山了吧？斑羚羊踩着轻快的脚步进了内山，头也没回。广浩想了想，最后还是没有跟上去。斑羚羊是好东西，但是自己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没有猎枪，内山实在太危险了。打定了主意，广浩叹了口气，准备退回去外山。就在这时，他忽然发现地上有几个草绿色小点。广浩低头一看，这竟然是斑羚羊的粪便，除了粪便，竟然还有不少斑羚羊的脚印。广浩顿时大喜。虽然没有找到斑羚羊的族群栖息地，但是这条路却是斑羚羊经常活动的一条路。要是在这条路上设置陷阱，说不定运气好能抓到1、2头斑羚羊呢。想到就做，广浩砍下竹条和木头，开始制作捕捉大型动物的吊脚陷阱。他制作的是小型吊脚陷阱，触发条件简单，威力虽然不大，但吊住斑羚羊的脚，让它挣脱不了还是问题不大的。广浩一口气制作了5个吊脚陷阱，做好之后，他就沿路返回到最开始放置陷阱的地方。结果一到那里，就听到了叽叽喳喳的叫喊声，还有翅膀扑打蚊子的声音。鬼头山可真是宝地，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上货了。走到陷阱边一看，6个陷阱全部上货了。第一个陷阱里面是一只肥硕的驼驼鸡，这家伙简直就是鸡王，比一般的驼驼鸡大了1圈。紧接着来到第2个陷阱面前，第2个陷阱还是驼驼鸡，广浩用的诱饵是大米，大米这玩意儿可是禽类的最爱，自然抓的最多的就是驼驼鸡了。第3个陷阱也依旧是驼驼鸡，嘿，今天捅了鸡窝了，全是这玩意儿。第4个陷阱就不是驼驼鸡了，里面是一只银灰色家伙，它正在对着广浩编织的陷阱疯狂的撕咬。落到我手中还想跑，没门！银灰色家伙脑子从咬破的口子中钻了出来，就在他即将逃跑的时候，被广浩一只手抓住了后脖梗。广浩一把将银灰色小家伙提起来一看，顿时眼睛都亮了，这家伙竟然是一只竹鼠。
竹薯可是好东西，肉质细腻 Q 弹，不需要什么多余的香料，就简单的整个小烧烤架子，烤出来的竹薯肉那叫一个焦香迷人。这头竹薯足足有4斤重，正是最肥美的状态。广浩将这只竹薯用草绳拴好，一样扔到竹篓子里面。剩下的2个陷阱里面也依旧是坨坨鸡。广浩下山之前清点了一下今天的收获：5只坨坨鸡，1只大竹薯，再加上松茸差不多30斤山货。之后广浩就美滋滋的下山了。放了1只坨坨鸡和几斤松茸在家里，剩下的广浩全给背上往龙口镇的方向走去。因为家里还欠了500块的高利贷，广浩还是决定把山货卖给郑红梅。来到龙口镇，广浩原本是想要先去找刘刚，结果今天国营饭店不止大门紧闭，门口更是换了一个守门的服务员。广浩询问过刘刚的下落，服务员告诉广浩，刘刚有事儿出去了，还没有回来。广浩只能自己去卖山货了。紧接上集，广浩来找郑红梅卖山货，4只坨坨鸡，1个大竹薯，都是上等的山货。还有好几斤松茸，个个饱满的很，一看就是极品好货。郑红梅心里激动的想要大声尖叫，表面上却露出一副嫌弃的表情。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呢，结果就几只野鸡，1只大老鼠，还有几朵都快要臭了的蘑菇。这样吧，野鸡算你1块钱1斤，大老鼠给你算5毛。至于这些蘑菇，一口价1毛钱1斤。广浩知道郑红梅要压价，结果没想到她压价竟然压得这么狠。按照郑红梅这个价格收购，一倒手就能赚个几十块钱。郑红梅，真当我是没见过世面的傻子吗？坨坨鸡你1块钱1斤收，要脸不？而且我这是竹薯，因为吃竹子长大，身上还没有病菌。至于这些蘑菇，它本身就是这个味道，因为这是松茸。既然你这么没有诚意，拜拜了您嘞，我自己留着吃，不卖了。看着广浩要走，郑红梅顿时急了，这些山货可都是极品，特别是那几只坨坨鸡，一个个肥的流油。别走啊，广浩，价格不合适慢慢谈嘛。年轻人这么急躁干啥？这样吧，看在你经常给我们送东西的份上，坨坨鸡给你2块的收购价，竹薯给你1块，松茸给你5毛，行了吧？如果郑红梅早给这个价格，广浩说不定就直接卖给他了。但是这个人心思太重，心眼太小，广浩实在不想跟他打交道。不用了，这些东西我自己留着吃，不卖了。广浩，你这是什么意思？老娘已经给你涨价了，这个收购价非常合理，你别给脸不要脸啊！这不是合理不合理的问题，只是我现在单纯的不想卖了，难道还不行吗？广浩，你别得寸进尺，我告诉你，今天你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识相的就赶紧把背都给我放下，再敢跟我傲着，以后你们家的鱼货老娘都不收了，我看你怎么办。郑红梅，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售货员，这样逼迫我，你不觉得过分吗？就逼迫你怎么了？你还能有意见不成？郑红梅，8大人的初衷是为人民服务，不是欺负人民群众。你现在这种做法，根本就没有资格当一名售货员。哪个不长眼的敢来管老娘的事？王经理，对不起，我刚刚没有认出是你。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呀？上一秒还在疯狂辱骂，下一秒郑红梅见了王富贵之后，立马乖的就跟条哈巴狗一样。看着他这副样子，王富贵重重的皱了皱眉头。郑红梅，请注意，我们其实是服务人员，我们的本质是服务广大的人民群众。上级领导一直在强调要摘掉官僚主义的帽子，你这种态度，早晚要吃大亏。王经理说的对，我一定会检讨，一定会改正这些陋习。看到他这副溜须拍马的样子，王富贵就知道他根本没有丝毫的悔过之心，他也没啥太好的处理办法，然后朝着广浩说道：小兄弟是要过来卖山货的是吧？刚好我是旁边国营饭店的经理，我姓王，叫做王富贵。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可以来我们国营饭店坐坐，这些山货我们也能收购。广浩原本就一直在找王富贵，现在竟然在这里碰上，连忙点点头答应下来。2人来到国营饭店之后，王富贵虽然是饭店经理，竟然还主动给广浩掺茶倒水。广浩兄弟，我刚才看了一下，你这一背兜的山货都是极品，坨坨鸡就不说了，这玩意儿大家伙都知道是个好东西，我给你是厂价3块钱1斤，这只竹薯也不错，4斤8两，真是最好吃的状态，我给你直接算2块，松茸也不错，个大饱满，算你8毛钱1斤，你看这个价格满意不满意？看看人家这出价，人家这态度，再看看郑红梅那抠搜的出价，和气死人不偿命的可怜，两者之间的差距根本就不是1点半点。价格这些没问题，就按照王经理这些价格就行。另外，待会儿晚点我大舅哥应该还抓了不少鱼，不知道王经理这边能不能一起收购了。广浩同志，我也不瞒着你，你家的鱼如果没有拿给供销社，那我收过来还没有问题。可现在最关键的是，供销社和你已经达成了供货协议，我这边横插一手，供销社那边的同志会不满意的，觉得我在破坏市场。广浩一听，顿时明白过来了，商品竞争放在现代是个很正常的情况。你出价低，我肯定去找出价高的人卖，但是放在70年代，这种情况可就是破坏市场。
严重的还要被停职警告。没事儿没事儿，是我有些莽撞了，没有想到这一茬。就在这时候，门口忽然响起了一阵突突突的声音，竟然是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大卡车的车斗里面装着满满半车的货，驾驶员下车之后拿出一张纸开始喊了起来：王经理，你们的货到了，出来查收一下。这辆解放牌大卡车一到，顿时吸引了龙口镇大部分村民的注意。没办法，70年代，你别说在路上看到一辆卡车了，就连自行车都是个稀罕物件，所以大家都眼巴巴地看着大卡车，一个劲儿的赞叹。这就是大卡车吗？忒大了吧？你们看这铁皮子多结实，不知道能装多少东西。我听别人说最少能装10几吨的东西呢。10几吨？真的假的？这也太厉害了吧！大家伙围着大卡车赞叹，可把开车的驾驶员得意坏了，叉着腰杆站在大卡车的面前，好像这大卡车是他的一样。卡车带来了物资，王经理就不能继续跟广浩闲聊了，带着服务员们一起上车，将国营饭店的货物卸下来。然而刚卸到一半，王富贵就皱起了眉头。国营饭店这次订的是100多斤猪肉，猪肉用麻布口袋装着，现在可是6月天，天气热得很，驾驶员就连冰块都不塞2块，所以送到这里之后，猪肉都有些臭了。张铁，你过来闻闻，这什么情况？这肉都臭了，变质了。你什么时候从屠宰场把肉给我运过来？这么大太阳也不塞几块冰，现在好了，肉都臭了，我怎么用？张铁一听这话，顿时打了个激灵，连忙过去闻了闻，一股恶臭袭来，熏得他差点吐了。奶奶的，昨天打牌忘记给他早点送过来了，就放了1天，竟然就臭了，冰块也全都化了。这半扇猪肉可得100多块钱，我怎么赔得起？哪里臭了？只不过天气太热，稍微有些变质了而已，没关系，你拿去多煮一段时间，吃不出味道的。张铁从口袋里面掏出一包烟，然后悄咪咪塞到王富贵手上，压低了声音说道：这次是兄弟我做的不对，您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下次您这边再有什么货，我第一时间给你送过来。王富贵一听，人都麻了，如果只是轻微变质，煮确实还能用，但是你这玩意儿都臭了，再怎么煮都是臭的。张铁，别跟我来这一套，明天可是由领导过来我们国营饭店吃饭，拿这种肉给领导们吃，吃坏了肚子你负责啊！而且就算没有领导过来，寻常的客人也不能给人家吃这些东西，人家都是花了钱的，立马给我退回去，让屠宰场重新给我送半扇过来。张铁一听这话，脸都黑了。如果昨天没有去打牌，猪肉出了问题，他重新拉回屠宰场换半扇猪肉还没有问题，最多只浪费一点时间而已。但是时间已经过了1天了，屠宰场的人肯定不会认账的，这半扇猪肉的损失肯定要挂在自己的头上。王经理呀，算我求你了，你就帮帮忙，收了这肉吧。不行，这是原则性问题。王富贵，别以为你是个经理就不得了，你们龙口镇的物资都由我同一个人配送，今天这事你要是帮我瞒下去，以后你的东西绝对按时按量送达，你要是不收，那以后送东西过来可就没有那么准时了，甚至隔3差5我这车还要出点小问题。70年代的运输业不止不发达，甚至可以用贫瘠来形容。整个龙口镇运送物资的车就只有张铁这一辆，要是真跟他撕破了脸，按照他说的，东西不准时送过来的，再隔3差5要拿车子去修，这国营饭店根本开不下去了。紧接上级，送货员张铁为了不赔已经臭了的猪肉钱，威胁王富贵不给他们国营饭店送货。就在王富贵无比纠结的时候，广浩忽然站了出来：既然臭了就别要了，这东西给人吃了可是会真生病的。王经理，你要是缺肉食，我从明天开始给你送过来，保证够你饭店的每日消耗。他敢用运输卡你脖子，你就让他直接滚蛋失业。小子，你说什么？让我失业？你算个什么东西，也能让老子这8大员失业？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吗？加成距离这里只有20多公里，开车半个小时就可以赶到。大扇猪肉都已经臭了，看纹路和色泽就知道最少放了1天了，这就说明你昨天就拿到了猪肉，结果今天下午才送过来，这不是你的问题是什么？你自己把肉放坏了，还想要我王哥承担责任？凭什么？难不成就凭你脸比较大吗？自己干的事情被广浩掀了个底朝天，张铁恼羞成怒，抬手就抓住了广浩的衣领，而广浩依旧没有半点退缩，一直盯着张铁的眼睛。他妈的，屠宰场给我的就是隔夜猪肉不行了，什么叫做我的问题？你再乱说，老子干死你！话音刚落，张铁就被王富贵拉到一旁。广浩兄弟，我这个国营饭店每天消耗的肉食最少100斤往上，你每天能送这么多肉食过来吗？而且明天我要招待很重要的领导，这个数量只能多不能少。你放心，王哥，没问题的。小子，吹牛都不打草稿是不是？1天100多斤肉，你要是能送过来，老子喊你爷爷。你就算想要叫我爷爷，我也不想收你这个没用的孙子。你他妈的，信不信老子弄死你？给我闭嘴！张铁，你这次的问题很严重，100多斤肉都臭了，我现在不收，你自己想办法解决。而且你工作态度也很有问题，
下次我会去跟城里的领导汇报，你最好收敛一点，再这样嚣张，到时候就连售货员的位置也保不住。你这是什么意思？王富贵，你真要因为这臭小子跟我撕破脸？不是因为他跟你撕破脸，而是你的所作所为实在太过分了。行了，赶紧把这肉送回去，让屠宰场的人处理。王富贵说完，不再搭理张铁，而是拉着广浩再次走进了国营饭店。他妈的，王富贵、广浩是吧？行，你们俩给我等着，以后有你们求着我的时候，到时候看老子怎么弄你们，给脸不要脸！呸！就在他怒骂王富贵和广浩的时候，郑红梅竟然从旁边钻了出来。他是供销社这边吓唬的，自然清楚刚刚的纷争。张铁兄弟，这么好的肉，既然王经理不要，那不如给我们供销社，我们供销社收行不行？张铁正愁怎么处理这烂肉呢，听到这话，眼睛都亮了。没问题，当然没问题啊！我跟你说，这肉真没坏，随便煮就能吃。嘿嘿，坏没坏我们心头都清楚，我能收，但是价格你要给我便宜点。你能出多少？最多3毛。他妈的，这可是猪肉，转头就能买1块多，3毛收，你怎么不去抢啊？哎，这都臭了，只能卖给那些穷人，最多4毛。我要是不收，你可要承担所有损失哦。我操！好，4毛就4毛，给你了。哈哈哈，谢谢张铁兄弟。郑红梅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竟然收到了4毛钱1斤的猪肉，结果她浑然不知道自己这番操作要给供销社带来多大的麻烦。王富贵和广浩没想到郑红梅竟然为了贪便宜，将已经臭了的猪肉都给收了回去。他们俩正在国营饭店里面说着话。广浩兄弟，其实我早就对张铁有意见了，他长期沉迷赌博，就连工作也是东拖西拖的。你要是能让我摆脱对他的依赖，那你可帮了我大忙啊！到时候你的东西拿到我国营饭店来，我绝对给你最高的价格。王哥，你就放心吧，拿出100斤肉食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比登天还难，但是对我而言也就那样。要不是你不收我的鱼货，每天单鱼货我都能给你300斤，到时候你哪里还需要看张铁的脸色？一说起这个，王富贵就觉得可惜，不过他也没办法，广浩已经跟供销社联系上了，他再出手真不合规矩。这样吧，你先帮我把明天给肉食想办法解决，鱼货的事情我去找供销社的领导谈谈，如果能拿过来，以后你的东西都送到我这里来销售。为了摆脱对张铁的依赖，王经理这次可真是下定了决心。广浩等的就是这句话，拍了拍胸脯说道：明天的肉食包在我身上。广浩一直在国营饭店待到下午5点，等到爱国华和王老三挑着鱼货过来卖完之后才走。王富贵看着那几百斤鲜活的鱼货，看得简直是口水直流。这么好的鱼货，郑红梅竟然抠抠搜搜的只给3毛收购价。要知道这时候大米才2毛钱1斤呢。不行，我得赶紧把这些鱼货的收购权拿过来。这么多鱼货要是能给我，那我以后再也不需要张铁给我送肉。郑红梅最近非常的开心，广浩的鱼货他一般是3毛钱收过来，转手就卖1块，他靠着鱼货赚了个盆满钵满，而且多次受到牛经理的表扬。就在他开心的收着鱼货时候，忽然看到王富贵走过来。郑红梅，你们牛经理在哪里呢？牛经理在后边的办公室呢。王经理，您找牛经理干嘛呢？有事。王富贵只甩下2个字，就自顾自朝着办公室走了过去。看着他的背影，郑红梅吐了一口唾沫。牛什么牛啊？不就是刚调上来的经理吗？真把自己当根葱了。不过他过来找牛经理干啥？供销社和国营饭店又没啥联系。忽然，郑红梅脑子里面灵光一闪，想到了下午广浩说以后国营饭店的肉食他包了。现在大家伙都缺吃的，更别说是肉食了。他怎么包？用什么包？难不成是用鱼货？不行，绝对不行！鱼货是老娘的，绝对不能让给他。郑红梅竟然歪打正着的猜到了王富贵的意图，蹭蹭蹭就往办公室冲。办公室里，牛平和王富贵正在喝茶。王经理，你怎么有空来我这里坐坐呢？我过来是有一件事情想找牛经理帮帮忙。哟，王经理有事儿找我帮忙，这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不知道什么忙我能帮得上王经理呢？我过来是想要找牛经理要鱼货的收购权。你们最近收购的鱼货，正是我兄弟广浩送过来的。原本他之前就是想要卖给我的，结果前不久我不是去世里面了吗？所以他只能卖给你们供销社。现在我回来了，所以想要拿走收购权。牛平还没有来得及回话，郑红梅就冲了进来。不行，绝对不行！收购权是我们供销社的，您凭什么来抢我们的收购权？我不是来抢，这不是在跟牛经理商量吗？而且我跟牛经理说话，你插什么嘴？郑红梅只是个小小的售货员，王富贵可是国营饭店经理，往常说话他都是低声下气，然而这一次他却显得异常激动。没有商量的余地，既然广浩他们的鱼货先在我们这边卖的，以后他一辈子都只能在我们这边卖。按照道理来说，
他的山货也应该交给我们收购。我们把山货给你们国营饭店已经够意思了，还想要来抢我们的鱼货收购权？王经理，你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王富贵皱了皱眉头，看着就好像绝了他祖坟的郑红梅。牛经理怎么说？郑红梅的意思也是你的意思吗？王经理，有肉一起吃，有钱一起赚，这才是个理嘛。你吃肉就连汤都不给兄弟喝一口，这确实有些太过分了。看这个态度，牛平和郑红梅已经把鱼货当成了自己的摇钱树，想要从他们手里拿到购买权，根本不可能。行吧，那我就打扰了。不过我还是给牛经理提个醒，我兄弟是个人精，价格别压得太狠，不然到时候我兄弟翻脸了，大家可就谁都吃不成了喽。上集说到，为了争夺广浩的鱼货收购权，两个经理闹得不欢而散。而另一边，艾小芳不知道自家的广浩这么厉害，她现在还在发愁500块的高利贷该怎么还。小鹿，我决定了，趁着现在地里的活少，比较清闲，我要去找二哥问一下有没有招零工的地方，我想多赚点钱，早点把欠的账还上。李璐知道艾小芳家欠了王大强500块，昨天广浩又跟王大强撕破了脸，所以好闺蜜必须要在1个月之内凑够500块钱。小芳，这是我存到现在的私房钱，应该有几10块钱，你先拿去应应急。小鹿，这可是你省吃俭用存下来的啊，都给我了，你怎么办？什么怎么办？反正你男人现在抓鱼抓鸟那么厉害，我没钱了就去你们家吃你们的，早晚把这些钱全部吃回来。艾小芳自然知道李璐这只是让自己安心，才这么说的。小鹿，你真好，知道我好，赶紧休了广浩跟我过日子呀。讨厌，你又开这种玩笑了。不逗你了，不过我听说广浩家里面好像很有钱啊，他爸爸好像还是什么厂长。现在广浩对你这么好，你怎么不让广浩去找他父亲借一点啊？艾小芳倔强的摇摇头。不行，广浩父亲再有钱，那也是他父亲的钱，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这笔钱是我借的，就应该由我来偿还，没有理由跟他父亲要钱。艾小芳都这么说了，李璐能有什么办法？是，什么都是你自己借的，说的好像广浩就没用过一样，我就不明白了，平常这么聪明机智的小脑袋瓜子，怎么一遇到广浩就转不过弯来了？行了，小鹿，我们赶紧去公社找我二哥，问问看零工的事吧，别浪费时间了。闺蜜两人手拉手来到公社，刚到公社，正巧看到艾小芳的二哥艾国明等着一起养虎。艾国明的工作就是帮公社放羊，在那个年代算是个不错的肥差。小芳、李璐，你们怎么过来了？艾小芳和李璐跟艾国明打了声招呼，然后大嘴巴李璐嘴上没有个板子，将艾小芳想要趁着这段时间不忙，想要找个零工的想法告诉了艾国明。听到自家小妹要当小工，艾国明的眉头顿时拧成2条麻花。不是，你们家现在就靠着你一个女人上工，广浩天天在家里屁事儿不干，现在你还要过来找兼职，你现在马上把他叫过来，要干活也是男人出来干活，天天让个女人出来干活，他什么意思啊？哥，广浩不是屁事不干，他现在可厉害了。大哥凭借他编制的鱼笼，每天能抓几百斤鱼，而且昨天打猎还抓到了好多野味。你以后不准说他。这几天虽然艾国华回来天天吹嘘广浩，还带了不少东西说是广浩送的，但是艾国明一直不相信。在他的印象中，广浩就是个好吃懒做的废物，所以无论艾国华怎么说，他都觉得是大哥自己抓的，然后把这个功劳放在广浩的身上。行，我懒得跟你争辩这些。你自从见到广浩之后，就跟被他下了降头一样。你想要找零工可以让广浩亲自过来，只要他开口，我就给你找。一听这话，艾小芳顿时鼓起了腮帮子。二哥，想要做小工的是我，管广浩哥什么事情嘛？你就给我找个零工嘛，我现在真的很缺钱。艾小芳抓着艾国明的手臂就是一顿晃悠，艾国明刚刚还冷若冰霜的脸，被妹妹抓着手臂一阵撒娇之后，顿时嘴角都快要咧到了后脑勺。我真是怕了你了，我们这里还真有个活在找人，不过很辛苦，而且很脏，你考虑清楚，到底要不要做？要我说，广浩有手有脚的。都说了，不准再说广浩哥了，到底是什么工作？赶紧带我过去吧，我不怕苦也不怕脏，什么都能做。真是斗不过你，不过话别说那么满，我先带你进去看看，你要是受不了就别做了哈。之后艾国明讲羊赶回羊圈内，便带着艾小芳两人来到了公社后面。一到公社后面，迎面就扑来一股血腥味，猝不及防的艾小芳差点都吐。二哥，这是什么味道？你们在公社后面干啥呢？哈哈，这就怕了吗？我看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谁说我怕了？我才不怕呢。拗不过小妹的艾国明，只能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70年代步兵枪打猎之风横行，公社后面的小型屠宰场就是专门处理和收购这些猎户猎物的地方。虽然公社也能收购猎物，但是这个价格比龙口镇的供销社还要便宜。正好现在这里还缺人手，可以留在这里帮忙宰杀猎物和剥皮，怎么样？你做不做？
作为艾小芳的亲生二哥，艾国明自然知道艾小芳最怕的就是杀生和处理动物尸体，所以艾国明压根没想过好好给他找，只想让他知难而退，别这么累。然而艾小芳仅仅只是犹豫了几秒钟，他就毅然决然地拿起了刀具。二哥，我需要怎么弄？你来教我。艾小芳在屠宰场工作了整整2个多小时，一直忙活到了差不多晚上5点半6点才收工，期间还吐了2、3次。看着秃到脸色苍白的小妹，艾国明心里很不是滋味。广浩这混蛋，每天让自己老婆出来赚工分就算了，现在竟然还让妹妹过来做零工。下次遇到他，老子绝对要狠狠收拾他一顿。小妹啊，还吃得消不？不行的话，我去给你找个其他的工作。吃得消，没问题，就在这里干就行了。累是累了点，但是每天有3毛钱的收入，很不错了。二哥，这么好的工作，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艾国明一脸无奈地看着艾小芳。算了，你自己的生活你自己做主。你要是喜欢在这里干，我也拦不住你。对了，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你。哥，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把钱全给我，你怎么办？你二哥多聪明的一个人，还能被饿死吗？你不是缺钱吗？先拿去应应急，要是还差就跟我说，我去想想办法。哥，你对我真好。艾国明露出老父亲一般慈祥的笑容，轻轻摸了摸艾小芳的脑壳。以后有事情多来找我们，爸妈虽然没了，但是哥哥们还在。行了，赶紧回去吧，忙活一天了，赶紧回家吃饭。我就先回去了，广浩哥还在家等我呢。等你干啥？等你回家做饭吗？真是个懒蛋，整天屁事不干，饭都不做是吧？没有，哥，你不准再说广浩哥了，不然我以后就不理你了。好，我错了，我不说他了，不说他了。等艾小芳和李璐回到家时，发现广浩正在做小鸡炖蘑菇。小芳，你总算回来了，今天下工怎么这么晚啊？稍微有点事情耽误了。艾小芳不想告诉广浩自己偷偷去屠宰场做小工的事情，所以第一次在广浩面前撒谎。你身上怎么还有一股臭臭的味道？闻起来怎么怪怪的？不对劲，你今天到底干啥去了？广浩明显没有那么好忽悠，艾小芳眼看要露馅，急得满头大汗，只好抓住好闺蜜李璐的手。李璐其实是想要告诉广浩真相的，屠宰场的工作简直就不是人干的，不让艾小芳去做也好。结果看到好闺蜜那可怜巴巴的眼神，她最后还是没有选择拆台。别说了，今天生产队长让我们2个去打扫猪圈，我们身上全是猪圈的臭味。小芳，我们走，先去洗个澡，全身臭死了。这样好好的打扫猪圈干啥？行吧，那你们赶紧去洗洗吧，洗完出来吃饭。2个女孩子在浴室里面洗了半小时，广浩的小鸡炖蘑菇也做好，还做了一个红烧鱼，外加一个南瓜汤，2荤1素，简直比过年还要丰盛。不一会几人就把饭菜消灭得一干二净。刚吃完饭，天色就已经擦黑了。天色不早了，大舅哥你赶紧送李璐回去吧。这不还早得很吗？我们再说说话，一会儿再走。我跟你说，我今天抓鱼的时候，在河边看到一只大土鳖，好家伙，那玩意儿就跟成精了一样，绝对有超过20多斤。你明天给我弄个大点的鱼笼，我去抓那家伙。不是抓鱼就是摸乌龟，大舅哥你可省心吧，真正的大宝贝在你身边呢。真正的大宝贝在我身边？哪里呢？什么大宝贝？他憨憨的听不懂广浩的弦外之音，不过李璐却听出来了，脸色微微一红。行了，别找了，广浩跟你开玩笑呢。国华哥，我们走吧，别在这里打扰人家小2口亲热了。李璐都这么说了，艾国华再不想离开，也只能咂咂嘴跟着他一起走。妹夫，别忘记了，记得给我弄个大鱼笼，我要去抓大土鳖。知道了，你个大土鳖。广浩上山打猎，居然碰到了大水牛。紧接上集，艾国华和李璐走后，广浩2人便回屋休息了。第2天，因为要给国营饭店的王富贵准备100多斤肉食，所以广浩一大早便去了鬼头山。为了抓到更多的猎物，广浩直接做了20多个陷阱。做好了陷阱之后，广浩也没有闲着，而是拿着弯刀朝着内山进发。昨天他在班羚羊的必经之路上也设置了陷阱，正好今天缺肉食，可以去看看班羚羊那边有没有收获。然而走到半路，他忽然听到旁边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声音很沉闷，应该是大型动物才能发出来的声音。这么大的动静，看来这次遇到的肯定是个大家伙。握紧弯刀，弓着身子，广浩小心翼翼地朝着庞然大物持续靠近。等走到小溪旁，广浩震惊的眼睛都瞪得溜圆。这赫然是一头成年的野生大水牛，体长足足超过了2.6米，肩高更是超过了1.7米。在70年代，牛可是绝对的好东西。在这个年代，牛都是集体经济，你个人甚至都没有资格养牛。现在看到这头大水牛，广浩瞬间就有了主意。如果能够把这头大水牛拐骗回去，凭借这头大水牛，艾小芳就算每天屁事儿不干，工分也能赚满。想到了这里，广浩看着大水牛的眼睛都微微泛红。大水牛正在小溪里面洗得开心，忽然被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还以为是有什么天敌在觊觎自己，赶忙翻了个身爬起来，结果转了一圈，只看到一只没有长毛的猴子直勾勾地看着自己。
大水牛根本不理，于是又重新懒洋洋地躺了回去，一副悠闲的样子。广浩此时正在思考怎么把这头水牛弄回去。来硬的肯定不行，这货已经完全成年了，稍微用点劲儿就能把我顶飞，只能来软的了。广浩钻进丛林当中，不一会儿他就弄了一大把大水牛喜欢吃的草料，这些草料还都是大水牛平常很难见到的。凑到大水牛身边，广浩将草料递给他，乖乖来，吃了这些草料，你就是我的牛了。大水牛歪着脑袋打量着广浩，听不懂这头没长毛的猴子在说些什么。不过他带过来的食物好像很美味，大水牛可不知道什么叫做贵，脖子一伸便将草料吃了下去。广浩也趁机在大水牛脑袋上摸了摸，这头大水牛脾气也真是温顺，随便广浩怎么摸它，动都不带动一下的。吃饱喝足，大水牛朝着广浩摸的叫了一声，想要继续吃就跟着我一起下山，我家有很多这样的草料吃哦。从那双清澈的牛眼中，广浩竟然看出来了一丝挣扎。难不成真有戏？一点草料就能忽悠一头大水牛回家，赚大了！走，跟我走，只要你跟着我，以后草料要多少有多少。大水牛跟着广浩走了2步，就在广浩以为自己成功诱惑到了大水牛之时，大水牛忽然停下了脚步。虽然明显有些舍不得广浩手上的草料，不过他却长长的叫了一声，然后头也不回的朝着内山的方向走了。广浩看着大水牛离开的背影，有些失落，还以为就这样就能忽悠一头大水牛回去，结果没想到自己还是想的太简单了。不过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广浩又打起了精神。这个小溪应该是大水牛经常过来泡澡的地方，以后上山没事儿就过来跟他培养感情，假以时日，说不定还真能忽悠他回去。没有成功抓到大水牛，广浩也没有太过失望，而是继续朝着斑羚羊的地盘迈进。走了10几分钟，广浩成功来到了外山和内山的交界处，也是斑羚羊的必经之路。结果一到这里，广浩感觉心都凉了。之前制作的几个吊脚陷阱不止没有抓到猎物，甚至大部分陷阱都被破坏的七七八八。广浩蹲在地上仔细检查之后发现，原来这里不只是斑羚羊的必经之地，很多动物也会从这里路过，其中还有几串十分鲜明的枫叶状脚印，这种脚印是野猪脚印。野猪这玩意太皮实，这种小型吊脚陷阱肯定困不住体型壮硕的野猪，最终被他们全部破坏。一群破坏狂，等我有了猎枪，一定要把你们全干掉。骂完了野猪，广浩重新开始整理吊脚陷阱。这次他放聪明了，故意将这些陷阱放在隐蔽一点的位置，免得他们会轻易被野猪发现。在重新补充完吊脚陷阱之后，广浩忽然听到旁边的草丛中一声细软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斑羚羊。拨开草丛，广浩一眼就看到了一头斑羚羊，比上次见到的那头斑羚羊小得多，目测最多也就50多斤。他的后腿被一根草绳牢牢地缠在地上，看他这副样子，应该缠上了挺长时间了。这么好的机会，广浩怎么会放过？身体如闪电一般射出，轻松将斑羚羊收拾了一顿。最后发现这草绳竟然就是自己制作的吊脚陷阱，只能说广浩运气是真好，好到拦都拦不住。扛起斑羚羊，广浩开始返回外山。一到外山，广浩都有些惊呆了，20多个陷阱笼子竟然再一次装满了，不止没有一个笼子是活的，甚至有好几个笼子还抓到了2只猎物。放下斑羚羊，广浩差点要忙疯了，整整1个多小时，这才把20多个陷阱笼子里面的猎物全部抓完。清点收获，一共抓到了20多只驼驼鸡，差不多总共有40斤，其中还有4只竹鼠，每只都肥得很，加起来也差不多16斤的样子。最后也是最珍贵的生物，那就是抓到了3只花尾真鸡。然而这玩意儿可是传说中的8珍之一，绰号飞龙，这可是顶级的好东西，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天上的龙肉说的就是花尾真鸡的飞龙肉，这个就不卖了，留着晚上做叫花鸡给媳妇吃。王富贵需要的100斤肉食，广浩1个上午就完成了，然后将猎物放在麻袋里，开始下山了。刚到家，广浩就累了个半死，无奈的广浩只能去村长家借自行车。村长牛山对村里人都挺不错的，听说要借自行车，二话没说就同意了。不过自行车被人骑走了，要等到下午才送得回来。广浩没法子，只能在村长家一直等到下午。广浩那边在等自行车，王富贵这边则是等广浩，等的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今天的晚宴特别重要，市城里面的大领导带着几个国营公司负责人过来考察情况，听说就连市长都惊动了。眼看距离晚餐时间越来越近，广浩保证的肉食却还没有，王富贵彻底慌了。刘刚啊，要不你去石峰村看看，现在都3点了，怎么广浩老弟还没有来？行，我现在就去。走路去太慢了，骑我的自行车去，快点。好的，王经理。刘刚快步走到国营饭店的车棚，刚到车棚就被一个脸色不善的女人拦了下来。来这正是供销社的郑红梅。哟，刘刚，你这是急急忙忙的准备去哪儿呢？该不会是去找你那个兄弟广浩吧？哈哈哈，是不是他弄不到那么多肉食，放你们鸽子，所以不敢来了？要我说，你们王经理也真是个笑话，相信一个山里的泥腿子。这下好了，那么多领导过来没吃的，要栽大坑了吧？你给我滚一边去！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在这里掰扯。别走啊，
等着你广浩兄弟把肉送过来，别想着偷跑，不然到时候拿着我的鱼冲货，我可不知道找谁负责。你个臭娘们有毛病是不是？我们什么时候拿鱼货冲肉了？我只是想去看看广浩兄弟到哪了，你再拦我，我可是要发飙了。嘿，你这人怎么说话的？你凭什么骂我？走走走，我要找我们尤经理给我评评理。刘刚算是看明白了，这婆娘摆明了就是过来胡搅蛮缠的，两人就这么在门口僵持住了。哟，刚哥，你这是真饿了？怎么还跟郑红梅拉拉扯扯起来了？卧槽，广浩兄弟，你他娘终于来了！刘刚一抬眼，发现打趣他的竟然就是广浩，赶紧撇开郑红梅走到他身边。广浩兄弟，怎么样？我们经理要的肉食带过来了吗？今天来的可全都是大领导，据说他们要谈一件对咱们嘉诚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就放心吧，早就办得妥妥的。上集说到，广浩推着自己猎物来到了国营饭店，一到屋里，广浩就解开了麻布口袋，新鲜的斑羚羊从口袋中落到了地上，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这个年代大家都很穷，能够吃得起猪肉的都是大户，更别说更上等的羊肉了。这是斑羚羊吧？不是说这玩意儿都绝迹了吗？广浩老弟，你从哪里弄过来的？嘿嘿，王哥，猎人狩猎的地方可都是秘密，这可不能随便说了。对了，除了这头斑羚羊，我还抓了几只驼驼鸡，你看够不够今天用的？够了，这么多珍稀食材可真是太够了。这些肉食我先收着，价格和重量待会儿再算。领导们现在来的差不多了，我得赶紧开火，等我忙完了过来再给你结账。对于王富贵，广浩是非常的信任，正想要答应下来，忽然感觉衣服一紧，回头一看，竟然是郑红梅不知道啥时候抓住了他的衣服。广浩兄弟，王经理付不起价格的，你卖给我吧，我现在就给你现钱。驼驼鸡我出2块，斑羚羊我出3块，卖给我吧。难得郑红梅出了一次良心价，不过广浩压根不想跟他做生意，正准备拒绝他，结果这时候刘刚却忍不住抢先一步将郑红梅拉开。郑红梅，你够了，听不懂话吗？领导们来了，我们得赶紧上菜，所以待会儿结账。广浩兄弟，你放心，待会儿斑羚羊我们给你4块，驼驼鸡给你3块，保证比郑红梅给的高。刘刚，你他妈什么意思？当着我的面抢我的生意是不是？老娘也不是吓到的，斑羚羊老娘出5块，驼驼鸡也出3块5，比谁出的价高是吧？老娘今天跟你抢定了。比价格高是吧？斑羚羊我出6块，驼驼鸡4块，你还加吗？王富贵脸色冰冷地看着郑红梅，郑红梅上了头，正准备继续喊价，突然想到这可是国营饭店经理，职位比他高2个等级，惹毛了他可不是什么好的选择。让给你们，让给你们，多大点事儿吗？广浩倒是啥话都没说，郑红梅这个傻逼莫名其妙被刺激了一番，竟然给自己抬到了6块的收购价，这个价格平常想都别想能够拿到，白白涨一波价格，自己啥都没干，简直是血赚。6号桌的菜好了没？再不上菜，领导们都得舔盘子了。驼驼鸡还在打上，再等10分钟。3号桌的呢？主菜现在都没上，领导们都饿着肚子。正在弄，我还在炒5号桌的，你别催啊。眼看国营饭店大家伙可能还要忙活很久，广浩决定干脆就在国营饭店借用他们的厨具，今天晚上的饭菜，不然到时候回去晚了，媳妇都赶不上吃饭。王哥，我借用一下厨房，给我媳妇做顿晚饭。随便用，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算我的。广浩也不占他便宜，食材用了多少都称得清清楚楚。国营饭店的调料可比他们家要丰富多了，而且刚好有几个铜锅。广浩决定做一顿羊肉火锅，不一会火锅特有的麻辣鲜香就把王富贵吸引了过来。什么味道？怎么这么香？广浩兄弟，你这铜锅里面煮的是什么？这是火锅，一种很简单的吃法，羊肉往里面一涮就能吃。王富贵忍不住夹了一块羊肉往里面涮了涮，然后放到嘴里，羊肉清甜细腻，没有一点羊肉特有的腥膻味道，好吃的不得了。我的天，火锅还能这么好吃？哈哈，主要是斑羚羊没有羊肉的腥膻味道，所以才这么好吃的。正好3号桌的领导还缺主菜，刘刚，快，赶紧把这个铜锅给领导们送过去。不是，啥就给领导们送过去啊？这是我做的，我要回去留给媳妇吃的。领导的话刘刚不敢耽误，朝着广浩歉意的笑了笑，抱着铜锅就跑，甚至就连切好的羊肉都没放过。嘿嘿，广浩老弟，你也看到了，我们现在忙的都快要成陀螺，求求你了，这锅火锅就让给我吧，放心，到时候我给你算加工费。算了，我自己再做一锅吧，待会儿领导嫌我做的难吃，可别怪我头上，你们自己抢过去的。哈哈哈，怎么会呢？这个味道我尝过，简直好的不得了。王富贵笑着说道，结果这话才刚刚说完，刘刚就急匆匆的跑到了后厨。不好了，出大事儿了！看到他这个状态，广浩心里咯嘣一声，王富贵也是心里打鼓，不过他还是强装镇定。
什么大事儿？慢慢说，到底咋了？3号桌的火锅太好吃了，其他领导没有吃到，正在大发雷霆，说我们是不是看人下菜碟？经理，您赶紧出去看看吧。王富贵听到这话，忍不住狠狠吞了一口口水，突然一把抓住广浩的手。广浩老弟，赶紧再多做几个火锅出来，只有你的火锅能让他们消停下来。算老哥，我欠你一个大人情，这次你只要肯帮我，以后只要不触犯纪律，你让我干啥都行。广浩一听，人都愣住了。王富贵未来可是西南一把手，妥妥的大人物，让他欠个人情，这个人情的含金量那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哎，如果不是看在你对我胃口的份上，这个忙我是真不帮，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哈。哈哈哈哈，多谢我广浩老弟。接下来广浩火力全开，一连做了6个火锅，50多斤的斑羚羊用了个干干净净，领导们吃得十分满意，王富贵的接待更是圆满成功。你小子这次干得真不错，继续加油，下次店长就是你的了。王富贵才刚刚调过来当经理，现在马上又要升店长，火箭都没有这么快，乐得他嘴巴都快要歪了。广浩兄弟，你简直就是我的福星啊！走，算账，你放心，这次我肯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价格。10分钟后，王富贵拿出了546块，递给了广浩。当王富贵算出这个数字的时候，他都被震惊了。要知道现在可是70年代，大家伙每天下地赚工分不过几毛钱的收入，就算是城里面的职工，一个月也不过几十块钱的收入。广浩老弟，我一年都挣不到这么多钱啊，你可真是太牛了。今天的收购价格并不是正常的价格，斑羚羊6块，坨坨鸡4块，这都是郑红梅被刺激之后攀升的价格。算了，王哥，我们以后长期给你们国营饭店送肉时，就按照正常价格算吧，跟郑红梅的气话就不需要理会了。这话一出，王富贵顿时愣了一下，他做梦也没想到广浩竟然会主动要求降价。要知道，现在几块钱就能够3口之家吃好几天，要是按照正常价格算，广浩可是要少100多块钱的收入，100多块钱，一个正常农民1年的收入啊！说好什么价就什么价，广浩兄弟觉得我国营饭店给不起。我没有这个意思，而是这个价格确实不合理，6块钱1斤的斑羚羊，刨除人工和开销，你们国营饭店的利润近乎为0，我不能一个人吃饱，就连口汤都不给王哥你们喝，真这么自私，以后我们还怎么做兄弟呢？其实这个收购价确实有些太高了，高到他也有些承受不起，但是价格已经喊出口，过段时间又给广浩降下来，这还是人吗？结果人家广浩早就想到了这一点，主动要求把价格降下来，面子里子可谓给王富贵照顾的服服帖帖。广浩兄弟真明白人，以后我们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今天兄弟我的话已经说了出去，那自然就不能反悔，是6块就是6块。大爷们说话一口唾沫一口钉，不过以后的收购价我们就按照正常的价格来。兄弟你觉得怎么样？当然没问题。一场小插曲顿时让王富贵和广浩关系拉近了很多，甚至广浩在临走的时候，王富贵还亲自将他送了出来。这位未来的西南大佬是真把他当成自己兄弟，热情的一塌糊涂。紧接上集，广浩离开了国营饭店，回到了家中，将卖山货的钱全部交给了艾小芳。艾小芳开心的抱着广浩一顿乱啃。之后的几天，一切都进入了正轨。艾国华还是每天都拿着绝户龙去岷江河捕鱼，多的时候300多斤，少的时候200多斤。广浩则是每天去鬼头山上转悠一圈，抓个几十斤猎物。而且经过几天的接触，那头大水牛和广浩的关系也越来越好，甚至现在广浩都能骑着它在外山溜达一圈。广浩的小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然而看着他这么开心，有些人却嫉妒的眼睛都红了。王大强此时正在旱厕里艰难的嘘嘘，前段时间跟广浩起了争执，一条手臂都被打断了，因为自己有错在先，只能吃了个闷亏。给老子等着吧，到1个月期限满了，到时候拿不出来钱，老子就让你媳妇来给我把庙。突然一个小弟风驰电掣的冲了过来，不知道踩到了什么东西，一下子没刹住车，撞到了王大强。王大强开始朝着四周疯狂扫射，等王大强稳住局面之后，抬起一脚就踢在冲进来的小弟身上。慌慌张张的干鸡毛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说。不好了，听村民们说，最近广浩家发大财了，艾国华每天都能在岷江河抓几百斤的鱼，现在靠着给供销社卖鱼，广浩家天天的吃香的喝辣的。放屁！岷江河水那么深，跳下去抓鱼分分钟就被浪头卷走。我之前也不相信，但是我昨天才看到艾国华和王老三挑了满满4箩筐鱼货前往龙口镇。您要是不信我，可以去岷江河瞅一眼啊。要是艾国华那个夯货每天都抓几百斤鱼货，要不了多久就能凑够500块还上高利贷，那我还怎么威胁艾小芳？怎么整广浩出气呢？想到了这里，王大强立马冷声道：“走，现在就去岷江河。”王大强带着小弟们赶到岷江河边上，刚好这时候正是艾国华收鱼的时候。看着那么多的鱼虾螃蟹，王大强嘴角直抽抽。奶奶的，走去龙口镇。
王大强带着小弟们又一路飞奔到门口，关都不管一下就朝着供销社的方向走过去。郑红梅正在货台上收拾东西，听到背后有脚步声，头都没有转过来，态度依旧很差。想要买什么自己买，看好了我再给你说价格。三姨，我过来不是买东西的，我是过来问你一件事情。哟，这不是小侄子吗？你怎么有空了来看三姨？小侄子，你的手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谁干的？敢欺负我们老王家的人，老娘剥了他的皮！郑红梅是王大强母亲的亲戚，王大强又是整个王家唯一的男人，所以王家和郑家人都宠他宠得不得了。我的伤是一个叫做广浩的人干的，这个伤没事啊，医生说了休息1-2个月就能好。我现在来找三姨，只是想要知道是不是有一个叫做爱国华的老师给你们送鱼。你这身上的伤竟然是广浩干的，小侄子，你到底干了啥事情啊？咋跟广浩闹成了这样？是这样的，经过王大强的叙述，郑红梅总算明白了他跟广浩的恩怨，搞了半天是自己的侄子要当曹总，喜欢人家的老婆，一时感到很无语。不过他转念一想，这好像也是自己的机会啊。小侄子，我实话跟你说，不止爱国华的鱼货是在我这里卖，甚至广浩山货还卖给了国营饭店。广浩欠你的500块，根本不需要1个月，绝对能凑齐。这就件事情，你就让三姨来处理，我们用这个欠款勾引他，只要他肯把山货卖给我们，那我们就给他免了500块钱的欠款。王大强过来的目的是让郑红梅不收爱国华的鱼货，从而让他凑不齐这个欠款。没想到郑红梅不止没有不收的意思，甚至还要把山货一起拿过来收购，还要免欠款。不行，绝对不行！我是想要三姨你给他们找麻烦，不是让你帮他们。你这样做到底跟我是一伙的，还是跟他们是一伙的？你一个蠢货，只能看到眼前的一点点小利。就算我不收他的鱼货，那他还能去国营饭店卖啊。但是如果他把收购权都给了我们，到时候收购的价格就是我们说了算。只要我们把价格压到最低，区区一个广浩还不是想要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王大强是个混蛋，但并不是一个蠢蛋，所以稍微一转脑，他顿时就明白了过来。三姨，我终于明白了，这一招高，果然还是您聪明。呵呵，废话，你也不看看我们陈家谁最有出息？那必须是三姨您啊！广浩今天来到龙口镇的时间竟然跟爱国华相差无几，两人打了个招呼之后，广浩去国营饭店卖山货，爱国华则是挑着扁担去供销社卖鱼货。刚哥，今天的货到了，来称一下。秤在那边，有多少你自己称一下，称了之后待会儿王经理过来给你结账。国营饭店广浩现在熟的就跟自己家一样，不一会就称好了重。刚好王富贵忙完来到了后厨。怎么样？今天多少山货？斑羚羊40斤，驼驼鸡25斤，猪鼠20斤，野兔子抓了好几只，也有20斤，一共105斤，合计295块钱。听到广浩报价，王富贵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掏出300块钱点给了他。给你300，不用找了。广浩也不客气，直接揣到裤兜里面。这时爱国华黑着一张脸走了。哟，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郑红梅竟然没挑刺为难你。王富贵觉得稀奇，因为郑红梅要把所有的鱼货全部检查一遍，水多了要念叨，带了一些虾米螃蟹要念叨，为了几两的零头都要争得不可开交。而广浩则是一眼看到了爱国华的脸色，明显察觉到了不对劲。大舅哥，这是怎么了？郑红梅又闹什么幺蛾子？莫不是他不收你的鱼货了？不是，是王大强过来了，就在供销社。这家伙骨头恐怕都还没有好利索吧，就迫不及待的继续搞事儿，真是不知死活。广浩直接迈着大步走了出去，他倒是要看看这个泼皮流氓还有什么阴招。王大强，这还没有好利索了，又过来找我的麻烦，你皮痒又想挨打了是吗？哎呀，广浩兄弟，误会都是误会，实不相瞒，我是王大强的三姨。其实我这侄子心还是不错的，他对你们一家其实很好，不然也不会借那么多钱给你们。所以今天我想要在中间做个和事佬，让你跟我侄子把这误会给解开了。别听他的，妹夫，王大强是个什么样的人，村里人那个不知道，他跟这娘们绝对别着什么阴屁。郑红梅，这鱼货你到底收不收？要收就赶紧收，不收我们现在就走。爱国华，你他妈什么意思？实话跟你说，老子也就是不想要跟你这个大傻粗计较，不然老子早就敲你们闷棍。话还没有说完，郑红梅已经板着脸一眼就瞪了过来。被郑红梅瞪了一眼，王大强才想起他跟三姨的计划，赶紧闭上嘴巴不说话。我们是真想要和解，绝对没有什么其他的打算。之前大强是不是借了你们500块钱？只要你们愿意和解，这500块钱我们就算你们清账了，怎么样？这话一出，广浩忍不住挑了挑眉，爱国华更是下巴都快要砸到地上。500块钱足够一家3口美滋滋过上2年。你们说真的，真愿意清账和解？这是当然的了。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我们这都交易了那么多次，
早就是朋友了，不是吗？不好意思哈，之前还误会你了，结果没想到你郑红梅竟然如此的看得开。广浩，既然郑红梅和王大强这么有诚意，要不我们就和解吧？想要和解没问题啊，你现在就把欠条拿出来，以后我们都是好朋友。广浩直接摊手，表现得比爱国华还要随意。一看爱国华和广浩的态度，郑红梅和王大强对视一眼，鱼儿上钩了。上集说到，郑红梅给广浩设计圈套，准备用500元的高利贷换取广浩的山货收购权，而广浩则是让郑红梅把500块的欠条拿出来。欠条当然放在家里表，这几百块钱的玩意儿怎么能随便放呢？不过你放心，我郑红梅说话一口唾沫也一个钉，待会儿你们跟着大强回去，他立马把欠条还给你们。嘿嘿，你们人还怪好的嘞。爱国华彻底被唬住了，挠着头对着两人露出傻乎乎的笑容，看两人也已经彻底上钩，郑红梅也不再藏着掖着，开始切入正题了。广浩啊，你看，既然我们都已经是朋友了，而且我们还给你们免了500块钱的债务，你能不能帮我们一个忙？你说只要不违法乱纪，我可以考虑一下。是这样的，我这边最近遇到了几个外地的大老板，他非常喜欢野味，你看以后你们家的山货能不能都给我们一起出售？你放心，这个大老板出手阔绰得很，价格怎么也比国营饭店高3层。听到这话，广浩总算知道他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什么和解，什么大老板，全都是在忽悠。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我把山货卖给他们，只要给了他们卖货权，到时候山货和鱼货都被拿捏在郑红梅手上，她想要怎么收拾我就怎么收拾。这个女人真是全身都是算计。好，想要我把山货卖给你也行，不过呢，之前王大强对我媳妇口出狂言，我这心里一直顺不下这口气。这样，你让王大强跪在我面前，赌咒发誓，以后再敢对我媳妇有半点想法，就头顶生疮，脚底流脓，断子绝孙。发誓这玩意儿，如果放在现代社会，没有几个人会在意，但是放在70年代，誓言可是具有相当重的分量，大家伙基本上都相信，举头3尺有神明。他妈的，广浩，你是不是太过分了？让老子在你面前跪下就算了，竟然还让我发如此恶毒的誓言！王大强，这誓言的前提条件可是你对我媳妇没有非分之想。现在你这么大的反应，这说明你压根就不想跟我和解，你还对我媳妇有想法。就你这样，你还想要我的山货？做梦去吧！大强，你发什么疯？你一个泼皮流氓，还怕什么誓言吗？赶紧给我答应下来！这件事情要是被你搅黄了，你以后就别想能够动得了艾小芳一根手指头。三姨，我这毒誓一发，到时候天老爷真收拾我了咋办？早就说了让你不要迷信，哪里来的天老爷？现在广浩已经在怀疑你了，赶紧给我答应下来！一直在那里说些什么呢？难不成你们并不是真心和解，一切都是你们的阴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浪费时间了。大舅哥，我们走。看到广浩和爱国华要走，郑红梅再次一脚踢在王大强的屁股上，然后朝着他狠狠瞪了一眼。王大强只能咬牙低下了自己的头。广浩兄弟，之前都是我的错，我现在跪在你的面前对天发誓，从今天开始，我要是再对艾小芳有半点心思，我就头顶上疮，脚底流脓，以后断子绝孙。看到王大强终于把誓言说完了，郑红梅赶紧笑眯眯地凑到广浩面前。广浩兄弟，我都跟你说了，我们是真心诚意的跟你和解的，现在相信了吧？还不错。既然都做到了这个份上，那我就原谅他了。以后他不过来找我的麻烦，我以后也不找他的麻烦。我们和解了。哈哈哈，广浩兄弟就是大气。既然我们都和解了，你也答应了我们的条件，那今天的山货你就直接送过来吧。放心，价格绝对给的高高的。看着郑红梅那张谄媚的笑脸，广浩也笑了。我为啥要把山货拿过来啊？不是，广浩兄弟，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们和解，然后王大强欠你的500块钱我们也不要你还了，以后无论山货鱼货，你都交给我们供销社出售。谁跟你说好了？我只答应和解，我可没有答应把山货和鱼货交给你。不是，我们都和解了，欠款都不要你的了。作为朋友，价格出的还比国营饭店高，你为啥不卖给我啊？你们是我的朋友，国营饭店的王经理也是我的朋友，我跟他之间的合作还是蛮愉快的，所以暂时没有更换山货经营权的意思。还有没有其他事情？没有的话，我们就先走了。广浩，你这是什么意思？老子跪也跪了，誓言也发了，结果你现在就想走？那不然呢？留在这里干啥？你请我吃饭吗？看着他的表情，想起他的态度，王大强和郑红梅终于回过神来了。等等，你该不会是在耍我们吧？哈哈哈，现在才反应过来，区区500块钱就想要我把收购权给你们，你们是把我广浩当蠢猪是吧？你这混蛋，你简直欺人太甚！嘿嘿，欺负你又咋了？
来咬我呀！广浩朝着王大强比了个中指。广浩，我侄子可是你们村支书的儿子，我更是这龙口镇的售货员。你们10几个乡里都要在我这里买东西，你得罪了我们，以后可没有好果子吃。事已至此，郑红梅也不装了，阴沉着一张脸，发出最后通牒。行，广浩，既然你他妈这么不给我们面子，那以后你的鱼货就别想在供销社能够出售。谢谢，我的鱼货早就不想卖给你们了，你们不收正好，我刚好卖给我王哥。我告诉你，我不收，国营饭店也收不了。农副产品按照规定原本就应该是我们供销社进行收购的，国营饭店收了你的山货已经是越界了，现在还敢收你的鱼货，他王富贵的爪子别想伸那么长。切，我王哥收不了就算了，正好这几天抓鱼抓累了，我跟我大舅哥正好休息几天。休息个屁！既然大家都撕破了脸，现在你就给老子还钱！你欠我的钱我一天都等不了了，你今天就得给我还钱。行，那今天我就把钱给你结了，免得你们天天在老子面前念叨的烦。这话一出，王大强和郑红梅彻底傻眼了。他们之所以有恃无恐的逼迫广浩，其实500块钱的欠款就是他们最后的资本。只要广浩还欠了他们的钱，那么他们就立于不败之地。要是广浩真的还了钱，到时候他们拿广浩真一点办法也没有。不是，这才几天啊，你就赚到了500块钱能还债了。广浩为了防止他们出尔反尔，还专门找到了王富贵作为间谍，然后让艾国华跑了一趟去找艾小芳拿了500块钱回来。艾小芳一听终于要还账了，乐得眼睛都弯成月牙，忙不迭拿了500块钱给艾国华，再给广浩。不一会儿，厚厚的一摞甩在了王大强的手里。王大强仔细清点了一遍，不多不少，正好500块钱。看着手中的钱，王大强和郑红梅心里不约而同的升起2个字：完了，完了。广浩还了钱，王大强再也找不到任何的借口，以后只要敢多跟艾小芳说一个字，艾小芳就能报警告他耍流氓。郑红梅就更别说了，原本广浩就对他有意见，现在钱还清了，鱼货还不在他这边卖，他简直血亏。最后广浩不屑地看了2人一眼便离开。刚出了龙口镇，一个熟悉的黑衣男子就拦住了他们。黑衣男子自然就是专门做投机倒把生意的小黑子。他左右看了一下，确认没有人之后，才跟广浩打了声招呼：广浩哥，你让我打听的东西我找上门路了，有没有时间过来看看？广浩瞬间眼睛都亮了。前几天他找小黑子打听的是能不能搞到猎枪，现在小黑子找上门，岂不是说有枪了？有时间，枪械在哪里？你现在就带我去看看。好了，2位请跟我来。重回70年，小伙居然买到了 98K 狙击步枪。紧接上集，小黑带着广浩2人去买猎枪，几人来到了一个低矮的平房面前。小黑子走到门口，3长1短的敲着房门。天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房门被缓缓拉开，一个精瘦的男人站在门后。军哥，我是小黑子啊，之前跟你说过，我这边有个大主顾想要看看你们家的火盆子。行，进来吧。广浩和艾国华进了院子，看到里面摆放着的东西的时候，瞬间眼睛都瞪得溜圆。只见差不多80多个平方的小院子里面堆满了军火，从一般的火盆子到现在民兵们正在使用的汉阳造步枪，甚至就连手榴弹、歪把子这些重型武器都有，搞得就跟个军火库一样，看得人心惊胆战。能够弄到这么多军火，这家伙妥妥是个狠角色呀。虽然我这边都是2手货，不过到时候都可以开票，只要出了这扇门，保证没有任何人找你的麻烦。这把火喷子还不错，虽然7、8成新，但是一共也没有用过几次。你要是看得上，700块钱一把拿走。一般的火喷子最多500多块钱，结果这里竟然要700块钱。广浩瞬间就皱了皱眉头。浩哥，你可别觉得贵，军哥这里卖的可都是精品，不是小作坊里面拿出来的。你看看这把枪，真正军工厂流出来的，比外面那些粗制滥造的破玩意不知道好了多少倍。听到小黑子这么一说，广浩开始仔细观察火喷子，发现整个枪管全是机械冲压完成，不是一般的人工打造而成。70年代生产率极其的低下，大部分轻重工业都是靠着人工完成的。就这样一把机械冲压的火喷子，在外面甚至可以卖到小1000左右。这把火喷子挺不错的，不过军哥，你这里还有威力更大一点的吗？我最近发现了一窝野猪，光靠火喷子，恐怕就连他们身上的泥甲都打不穿。李军闻言看了广浩一眼，不过他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是指向那一堆汉阳造步枪。汉阳造88式步枪，现在军队的标配，打过日本鬼子，揍过美国佬。别说什么野猪，就算是大老虎，只要瞄准他的脑袋，一枪下去，天灵盖都能给他掀飞。汉阳造88式步枪，这可是一代经典传奇。作为一个热门了半个世纪的名枪，广浩手中这一把保养的非常好，
拉动枪栓的声音更是清脆响亮。这把枪不错，军哥多少钱？1500。这几天广浩凭借山货和鱼货赌赚了差不多1800多块钱，扣掉还给王大强的500块钱，手里差不多就只有1300左右。他朝着身边的爱国华问道：“大舅哥，我这边买枪的钱还差了点，你能不能支援我一点？到时候卖了山货就把钱还给你。”我那里还有500多块钱，都给你，随便用。有了爱国华的支援，买枪的钱便凑够了。就在广浩决定付款的时候，忽然看到了李军从屋子里面又抱了一把枪出来保养。这把枪单看外形跟汉阳造88式看起来很像，最关键的是这把步枪还自带一个光学瞄准镜，这玩意儿在70年代可是个绝对的稀罕货。军哥，你手中这玩意儿是不是 98K？ 看来这位兄弟相当识货啊。没错，这把正是 98K 狙击步枪，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才搞过来的，满配件，纯进口，最关键的是诚心，生产到现在还没用过。广浩原本就馋，听到这里就更馋了。现在的枪械绝大部分都是二手货，10成新的一手货，还是全进口，这就相当于是在一堆丑女当中出了一个西施。广浩就连眼睛都挪不开了。军哥，那这把枪多少钱可以出？这把枪最少2500。2500，听到这个价格，爱国华和小黑子顿时倒抽了一口凉气。在70年代，2500这个价格甚至可以在县城里面买一套小房子。2500就2500，不过我的钱还差了点，要不这样我先预定1个星期之后再来买，行不？听到广浩真要买，李军都有些微微一愣。这把枪虽然问的人多，但是决定买的人却只有你一个。别说让我等1个星期，你要真能拿出这么多钱，我等你半个月都行。两人约定好后，几人就离开了军歌院子。等出了门，爱国华忍不住一把拉住广浩的袖子：“我的大妹夫啊，你咋就一下子订了这么贵的枪啊？打猎用不着这么精细的枪，你买个火喷子都够用了，实在不行买个汉阳造就是顶配了。”大舅哥，枪越好，我打到猎物的几率也就越高，而且 98K 上面还有光学瞄准镜，那玩意儿可是个好东西。距离1000米之外，猎物还没有发现我，我就能找到他们的踪迹。有了它，我的狩猎能力能再上一个台阶。哎，那要不我去找郑红梅服个软，求个情，先让他收渔货。不管怎么说，先把买枪的钱凑够再说。郑红梅的事情，大舅哥你就不要管了，拿不到渔货，着急的是他，不是我们。最近的渔货他不收，就辛苦你跟王老三挑着去周边的乡村转转，置换一点物资。行吧。等广浩回到家后，便和自己媳妇艾小芳商量买枪的事情。小芳，我想要跟你汇报一件事情。你也知道，我这几天天天在外面打猎，山上的动物们都惊了，光靠着陷阱笼子很难再抓住它们，所以我准备买一把猎枪去狩猎。这种事情不需要跟我汇报，广浩哥，你想要买猎枪就去买呀，要多少钱我去给你拿。需要2500。说出猎枪的价格，广浩还以为媳妇会被惊呆掉，然后劝说自己换一把便宜一点的猎枪。结果艾小芳不止没有震惊，反而一脸认真的思索：2500呀，那我们这里的钱还不太够了，我可以去找大哥那边借一点。这几天卖渔货，他存了不少钱，小鹿和二哥的钱我还给他们了。不过你要的话，我可以先去借回来。不是，小芳，你难道就不觉得2500一把的猎枪贵了吗？2500一把的猎枪确实有点贵，不过你喜欢吗？我很喜欢。既然你喜欢，那它就一点也不贵，赚的钱本来就是花的，喜欢的话就去买。艾小芳今晚上的表现是真的把广浩感动到，广浩忍不住一把抱住自己的媳妇。天色刚刚变得昏暗，广浩家里的罗汉床就响起了阵阵迷离的吱呀声。第二天一大早，广浩就上鬼头山打猎去了，买 98K 还需要不少钱，这几天可得好好去赚钱了。第一件事情当然是在外山布置陷阱，不过这一次布置陷阱的时候，广浩却换了个位置。之前捕鸟陷阱放在坨坨鸡的领地，抓了那么多天的坨坨鸡，坨坨鸡的族群都有了明显的下降。广浩最终选定的是一片真地林，这片林子旁边长满了翠绿的灌木林。他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七彩山鸡的聚集地。七彩山鸡这玩意儿跟坨坨鸡一样，属于标准的野生山鸡，不过这玩意儿的体型可比坨坨鸡大多。正因为原始体型肥大，所以七彩山鸡也是后世人工饲养最多的野鸡之一。布置好之后，广浩拍了拍手上的灰尘，直接去内山看大水牛去了。来到水潭，大水牛早就在这里等着他。看到广浩，大水牛哞的叫了一声，然后抖动着巨大的身体从中站了起来，大跨步凑到广浩的面前，开始享受广浩给他带上来的美味草料。广浩摸了摸大水牛，他没有反应，爬到他背上骑着，他也没有任何的反应。等到他吃饱喝足，广浩做事要牵着他下山，大水牛就开始摇头晃脑的不干了。广浩生气的在大水牛的屁股上狠狠一拍：“你个狗东西，吃了老子那么多草，现在还不肯跟我走？这山上到底有啥吸引你的？”上山打猎竟遇到红皮大野猪拦路。
紧接上集，广浩带着上好的草料来喂大水牛。等吃完草料，水牛歪着头看着广浩，表示还想吃。今天的没了，想要吃就跟我下山。这头大水牛十分的灵性，听到广浩说没了，它竟然果断的转过身体，尾巴在屁股上甩了甩，然后如同往常一样悠哉悠哉的往内山的方向走去。广浩看着大水牛离开的背影，只能深深的叹了口气。哎，什么时候才能把这倒霉家伙骗回去？广浩继续朝着内山的方向前进，他现在要去班羚羊的必经之地，那才是他每天收获最大的点。结果刚走到半路，广浩就感觉到了不对劲，旁边传来一阵吭哧吭哧的声音。广浩放慢了脚步，小心地弯下身体前进，生怕自己发出的动静惊动了草丛后面的动物。等看到草丛后边的动物，广浩只感觉头皮发麻。只见小山坡后面赫然盘踞着一大群野猪，而且这还是一个完整的族群。一头体型超过了200多斤的大公猪，带着6头体重100斤的母猪，母猪还带着10几只3、4斤的小猪。真倒霉，这群野猪正好挡住了我的去路，而且野猪生性暴躁易怒，只要稍微有一点不顺眼，就会对人发动疯狂的进攻。算了，36计走为上计。广浩开始缓缓后退，尽量不去惊动野猪，尽管他已经非常小心了，大野猪却偏偏站在顺风方向。一股风带着广浩的气味飘荡到了大公猪的面前，大公猪死了挺鼻子，闻到一股非常陌生的气味。野猪领地意识非常的强烈，如果有陌生味道侵入了他们的领地，他们几乎瞬间就会发动进攻。于是大公猪直接仰天长啸。野猪群听到头领的召唤，齐刷刷抬起头，然后目光紧紧地盯着广浩所在的位置。大公猪发出尖锐的嘶鸣，整个野猪族群瞬间朝着广浩冲了过去。当200多斤的大公猪朝着广浩狂奔过来的时候，他整个人都麻了。我尼玛，老子又没招惹你们冲过来干啥？野猪的速度可比人快多了，所以在野外遇到野猪，逃跑几乎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你根本就跑不赢它。广浩上一世是个护林员，他自然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在野猪族群发现他的那一刻，立马爬上了就近的一棵大树。爬上了树，野猪上不来，广浩这才稍微松口气。然而这口气还没有顺下去，大公猪就开始举起它锋利的獠牙，开始撞击树木。200多斤的体重，每一下撞击都让大树发出阵阵颤抖。树上的广浩更是用力搂着树干，以免被直接震下来。要知道下面可有7、8头野猪，这要是被震下来了，后果不堪设想。他妈的，竟然还敢撞树！等老子的 98K 到手，老子一枪一个，全给你们崩了！广浩一边抱紧树干，一边朝着树下的野猪疯狂辱骂。幸好广浩选择的树足够粗壮，公猪撞了10几分钟，大树依旧坚挺。公猪撞累了，干脆直接趴在树下休息。野猪群也干脆就在附近觅食，整个场面顿时尬住了。卧槽！这群野猪该不会要一直守下去吧？这下可完蛋了。现在已经是下午3点了，野猪群还不走，要是他们真守到晚上，广浩可扛不住一直待在树上。就在他思考怎么赶走脚下的野的时候，忽然听到远方传来一声熟悉的咩叫。广浩定睛一看，竟然是大水牛又晃晃悠悠的从内山出来，这货应该是出来喝水的。看到大水牛，广浩瞬间眼睛都亮了。牛哥，过来，我在这里，赶紧过来，这里有好吃的。大水牛摇头晃脑的从内山出来，刚到外山，就听到一声熟悉的声音。他歪着头寻找了半天，终于看到了正在树上挂着的广浩。救命啊，牛哥！广浩已经把大水牛的好感度刷得很高，听到广浩的呼喊，大水牛几乎没有迟疑就跑了过来。大公猪一看到大水牛，嘴里立刻发出哼哼的叫声，似乎在提醒大水牛，他闯入了他的地盘，让他赶紧滚蛋。水牛立刻进入了战备姿态，1吨多重的身体让地面都发出轻微的震颤。大公猪看到这种情况，知道自己就算冲上去，在大水牛面前依旧占不到任何的便宜，他最后只能悻悻地哼了哼，带着自己的族群开始离开。看到野猪们终于离开，广浩赶紧从树上爬了起来，整个人直接翻到了大水牛的背上。牛哥，快走快走，此地不宜久留。大水牛虽然听不懂广浩在说啥，不过从他焦急的语气中感受到他好像不喜欢待在这里，甩了甩脑袋。大水牛迈着自己的大蹄子朝着外山的小溪走去。等到了小溪，大水牛就继续趴在小溪里发呆，广浩则是在一旁喘息，手中没有武器，被5、6头野猪团团包围，其中的凶险不言而喻。要不是他运气好，刚好碰到了大水牛，今天可就不好说了。鬼头山确实充满了机遇，但是风险和机遇向来是并存的，所以最关键的还是要有枪啊！如果我手中有 98K， 那么今天被围困的就不是我，而是这几头该死的野猪了。广浩捏着拳头，对于猎枪的渴望简直要突破瓶颈。想要买猎枪缺钱，想要赚钱就需要更多的猎物。现在班羚羊的必经之路被野猪霸占，广浩一个人刚被野猪数，所以他不敢再单独一个人去内山，只能退回外山看看捕鸟陷阱的收获情况，给牛哥割了点草料，感谢牛哥的救命之恩。做完这一切之后，广浩马不停蹄地赶往前山，看看今天的收获。来到自己设置陷阱的地方，广浩感觉自己就跟来到了机场一样，到处都是野鸡咕咕咕咕的声音。虽然七彩山鸡对广浩充满了警惕，但是捕鸟陷阱他们却是第一次见到。
所以这一次的收获非常的丰盛。这些七彩山鸡个个都非常肥硕，目测随便一只都有3斤左右。除了山鸡，广浩还抓到了2只野兔、2只果子狸，这些小东西都只能算是甜头。广浩随便捆好之后塞到自己的竹篓里面，然后背着20多只七彩山鸡准备下山。忽然眼前出现一个金色的身影，他步伐矫健的在林中跳跃，金色的毛发就跟会发光一样。广浩瞬间就把他认了出来，这竟然是一只金丝猴。广浩停下了脚步，朝着金丝猴吹了个口哨。正在树丛上跳跃的金丝猴听到口哨声，也停下了脚步，用漂亮的大眼睛疑惑地看着广浩。广浩看到金丝猴停了下来，然后从裤兜里面掏了掏，拿出了一颗糖，给你吃的，很甜很甜的。金丝猴不怕人，他迈着呆萌的脚步直接走到广浩的面前。广浩将手中的大白兔奶糖朝着他递了递，金丝猴歪着脑袋，不懂他啥意思。不过聪明的他还是顺势接过了糖，直接扔到了嘴巴里面。大白兔甜蜜的糖汁在他嘴巴里面融化，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新奇味道。金丝猴发出一声愉悦的叫声，然后睁大了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广浩，就差在额头上写上我还要3个字了。广浩看着金丝猴这副样子，笑了笑，那最后2颗了，剩下的要给我媳妇留着了，吃完就没了。金丝猴这次就跟能听懂一样，竟然还回了一声喂完猴子。广浩揉了揉他的脑袋，好了，我要走了，下次有缘再见，我再给你好吃的。金丝猴正歪着头享受着大白兔奶糖的甜蜜，结果一不留神发现广浩竟然已经走了几步。金丝猴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他滋滋叫了2声，然后一把抓住了广浩的背兜。广浩被抓住背兜，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你再缠着我要，我可就不高兴了，以后遇到你就不给你带好吃的了，赶紧放手，我要下山了。金丝猴不止没有放手，反而扯着广浩的背兜朝着后面，好像要把他的背兜给脱下来一样。广浩还以为这只金丝猴跟山里的野猴子一样，想要抢他的东西，顿时不高兴了。这么调皮，真是看走眼了，赶紧滚，不滚老子抽你了。金丝猴看到广浩想要动手，乌黑的大眼睛里面流露出明显的害怕，不过他竟然还是没有放手，而且还伸出自己的手，朝着后面不停地比划着什么。广浩看了半天，最后才发现，这头金丝猴应该不是想要抢自己的东西，而是想要给自己什么东西。紧接上集，广浩给了金丝猴几颗糖，而金丝猴却拉着广浩不让他走。你的意思是林子里有东西让我去拿，对吗？小猴子竟然点了点头。我明白了，前面带路。看到广浩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意思，金丝猴开心的跳了跳，随后带着广浩往林子里钻去。就在他走的都有些不耐烦的时候，金丝猴终于停了下来，他开心的蹦到了一棵树上，然后滋滋的叫着。广浩顺着他的方向看了过去，等他仔细看清楚了树干上的白色猴头状菌丝之后，整个人直接当场傻掉，竟然是野生猴头菇，而且看这品相，这猴头菇还是极品中的极品。猴头菇绰号素中荤，是8珍之一。这玩意儿虽然是个素菜，但滋味却跟荤菜一样的醇厚。哈哈哈，你这家伙真是我的福星，正愁今天的收获不多呢，结果你就送了这么多宝贝给我。卖了猴头菇之后，我给你买1包大白兔奶糖。广浩抱着金丝猴，在他金灿灿的脸上直接亲了一口。金丝猴被亲了，发出一声羞涩的尖叫。没错，这只金丝猴还是一只未婚小母猴。广浩不一会就采摘了40多斤猴头菇，外加7彩山鸡，广浩再一次有了100多斤的收获。他开始心满意足地带着这些东西下山了。下了山，广浩照例去村长那里借自行车，半盒卷烟送上去。牛山眉开眼笑地把自行车借给自己。自行车虽然是生产队的共有财产，不过现在却跟广浩个人的没啥区别。每天下午，村长牛山都用各种理由给广浩留着。回到家，绑上今天的山货，广浩开始出发去往龙口镇给国营饭店送礼。此时的龙口镇供销社内，郑红梅正在一脸生无可恋地应付买鱼的老顾客。红梅姐，今天的鱼货呢？往常不是早就摆出来了吗？怎么现在都还没有？是啊，我今天过生日，还想着买2条鱼回去开开荤呢。我听说这里有卖鲟鱼的，这玩意儿吃起来可比猪肉细嫩多了，还没有鱼刺，我专门从城里过来的买的，怎么就不卖了？听到这些话，郑红梅感觉自己的心都在滴血。5毛钱1斤收的鲟鱼，转手就能卖到2、3块。然而和广浩撕破脸之后，他就再也没有鱼货卖了。都怪广浩，你他妈稍微服个软不行吗？非要搞成这样。郑红梅竟然还没有发现自己的问题，而是一个劲儿的埋怨着广浩。就在他一直在心里咒骂广浩的时候，就看到广浩推着自行车来给国营饭店送商品。国营饭店的王经理老远就迎了上去，满脸堆笑的样子。看到这一幕，郑红梅忍不住来了一发水炮攻击。为了那点山货，堂堂国营饭店经理就跟个接客的老鸨一样，一点脸都不要了。但当他看到那2个麻布口袋，他的眼睛却瞪得比王富贵还要大。最后实在受不了山货的勾引，他悄悄地跟了上去。国营饭店内，广浩正在展示今天的收获，7彩山鸡还这么肥，好东西，绝对的好东西啊！广浩兄弟，7彩山鸡收购价算你2块钱1斤，你看有问题吗？当然没问题，
只是广浩兄弟，这口袋不像是肉食啊，反而像是软乎乎的菌类蘑菇。今天我们国营饭店又有客人，这些七彩山鸡可不太够啊。没错，这口袋不是肉，不过就算不是肉，它也不会让你失望的。王富贵一听说这麻布口袋里面的真不是肉，心都凉了大半截。70年代，肉食就代表着一切，在那个吃都吃不饱的年代，荤腥划过喉咙的感觉才是最满足的。然而，当广浩打开麻布口袋之后，他只感觉自己的脸上被人狠狠抽了一巴掌。我的妈妈呀，这么多猴头菇，浩哥，你是去哪里弄到的？哈哈哈，运气好，山上闲逛捡到的。王哥，怎么样？这玩意儿就算不是肉，也不会让你失望吧？这竟然是号称素中荤的猴头菇，这玩意儿可比肉食珍贵多了。广浩兄弟，我对你是真的服气了。猴头菇上了秤，不多不少，刚好42斤。王富贵给的收购价是5块钱一斤，要知道斑羚羊的收购价也就4块钱，猴头菇竟然比斑羚羊还要贵。不得不说，这就是传说中的八珍啊！七彩山鸡65斤卖了130，猴头菇42斤卖了210，一天进账340。看到这个收入，躲在一边偷看的郑红梅眼睛都红了。广浩这混蛋竟然能搞到这么好的山货，而且这么多珍贵山货给国营饭店就算了，还把我们供销社的鱼货给提了。我就不信这臭小子能忍住一直不出售鱼货。广浩交易完毕山货，便准备去供销社购买一些生活物资。虽然很不想再次看到郑红梅，但是没办法，现在买东西就只有一个供销社，那可真是方圆百里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爱买不买。看到广浩进来，郑红梅先是一愣，随后脸上忍不住爆发出一抹惊喜。广浩这混小子，他一定是受不了鱼货压在手上，然后过来服软认错的吧？哈哈，必须好好打压一下他的气焰。想到了这里，郑红梅只觉得刚刚还扭曲的心一下，整个人都变得有些飘飘欲仙。哟，这不是我广浩兄弟吗？现在来认错是不是有点晚？不过我郑红梅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既然你知道错了，我就原谅你了。但是你的鱼货价格嘛，就要稍微便宜一点了，毕竟耽误了2天，我们的损失可得你们来承担。我是过来买东西的，别瞎逼逼了。我要红糖白糖各1斤，然后精盐、莲花味精各来2袋。听到广浩不是来道歉的，而是来买东西的，郑红梅的脸色瞬间变得极度难看。广浩，我承认之前跟王大强一起算计你是我不对，这样我向你道歉，收购价维持原样，我们重新一起合作，行了吧？不好意思，郑红梅同志，我是来你们供销社买东西的，不是过来跟你聊天的，赶紧给我拿货。广浩，你别给脸不要脸。呵呵，郑红梅同志，劳烦你搞清楚，我是过来买东西的，一直缠着我不放的是你，赶紧把东西给我拿出来，我立马就走人，别浪费彼此的时间。还想要买东西？你买个锤子！现在就给我滚！有我在供销社，就连1根毛都不会卖给你。你确定不卖我东西，还让我滚出去？没错，就是不卖你东西，就是让你滚出去。你他妈听不懂人话是不是？听不懂老娘直接用扫把给你轰出去。说完，郑红梅还真从门口拿了一根扫把过来，然后举着扫把作势要打。广浩没有选择跟他硬碰硬，而是退到了供销社门口。郑红梅，你实在太无法无天了！供销社是人民的供销社，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供销社，你凭啥不卖我东西？大家伙都来看啊！八大人要打人了，我现在就去找人民公社给我评理，大家伙可要给我作证啊！这位同志的说得好，这是人民的供销社，不是你郑红梅一个人的供销社，你凭什么不让人家去买东西？郑红梅，你只是一个售货员，还不是供销社的店长呢，谁给你的这个权利啊？找公社，必须找公社，让那些领导出来看看，这就是他们选拔的八大员，实在是太过分了。供销社吵吵嚷嚷，惊动了在2楼休息的牛经理，他皱着眉头走了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你们骂我们的售货员干啥？大家见牛平下来，根本不需要广浩开口，立刻就开始七嘴八舌的控诉郑红梅的过分举动。了解到一切，牛平的眉头深深的皱了起来。胡闹！你作为一个售货员，你怎么能说出赶走客户的气话呢？郑红梅，这次是你的问题，赶紧去给广浩同志道歉。牛平看起来是在给广浩伸张正义，然而却是在暗自袒护郑红梅。今天的事情可大可小，要是真闹到人民公社去，郑红梅保证要脱一层皮。结果牛平却是轻飘飘一句气话，直接将这场矛盾降级成了口舌之争。郑红梅这家伙背后的关系是真的硬，就连经理都这么硬保他。上集说到，广浩和郑红梅为了鱼货生意大吵了一架，惊动供销社经理牛平。郑红梅知道再不把事情平息了，牛经理也保不住他，于是赶紧放下扫把，给广浩低头道歉。广浩同志，对不起，刚刚都是我的气话，我向您道歉，希望您不要放在心上。牛经理是吧？我是过来买东西的，
重新帮我换个售货员吧。郑红梅这种，我可不敢让她给我服务。好，您先请进。郑红梅，你去我办公室等着，我有事情和你说。一进店里，牛平马上招呼来一个男子售货员。小莫，你过来看看广浩同志需要买什么，你来给他服务吧。广浩先是一愣，随后脸上露出了一个淡淡的笑容。这个小莫正是那个票贩子小黑。之前就觉得你小子关系硬，没想到你竟然还是这供销社的售货员，没看出来啊。没办法，上有老下有小，混口饭吃。浩哥高抬贵手，千万别举报小弟我。哈哈哈，你放心，我举报了你，我也跑不了了。随后广浩便对张默说着自己要购买的物品。此时牛平办公室内，郑红梅悄悄抬眼看了一下牛经理，只见他脸色阴沉似水，一双眼睛更是就跟看罪人一样的看着自己。郑红梅，你让我怎么说你才好呢？没有了广浩他们的鱼货，我们每天最少亏了几百块，这几百块钱你补给我吗？牛经理，这真的不能怪我，我也知道鱼货很重要，所以我刚才亲自给广浩道歉，结果他不止不接受，还鼓动围观人群准备去公社告我。牛经理，你说我能咋办吗？你个蠢货，蠢死你得了，有你那样给人道歉的吗？说真的，郑红梅，要不是看在你表妹的份上，老子早把你一脚踢出供销社。听到牛平想要把他踢出供销社，郑红梅一下子就慌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牛经理，您千万不要开除我，你说这件事情怎么办？你给我想个办法，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保证以后一定乖乖听话。牛经理现在是看到郑红梅就烦，但是一想到她背后那个颇有手段的妹妹，牛经理最后还是重重的叹了口气。行，那我就最后再帮你一把，明天我亲自带着你去上门道歉，你必须取得广浩的原谅，然后让他把鱼货重新卖给我们。如果这一次你还给我装着这副耀武扬威的样子，你就给我卷铺盖滚蛋吧。不会的，我保证不耀武扬威了，我明天一定好好表现，您放心。广浩回到家已经是下午5点，他还以为艾小芳还没有下工，于是便开始准备今天晚饭。殊不知此时的艾小芳正在屠宰场继续加班，她正在处理的是一只臭鼬。石峰村这边土话叫做臭屁鼠，这种动物肉质很难吃，但是这家伙的皮毛却相当的值钱，一张皮能值1块钱。艾小芳娴熟地抓住臭屁鼠的尾巴，然后顺着脖子上的伤口往下一拉。然而这只放屁鼠显然尾气还没有放完，皮毛一刮下来，屁股上的臭气也被一起挤了出来。顿时一股恶臭朝着艾小芳迎面扑来。艾小芳闻到这股臭味，没能忍得住，跑到下水口的位置开始哇哇地吐了起来。小芳，我感觉你有些不正常，每次一吐就跟要把胃子吐出来一样，要不我们还是去卫生院看看吧，你这样我有些担心。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我好着呢，刚刚只不过是那只臭屁鼠实在太臭了，所以我才吐了的。可是你今天中午吐了1次，然后下午2点的时候也吐了1次，再加上这次，你一天吐了3次了。没事没事，我可能不习惯屠宰场的味道，我们快去干活吧，广浩哥肯定在家等着我呢。艾小芳和李璐继续开始工作，两人手脚十分的麻利，最后成功在6点20前完成了工作。艾小芳和李璐手拉着手一起回到了广浩家，一到家，一股卤肉的麻辣鲜香的味道扑面而来，李璐一马当先的扑到餐桌旁边。广浩哥，你这做的是卤鸡吗？味道好香啊，我口水都流出来了。广浩被他喊了一声广浩哥，鸡皮疙瘩都冒起来。想要吃就留下来，别在这里夹枪弄条的，鸡皮疙瘩都给我整起来了。好，我就知道广浩你是个好人，鸡屁股到时候留给我，我最喜欢吃这个了。广浩哥，你这卤味弄得好香啊，肯定很好吃。嘿嘿，我给你撕个鸡腿，你尝尝味道。还有我的鸡屁股呢，帮我撕下来。你等一下，还没有凉，烫得很，我撕不下来。给艾小芳撕鸡腿就不烫了，给我弄个鸡屁股就烫得很，凭什么这么区别对待？废话，你又不是我老婆。啃着香甜的大鸡腿，看着广浩和李璐对比，艾小芳觉得幸福的就跟泡在蜜罐里。结果晚饭吃到一半，艾小芳却感觉心头一凛，没忍住，直接跑到门外吐了起来。看到艾小芳吐了，李璐担忧的放下了手中的鸡屁股和鸡脖子。虽然艾小芳让他一直别跟广浩说，然而这已经是今天吐的第4次了，再这样吐下去怎么得了呀？广浩，我觉得你还是带小芳去卫生院看看情况吧。小芳这已经不是第1次吐了，她今天吐了3次了，她身体一定出了问题。好，我们明天一早就去卫生院。不用，我真没啥事儿，可能最近吃的太好，油气太多，胃有些受不了，待会儿我熬点粥就行了，不用去卫生院。艾小芳哪里都好，就是有个坏毛病，贼害怕去医院。不行，必须去，明天一早就去。你刚刚吐了，肯定不舒服，我先带你去休息。
哎呀，我这没有不舒服，现在去睡也肯定睡不着，而且我现在好饿。我虽然吐了，但是我真的想吃东西。广浩哥，我下次一定不再吐了，你再让我吃点吧。广浩皱了皱眉头，感觉有点不对劲。如果是身体不舒服，吐了之后肯定不想吃东西；如果食欲很好，身体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等等，只有一种情况才会这样，是孕吐。没错，是孕吐。我媳妇怀孕了。为了确定自己的猜测，广浩又接连问了好几个怀孕的特征，结果发现艾小芳的情况都对得上。事情到这里，广浩已经能100%确定自己媳妇怀孕了。嘿嘿，媳妇你没啥事儿，我们不用去医院，不过你还是要注意，最近不能太累了。不是，这都吐成了这样，怎么可能没事儿？而且你还笑，你怎么笑得出来？真没啥事儿，我祖上是老中医。小芳这是什么情况？我一看便知，再过一段时间你们就知道了。小芳不止没问题，甚至这还是一件大好事儿呢。广浩卖了个关子，这话算是彻底把艾小芳和李璐打懵逼了，都吐成这样了，还能是啥大好事儿？广浩也没过多的解释，而是重新给艾小芳炖了一大碗猴头菇汤。猴头菇汤虽然清淡，但依旧鲜嫩美味。最关键的是，艾小芳吃了之后真的没吐，这才让李璐放心下来。吃过晚饭，李璐就告辞回家了。第二天一大早10分吞10分热，因为有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开了过来，卡车里面挤着3个人，除了驾驶员以外，另外2个竟然是牛平和郑红梅。牛经理，征收货源，你们今天怎么有空来我们石峰村呢？牛山虽然是村长，但是就职务等级而言，他其实比牛平还差了半级。再加上人家管理着十里八村唯一的供销社，所以牛山竟然都用上了敬语。我们今天是想要过来找一个人，还要麻烦村长帮我们带一下路。村民们面面相觑，都觉得石峰村没有谁能有这么大面子，能让这2位亲自过来找的。那他们过来不是找人，而是找麻烦的。不知道牛经理是想要找谁，值得用这么大的阵仗？我想找的是广浩，你过来带路就行了。牛山眼睛微微一怔，心想那小子怎么招惹到牛平了？紧接上集，供销社的经理牛平带着郑红梅来找广浩道歉，却被村民误认为是来找广浩麻烦的。牛经理啊，广浩其实不是我们石峰村的人，他可是城里下来的知青，而且他父亲还是……我现在是问他的家在哪里，跟他是不是知青有什么关系？你到底认不认识他家？不认识换个认识的村民来带路，磨磨唧唧的。村民们看到牛平冒火，更加坚定了他是过来找广浩麻烦的。哎呀，广浩这次干了啥事儿了？怎么惹得牛经理亲自下场？我听说爱国华每天都抓很多鱼货卖到供销社，现在供销社的牛经理又过来了，你们说这是啥意思？这还能是啥意思？绝对是广浩跟爱国华投机倒把，被牛经理抓到了现行。我之前就劝过他，随便抓几条鱼自己吃就行了。现在好了，投机倒把被抓到了，那可是要枪毙的。真的假的？肯定是真的。我3舅妈的2大爷的小姨子的3叔子就是公安。那完蛋了，这次爱国华和广浩跑不了，绝对要被拉去枪毙了。我知道广浩家在哪里，我带你们去。就在这时候，一人忽然在人群中举起了手，正是王大强的小弟。好，我们走。牛山看着牛平那态度，又听着村民们的议论，心里分外的焦急。他挥挥手，将自己的儿子喊到了身边。快去给艾小芳和爱国华报信，说有人要来枪毙广浩。艾小芳和李璐刚刚到地里，还没开始干活，只见牛村长的4儿子牛伯跑过来。艾小芳，你现在赶紧回家，你们家广浩和你大哥爱国华因为投机倒把被发现了，现在供销社牛平开着车过来抓人，听他们说还要直接枪毙他们呢。艾小芳直接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劈傻了，而广浩那边刚收完碗筷，准备上山打猎，却见一大群人来到了自己家里。走在最前面的是王大强的小弟，他脸上露出幸灾乐祸的笑容。广浩，你这次死定了。广浩听得一头雾水，皱了皱眉头，正想要问他们一群人来自己家干啥的时候，只听见身后传来一声怒吼：“你们这些坏人都给我滚开！谁也不准伤害我男人！”伴随着怒吼声，一根长长的竹竿就跟长矛一样直接捅了进来。王大强的小弟躲闪不得，被一竿子捅在腰子上，当时就躺在地上直抽抽。你们谁敢动我男人，我今天就跟他拼了！平常的艾小芳软软糯糯像个受气包，结果现在猛地来这一茬，反差感直接拉满。拼什么拼？有我在，还轮不到你来拼命，干啥这么火急火燎的？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些都是坏人，他们是过来枪毙你的。广浩哥，你赶紧走，我帮你拦着他们，你快跑啊！什么就枪毙我？我干啥了？牛平也被惊得嘴角抽搐。艾小芳同志，我们可不是过来枪毙广浩同志的，我就一供销社经理，我压根没有这个权利啊！我们是过来道歉的，真心诚意的道歉。对，我们只是来道歉的。艾小芳同志，
你能不能把竹竿先放下？什么？你们竟然是过来赔礼道歉的？真的假的？广浩到底是啥身份，还能让牛经理赔礼道歉？不是，就这么一个肩不能提手不能扛的知青，值得您这样的大人物亲自过来道歉？广浩这到底是什么人啊？在村民们震惊的议论声中，牛平满脸笑容地走到广浩的身边。广浩同志，之前是郑红梅同志做的不对，他的渔获价格没有给到位，而且他的服务态度也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这次带着他过来，诚挚的给广浩同志您道个歉，希望你能不计前嫌，我们一笑泯恩仇。说完，牛平朝着郑红梅扫了一眼，郑红英立刻懂事的走了过来，直接站在广浩的面前，90度鞠躬道歉。广浩兄弟，上次的事情我已经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只要你能原谅我，以后我绝对再也不为难你们，以后你们的渔获我最先收，价格绝对给的高高的。牛平亲自过来道歉，郑红梅更是弯腰鞠躬。要是换成一般人，不管有多大的仇，到这里也就消得差不多了。但是对广浩而言，王大强想要欺负艾小芳，而郑红梅想要当帮凶，就是触犯了广浩的逆鳞。对于仇人，他一般都采用一个原则，那就是把他踩到脚下，永不翻身的那种。想要我原谅你们，其实根本不用这么麻烦，只要牛经理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立马就可以跟你们供销社恢复合作。广浩同志，你想要什么条件？你放心，只要我做得到，并且遵纪守法，什么条件我都能同意。很简单，想要我重新把渔获卖给你，就给我把郑红梅开除了。你说什么？开除郑红梅啊？牛经理，你耳朵不好使吗？这么近都听不到。牛平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起来，郑红梅更是脸黑的就跟个锅底一样。广浩同志，你跟郑红梅的恩怨又不是什么血海深仇，大家彼此各退一步不就行了吗？非得弄成这样吗？牛经理，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啊！除非开除郑红梅，不然我的渔获一辈子也不可能再卖给供销社。听到这话，郑红梅悬着的心终于死了，龇牙咧嘴的看着广浩，直接破防。你个小兔崽子，给脸不要脸了是不？就凭你还想要开除我郑红梅，你他妈算老几？老娘背后有关系，你给我等着，以后老娘绝对弄死你。好了，郑红梅住嘴，你先去一边，我单独和广浩聊两句。郑红梅怒气冲冲的推到了一边，广浩也和牛经理来到另一边。广浩，我希望你要想清楚，我实话告诉你，郑红梅她上边的人你惹不起的。牛经理，他郑红梅想要联合王大强欺负我媳妇，你说我应不应该放过他？广浩，我既然来了，你的渔获明天就必须出现在供销社的货架上，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你明白吗？随着牛平几次示好，而广浩就是不松口，牛平也渐渐露出来他的真面目。牛经理，你说的什么？我不明白。广浩，供销社所有物品的价格都是我定的，所以呢，你想怎样？如果明天我看不见渔获，那你们是封村的人来我供销社买东西，全都要涨1倍的价，而且他们还会知道都是因为你的缘故。你要是不想被同村人戳脊梁骨，我劝你要想想清楚。听完牛平的话，广浩紧紧皱起了眉头。如果牛平真的涨了全村购买货品的价格，那到时候不用牛平出马，他们全村的人都会找上广浩，逼着他去销售渔获的。就在广浩愁眉不展时，一个供销社的员工突然跑了过来。大事不好了，牛经理，您快回去吧，供销社出大事了。牛平连忙走了过去，两人小声嘀咕了几句之后，牛平脸色大变，然后甚至都顾不得管广浩和郑红梅的事情，立马就走了。看到牛经理等人离开，艾小芳这才终于放松了下来，就跟生怕广浩消失了一样，紧紧地抱着他。围观的村民们看到这种情况，也都识趣的走。别怕，我不会有事儿的，这些人更是伤不了我，这辈子我都要好好的照顾你，所以不要担心了。这可是你说的，我们拉钩。小孩子嘛，还要拉钩？我不管就要拉钩。好好好，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完钩之后，广浩又安慰艾小芳几句，便匆匆地赶往龙口镇。他也想去看看供销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当他来到龙口镇，却发现供销社挤满了人，还有几辆警车，还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再结合今天张默过来报信时候说的不好，广浩不由好奇了起来。供销社这是干了啥伤天害理的事情？注意看，眼前这个女人是一个供销社的职员，但她却低价收购了已经臭了的猪肉，销售给了广大消费者。如今东窗事发，就连市长都给惊动了。紧接上集，广浩来到供销社，却发现几辆警车停在了门口。王富贵看到广浩来了，马上跑过来打招呼：“广浩兄弟，你咋来了？”刚才柳平和郑红梅来找我，让我把渔货卖给供销社，聊了一半人跑了，听说是供销社出事了，我就来看看。
你答应他们了吗？我可没答应，只要郑红梅一天留在供销社，我这鱼货就一天不给他们。幸亏你没答应，不然你今天可就惹上了大麻烦了。王富贵小声跟广浩解释原因，一切都还要回到1个星期之前的过期猪肉问题上说起。上次张铁送过来的过期猪肉都臭了，所以王富贵直接拒收。郑红梅却贪图小便宜，将这些猪肉全收购了过来，然后加工都没有加工，直接就卖给了顾客。这一下可不得了，吃了郑红梅的过期猪肉，有10几号人直接被送进了医院，一共有6个人被抢救了过来，剩下的7个撒手人寰，一下子死了7个人，就算是在这个年代也算是大事儿。听说市里面专门成立了专案小组来调查这件事情，但凡是碰过过期猪肉的人，都只有4个字：严惩不贷。冤枉！我真的是被冤枉的，我哪里知道那些猪肉会吃死人啊？要是知道，我怎么也不会把它卖给其他人啊！求求你们不要抓我，我真的是冤枉的。就在王富贵跟广浩说清楚前因后果之后，2名公安拖着大喊冤枉的郑红梅走了出来。老实点，胡市长都已经调查得这么清楚，你就乖乖认罪吧。这时候他忽然看到了广浩，就跟溺水之人抓到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压根都不管广浩能不能救他，伸手就开始给广浩求救。广浩兄弟，你口才好，你跟公安同志们解释一下，我真的不是故意的，那天你也在现场，我真不知道那猪肉吃了会死人的。广浩听了之后一脸懵逼，公安将吵闹的郑红梅强行送进了警车，然后板着一张脸朝着广浩走过来。广浩明白自己进了他们的怀疑名单，于是赶紧解释。公安同志，你别听郑红梅这疯婆子乱说，他们买猪肉的那天我确实在场，但我是让他们不要买，这可不关我的事儿。没错，那天张铁想要强迫我买过期猪肉，最后还是广浩兄弟阻止了我，并且答应给我提供山货。我这后面不是都跟张铁没有联系吗？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有了王富贵这个国营饭店经理的解释，公安们的脸色好看多了。对不起了，同志，这件事情影响重大，你跟我们进去和市长说明一下情况。广浩看了王富贵一眼，王富贵点点头，广浩只能跟他们一起走了。来到供销社，广浩才发现这里面的气氛才叫一个压抑，柜台都被挪到了一边，售货员们全蹲在地面，面如土色。胡市长和市公安局长都来了，2人坐在主位上，面沉如水。牛平和张铁正跪在地上，很明显，等待他们的命运跟郑红梅没啥太大的区别。胡市长看到公安又带了一个年轻人进来，阴沉的脸色更加的阴沉了。怎么回事？这件事情难不成还有其他牵扯的人员？报告，这位同志名叫广浩，是当天猪肉事件的参与者。据他所言，他并没有买卖过期猪肉，反而劝国营饭店王经理不要购买。作为这场事件的参与者，我只是带过来接受市长您的例行调查。听到这话，胡市长的脸色才好看了一点。别怕，小伙子，那天的事情是怎么样的？你再跟我们复述一遍就行了。广浩也没有藏着掖着，老老实实将那天发生的事情说清楚。听到他不止拒绝了张铁的建议，还强硬的要求王富贵不收他的货，胡市长和公安局长的脸色欣慰了很多。特别是后来听说广浩还专门给国营饭店送山货，胡市长的表情瞬间就变得感兴趣起来了。这样看来你和王富贵关系还不错啊。之前我在国营饭店吃过一个斑羚羊火锅，那味道我至今难忘。王富贵说不是他们店里面的厨师做的，而是他一个朋友做的，这个朋友难不成就是你？是的，胡市长，当天的火锅确实是我做的。一听这话，胡市长整个人都变得高兴起来，然后朝着广浩招了招手。等广浩走到身边，上下打量了他一下。不错，又年轻又有朝气，最关键的是还有那么好的手艺。正好我今天跟老邢还没有吃晚饭，不知道你今天可否有时间给我们再做一顿饭？可以是可以，不过这几天我都没有猎到斑羚羊，只能给你们随便炒2个菜，要是不合你胃口，你们可别介意。哈哈哈，怎么会能？你放心，我跟老邢不挑食，你说是吧，廖琴？那当然，当年打美国佬的时候，老子天天啃土豆都啃了1个多月。这位老邢竟然还是传说中的志愿军战士，广浩瞬间肃然起敬。广浩这边的事情了解清楚，接下来就是宣布张铁和牛平的处罚。最终张铁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牛平则是判处有期徒刑3年。郑红梅早就宣判了，广浩不知道他被判多久，不过他是主犯中的主犯，最少10年朝上。供销社的事情处理完之后，广浩便来到国营饭店的后厨。他一上手，整个国营饭店的人全都眼巴巴地看着他，看得他浑身不自在。都看着我干啥？你们没其他事吗？广浩兄弟，你就叫我们两手吧。胡市长和邢局长可是请都请不过来的贵客，结果你来了，硬是留在我们国营饭店吃饭，你这手艺还真是这个。算了算了，你们想看就看吧。广浩的手法大家伙都不陌生，更没有啥花里胡哨的颠勺技巧，但是他做出来的饭菜就是香，就是好吃。
这就是重生归来的超能力。广浩啊，要不你干脆别当猎户了，直接来我国营饭店当厨师，我把大厨的位置交给你，咋样？得了吧，在你这里当大厨，1个月的收获能有我1天的收获高吗？这话一出，直接把王富贵都干沉默了。别说大厨的工资1个月没有广浩1天高，就连他的工资也比不过广浩啊！这就是个纯畜生。谁家的猎人每天都能整100多斤的猎物吗？浩哥，胡市长让你一块儿去吃饭。看来胡市长是真喜欢你小子，你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然而广浩却是紧缩眉头，他意识到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单凭我做饭好吃，是不足以让市长和公安局长相邀吃饭的。难道是因为我之前和供销社有合作交易鱼货，所以怀疑我也参与销售臭了的猪肉？想来套我的话，看来等会要小心行事了。胡市长和邢局长虽然身居高位，却是2个非常好相处的人，特别是喝了点小酒，那更是完全放下了架子。想当初老子在上干里，一挺机枪守着对方一个团，打的那些美国老脑袋都不感冒。上次还说1个营，现在又生成1个团了，下次是不是要说1个师啊？嘿，你这人哪有这样揭短的？跟你喝酒没意思，哈哈哈。酒足饭饱，邢局长喝的有点多，几个公安带着他下去休息。餐桌上就只剩下广浩和胡市长。广浩，你这小家伙真不错，很有脑子。我还听说你之前还跟供销社送鱼货，又是山货又是鱼货，小伙子做生意的本事相当不错嘛。胡市长笑眯眯地看着广浩，看似在拉家常，广浩却心里咯噔一声，就知道堂堂一个市长吃饭让我上桌准没好事，看来卖山货和鱼货才是他今天过来找我的最主要的原因，难不成是我卖太多，涉及投机倒把了？投机倒把这可是个重罪，广浩一时之间竟然都不清楚应该怎么回答。重回70年代，面对一个市长的权力诱惑，广浩是否能够稳住心态？顶接上级，广浩以为市长要判他投机倒把的重罪，所以吓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别紧张，我可不是过来找你的麻烦的。实话跟你说吧，上面有想法，准备在我们嘉诚开展改革开放试点。你小子算是我见过最像生意人的一个人，所以想要跟你聊聊这方面的事情。听到这话，广浩算是把心放到了肚子里面。搞半天是改革开放的试点准备落到家常，所以胡市长相当于是做个简单的民调，看看老百姓对此是什么意见。作为一个来自70年后的重生者，你要跟我聊这些，我可就不困了。胡市长，对于改革开放，我还真有几个小小的看法。接下来广浩滔滔不绝地说了半个小时。刚开始胡市长只是面带微笑，后来脸色越来越沉重，到了最后，他更是直接打断了广浩的发言，然后找出了笔和纸。广浩同志，来继续说，我把你说的这些东西都记下来。半小时后，看着记录了几大篇的笔记，胡市长大为震撼。他今天找广浩过来，其实就只是单纯做个民调，想要看看一般老百姓如果听到改革开放会是个什么想法和态度。结果万万没想到，广浩竟然给他憋了个大的。广浩同志啊，万万没想到，你竟然对经济看得这么透彻。正好，我现在缺一位机要秘书。广浩同志，你要是有空的话，要不过来跟我当秘书？这话要是被王富贵听到，估计他会按着广浩的头同意。但是作为一个重生者，广浩是丝毫不感兴趣。不好意思，胡市长，我就一山野村夫，进不了城，也不想当什么官。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当机要秘书还是算了吧。见到广浩竟然拒绝了自己的要求，胡市长先是一愣，随后哈哈一笑。人各有志，既然您不愿意，那我也不强求。不过当不了我的机要秘书，当个挂职顾问总行了吧？广浩皱了皱眉头，其实他连顾问都不想当，白干事还没钱。不过一想到等到改革开放，自己作为顾问能够提前了解到很多信息，思考了半天，他终于勉为其难的点了点头。行吧。就在广浩跟胡市长聊天的时候，忽然有个中年人走了过来。胡市长，现在牛经理和郑红梅已经送进监狱了，供销社群龙无首，急需一个经理来主持大局，不然要耽误10几个乡村的正常生活，所以需要尽快提一名经理上来。你看提拔谁比较合适呢？把他们喊过来，我现在挑一个。很快，供销社剩余的售货员全都来到了国营饭店。胡市长打量了一圈这些售货员，最后竟然将目光移到了广浩身上。让这小子当我的秘书，竟然还挑3组4的，现在就让这小子尝尝权力的滋味，不然到时候这么好的秘书跑了，我可没办法找第二个。我对龙口镇的供销社情况不太了解，不过广浩同志，你作为龙口镇下属村落，应该对这个供销社情况很了解吧？来，这个经理就由你来指定吧。这话一出，全场静默。供销社可是国营单位，这里面的职位那可是妥妥的公务员级别，普通人不知道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多少的努力，才能爬上那个位置。而现在，广浩只要一句话，就能决定那个人是不是能成为经理。
胡市长，您别开玩笑了。我没有开玩笑，你比我了解这个供销社，而且你还跟他们合作过一段时间，你来选一点问题也没有。广浩认真的看了一眼胡市长，发现他眼中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这是真打算让他选供销社经理。广浩又扫视了一圈供销社售货员们，面对着广浩的目光，这些售货员一个个卑微的就跟哈巴狗一样，费尽心思只求广浩多看他们一眼。广浩心中升起一股掌握着别人生杀大权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如此的让人迷醉。这就是传说中的权力的滋味嘛，怪不得让那么多人前仆后继。既然要我选，那我就选他。胡市长，你看行吗？顺着广浩手指的方向，所有人目光都看了过去。只见瘦瘦小小的张默正一脸呆滞的站在那里，根本不敢相信这种好事儿会落到自己头上。我能问一下，广浩同志，你为啥要选择他吗？我跟张默打过几次交道，在所有售货员中，他是服务态度最好的。拉大人的初衷是为人民服务，自然要找个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当然，我只是建议，最终的选择权还是在你身上。权力的滋味确实很美妙，不过广浩也仅仅沉迷了一会儿。两世为人，他将什么东西都看得很通透。胡市长看到广浩竟然有这么清晰的认知，心中对他的满意度更上了几个档次，丝毫不被权力所动。每次遇到问题都直指核心，胡市长心中第一次对一个男人充满了渴望。我都说了让你选，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个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张默。张默现在脑子还是糊的，想不到这种好事能落到自己头上。好的，张默同志，以后你就是龙口镇供销社的新经理了。关于人事调动，到时候我会回去知会你们店长，好好加油，别辜负了广浩同志的看重哦。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都认为广浩和市长的关系非同一般。之后胡市长便坐着他的专车离开，张默则拉着广浩来到了一旁小胡同里。你有啥事儿啊？我还得去打猎呢。张默神秘兮兮的从兜里掏出了个小布包，直接塞到广浩的手中。广浩捏了捏小布包，瞬间脸色一沉，不用打开，广浩就知道这小布包里是钱，而且还是很多钱。张默，你这是什么意思？光明正大的贿赂我吗？不，我没有这个意思。浩哥，你们的鱼货在我们供销社出售，郑红梅其实一直压了你们价格，这是我给你们补偿的差价，这绝对没有贿赂你的意思，而是给你的一个交代。张默表情非常严肃的说道，他这一下倒是把广浩整笑了。你这小子有点意思，不过我提前说明，我跟胡市长可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所以你讨好我也屁用没有。浩哥，你真误会了，我真不是因为胡市长的关系，而是因为你这个人，你是第一个拿我张默当兄弟的，你就收着吧，我先撤了，供销社还有一大堆事情呢。说完，张默便跑了，生怕广浩再把钱退给他。广浩看着他离开的背影笑了笑，原本买枪的钱还差了点，现在加上这些钱足够了，等会就去买枪，终于能够拿到心心念念的 98K 了。钱终于凑够了，广浩走路的脚步都变得轻快了起来。广浩回到家，把买枪的钱拿好，便来到李军的住所。刚到门口，就看到了两个男人走了出来，仅仅一对视，广浩就感觉浑身鸡皮疙瘩起来了。这两人的眼神不对劲，这绝对不是什么好家伙。幸好这两人只是简单的对视了一眼，什么话也没说，就匆匆的离开了。是广浩兄弟啊，快进来吧。李军拉开房门，广浩终于收回了自己的余光，走进了李军的家里。李军的家里依旧是老样子，大批的枪械摆在院子里，搞得就跟个军火库一样。今天来找军哥，我还是为了那把 98K， 现在钱凑齐了，枪还在吧？哈哈哈，当然在，当然在。这么贵的枪，一般人可用不起。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钱凑齐了。李军转身进去，将 98K 拿了出来。广浩终于再一次拿到了心心念念的 98K， 简直是爱不释手。仔细检查了一遍，确认跟上次看的是同一把，没有任何的问题。广浩直接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了2500块钱，交给了李军，之后就马不停蹄地朝着鬼头山进发，准备找那群拦路的野猪试试火力。广浩的村里居然来了一头大花豹，顶接上级，广浩终于买到了 98K， 枪一到手，他就迫不及待地上了鬼头山，准备去试试火力。一到山上，广浩直接去水潭找大水牛，照例给牛哥弄了草料，喂饱大水牛之后，大水牛就跟个渣牛一样，甩甩尾巴就准备回内山。广浩则是叫住了大水牛，牛哥，今天别急着回去啊。大水牛充满灵性的叫了一声，似乎在询问广浩想要干嘛。牛哥，上次我不是被那群该死的野猪欺负惨了吗？今天我可是弄到了把好东西，必须回去好好的找一下场子。你跟我一起过去，要是情况不对，赶紧出来救我。放心，不白干，明天草料直接翻倍。大水牛哪里能听得懂他在说啥，敷衍的叫了一声。你不拒绝我就当你同意了哈。走走走，一会儿你就在后面接应我。大水牛不知道他要干啥，
不过一人一牛现在亲密的就跟家养的一样，只要广浩不牵着他下山，去哪儿大水牛都没意见。到了地方，将大水牛藏在林子后面，广浩则背着 98K 爬上了一棵视野良好的小树，便开始利用光学瞄准镜搜索野猪的踪迹。野猪群浑然不知道威胁的来临，他们还在小山坡后面慢悠悠地寻找着食物。广浩很快就锁定了一头待宰的母猪，扣动了扳机，母野猪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直接倒在地上，死的不能再死。巨大的声响和同伴的突然死亡惊动了野猪群，整个野猪群顿时变得暴躁起来，他们开始在领地里面不停地跑，好像在躲避什么看不见的敌人一样。忽然，代表死神的枪声再一次响彻山林，另一头野猪再次应声倒地，血腥味弥漫，野猪群更加的疯狂。野猪群漫无目的搜寻着敌人，终于在野猪强大的嗅觉提醒下，发现了树上的广浩。那头200多斤的大公猪也是野猪群的统领，他最先发现了广浩，朝着广浩身上的树木就是猛攻，200多斤的超大体型，再加上大公猪跑步的速度，饶是广浩紧紧地抓住树干，这一下都差点把他震飞出去。牛哥，赶紧出来救命啊！明天的草料直接翻倍！广浩紧紧地抱着树干，朝着身后的大水牛求救。听到广浩熟悉的声音，体重超过半吨的大水牛就跟坦克一样压了过来。广浩不由在心里感慨，幸好自己留了条后路呢，不然脑子一热，直接提枪过来就跟野猪群干。遇到这种情况，直接就完蛋了。大水牛入局，那对牛角明晃晃地对着大公猪，大水牛赤红着眼睛瞪着大公猪，意思很明确：滚蛋！暴躁的大公猪在大水牛的胁迫下，终于停下了猛烈的撞击。不过他依旧没有退去，野猪是十分记仇的生物，他跟广浩已经是不死不休的局面。大公猪愤怒地叫着，并且呼唤过来自己的族群，想要把大水牛先逼走。10几头野猪开始缓缓围了上来。大水牛虽然体型庞大，然而他最怕的就是群攻。不过大水牛依旧没有后退，而是不停地朝着树上的广浩哞哞狂叫，好像在提醒他赶紧跑路。不过广浩已经重新上膛，瞄准领头的大公猪，3番2次找老子的麻烦，拜拜吧你！大公猪脑袋中弹，瞬间毙命，野猪群瞬间慌乱了起来。这头大公猪可是他们的首领，首领死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广浩则趁着这个机会继续拉动两算，又是一头超过150斤的大野猪。接二连三的死亡终于让野猪群感觉到恐惧，他们不敢再留在这里，一个个撒丫子朝着内山跑了。广浩甚至没有来得及开出第5枪，野猪群就彻底跑了。野猪群全跑了，广浩这才从树上爬了下来，看着遍地的野猪尸体，饶是广浩都压不住嘴角的笑容。不错不错，4头150斤，一头200斤，800多斤呀！就算国营饭店按照最低1块钱一斤收购野猪肉，今天的收获也超过了800块钱。这可是70年代，1斤米2毛，一个月工资10几块，800块钱，这甚至都能重新起个小房子。这就是枪械提升的打猎效果。广浩乐得半天都合不拢嘴。牛哥，在这里帮我看一会儿，不要让其他动物拖走了我的猎物，我一会儿再回来。交代了一声大水牛，广浩便准备下山找自己的舅哥们来帮忙搬运。此时广浩的二舅哥艾国明正在牛心4山放羊，这里距离石峰村最多10多里地，土地肥沃，所以草料生长得很快。艾国明把这群羊照顾得很好，一个个膘肥体壮。他算了一下，这些羊大概还有1个月就能出栏了，到时候如果超过了石峰村的标准，他能够得到一笔不错的奖金。就在艾国明想着能有多少奖金时，忽然一抹黑影朝着羊群缓缓靠近，那黑影一下子扑倒一个苍蝇，羊群中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艾国明立马从地上爬了起来。现在是70年代，物资极其的匮乏，毫不夸张的说，这些羊的价值甚至比他的命还要重要。要是被什么东西伤到，就算把艾国华卖了都赔不起。他妈的，那个不长眼的畜生敢动我的羊！艾国明提着怒棍，满脸愤怒。然而当他看到袭击羊群的时候，他脸上愤怒瞬间消失，整个人更是被施展了定身术一样，呆呆愣愣地站在原地，动都不敢动一下。只见羊群中间出现了一头体长超过1米5，体重更是超过150斤的大花豹子，他此刻正在撕咬着一头山羊的血肉。艾国明赶紧一个转身，撒丫子就跑。救命啊！赶紧来人啊！山上有头大花豹子出来吃羊了！艾国明一路狂奔，直接跑到了公社找了村长。村长，大事不好了！牛心寺山上来了头大花豹子，它吃了我们村子的羊，赶紧带民兵队上去啊！时间迟了，我怕我们的羊都要被这头畜生糟蹋完。艾国明这话一出口，牛山整个人都傻了。石峰村中价值最高的就是艾国明放牧的那10几头山羊，眼看就要出栏了，能够给大家好好的改善一下生活。这要是被大花豹子给糟蹋，那村民们估计都要被气炸。干净地敲钟敲钟，让民兵队赶紧集合，马上就去牛心寺山。沉闷而悠长的钟声在整个石峰村响起，无论是正在田地里劳作的村民，还是正在山上采摘野菜的村妇，听到了这个钟声，都齐刷刷放下自己手中的事情，然后立马朝着人民公社赶了过去。怎么回事啊？村长怎么敲钟了？这都好10几年没有敲钟了，
突然听到钟声，差点没把我吓死，还以为日本鬼子又打过来了呢。乡亲们，牛心寺山上出来一头大花豹子，正在糟蹋我们的羊群。我朝中召集民兵，打算上山猎杀大花豹子，大家伙能来都过来，人越多越好。听到山羊正在被大花豹子糟蹋，村民们立刻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上山猎杀大花豹子。就这样，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地往牛心寺山冲了上去。到了地方，村长牛山带着民兵队伍找了一圈，结果别说大花豹子，就连豹子毛都没有发现一根。山羊们依旧在山上吃草，一切安静的就好像岁月静好一样。爱国民，你说牛心寺山上有大花豹子，现在豹子在哪里呢？你闲着没事逗我们开心是不？王大刚皱着眉头，颇为不悦地看着爱国民。王大刚，石峰村村支书，也正是王大强的父亲。村支书，我没有骗你，我真遇到了一头大花豹子，那个豹子就是在前面出现的，它一下子就扑倒了一只山羊，还当着我的面吃了起来。你们看，那还有血迹。爱国民指着地上的血迹解释道。看着地面的血迹，村民们对着大花豹子疯狂咒骂。然而王大刚却扫了扫地上的血迹，又抬头看了看爱国民，脸上露出一丝讥讽。不就是一滩血迹吗？是不是真的有大花豹子，还得打个问号呢？村支书，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难不成以为是我爱国民在骗你们？这可说不准，这一头山羊能卖200多块钱，谁知道你爱国民有没有生起什么歪心思？在70年代，一只即将出栏的山羊，那就是村里的命根子，却被一头大花豹当成了口粮。然而当村民上山搜捕大花豹时，连根毛都没有发现。嘿，你说奇怪不奇怪？那么大一头豹子，它怎么就一点踪迹都没有留下来呢？对呀，什么踪迹都没有，根本不像是一头豹子能干出来的事情。你们说，该不会是有人把咱们的羊给卖了，然后全都嫁祸给大花豹子吧？一个又一个怀疑的目光看得爱国民整个人都不好了，因为他就是村里负责饲养山羊的，也是他说的大花豹来了。王大刚，你他妈不要血口喷人！老子给村子里放了这么久的羊，要是有歪心思还用得到现在。今天就是有大花豹子过来袭击羊群。大花豹子，听你说了大半天的大花豹子了，大花豹子在哪儿呢？我哪里知道他去哪儿了？我看到他咬死了一头山羊，就不敢留在这里，赶紧回村里叫人过来了。够了，爱国民，不要再狡辩了。我现在充分怀疑，就是你自己把山羊拿出去偷偷藏起来，然后将这一切都嫁祸给并不存在的大花豹子。一听这话，爱国民心都凉了半截，他死死地瞪着王大刚，不知道他为啥这么污蔑自己。村民们也都觉得王大刚这个村支书分析的很有道理，一个个开始转变了态度。爱国民，你不会真的把山羊偷偷藏起来了吧？嘿，你还真别说，最近艾家和广浩一家子吃穿用度一下子就上来了，这些钱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操，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爱国民，你个畜生，这些山羊都是属于我们集体所有的，你凭什么给老子贪污了？村民们那叫一个群情激愤，他们冲到爱国民面前，对着他就是一顿群打。不是老子藏起来了，老子就从来没有干过这种生儿子没屁眼的事情。就在村民们对着爱国民拳打脚踢的时候，艾家的几个兄弟和艾小芳拼了命地冲进了人群，将鼻青脸肿的爱国民硬生生拖了出来。看着爱国民身上的伤痕，艾小芳的眼泪唰地落了下来。你们欺负人，我二哥说了不是他干的，你们为什么还要打他？山里来了大花豹子，伤了牲口，这种事情又不是我二哥的错，你们太过分了。呵呵，如果真的有大花豹子，那这件事情就算了。可现在大花豹子在哪里呢？我们找了一圈，豹子毛都没有见到一根。爱国民，赶紧把山羊交出来！老子一家全指望这些山羊过冬了。你要是交不出这些山羊，我拖你一起下水！村民们已经完全被王大刚坚信就是爱国民把山羊藏起来了，眼见势不可挡，爱国华马上把王老三喊过快来：“快，去喊广浩过来！他平时主意最多，现在只有他能救艾老二了。要是再让大家伙动起手来，他们会把艾老二活活打死了。”王老三一点头，马上朝山下跑去。此时的广浩刚从爱国华家出来，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广浩决定去公社看看情况。二哥负责给村里放羊，公社的人肯定知道他在哪里。结果刚走了没几步，他忽然瞥到路边的林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一闪而逝，体型还十分的庞大。广浩瞬间吓得汗毛直竖，他迅速从背上将 98K 拿了下来，压好子弹，然后开始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刚走没几步，广浩就发现前面的树上有水滴落下，他缓缓抬头，只见树上趴着一头体型超过1.5米的大花豹子，下落的水滴正是他的口水。看到广浩发现了自己，大花豹子发出一声惊天的怒吼，幸好广浩早就拿好了枪，压好了子弹，所以在看到豹子的一瞬间，广浩立刻举枪就开始射击。大花豹子的左腿爆射出一团血花，疼得他发出凄厉的叫声。当下他不敢再停留在这里，纵身一跃，直接从树下跳了下来。
然后朝着鬼头山的方向就是一路狂奔。广浩根本就追不上。操！竟然让这个该死的畜生跑了！别赶紧告诉村长他们，不然这畜生盘踞在我们村附近，早晚会伤到人。广浩收好枪，加快脚步朝着公社赶过去，想要尽快把这个消息告诉村长牛山。结果还没有到公社门口，就看到王老三朝着自己跑过来，一边跑还一边大喊：“不好了，出事了，出大事了！爱国民放的山羊丢了，村支书非说是爱国民藏起来的，现在村民们要他把山羊交出来，交不出来就要打死他。广浩，你赶紧想想办法，救救爱国民啊！”一听这话，广浩瞬间眼睛都红了，马上跟着王老三去了牛心寺山。此时爱国民那边双方还在对峙，艾家这边只有5兄弟和艾小芳，就算再加上李路，也根本拦不住这么多人。村长牛山看到这种情况，皱了皱眉头：“王支书，有什么事情好好说，不用直接动手吧，让村民们都别这么激动啊。”呵呵，牛村长，让村民们停下来没问题啊，让爱国民将山羊交出来，他们自然会停手。现在还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是爱国民把山羊藏起来了。可问题是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有大花豹子来过啊，烧了2头山羊，这还是马上要出栏的山羊，那可是200多的收入。村长大人，这个损失总得有人承担吧？难道这200多块钱你出吗？王大刚这话一出，牛山顿时哑火。作为村长，他1个月的额外工资就10几块钱，200多块钱差不多是他好几年的工资，他根本就出不起。这200块我来出。就在此时，广浩和王老三也赶了过来。经过王老三一路的讲解，广浩心里已经有了计较。二舅哥，我知道你是被人冤枉的，你说的大花豹子我看到过，就在我们村子旁边的柏杨梨附近。那妹夫，你赶紧给我作证啊！二舅哥，别急，如果现在我出面解释清楚，你这顿打不就白挨了？王大刚这么针对我们怎么能就这么算了？你相信我，我保证给他们憋一坨大的。征得了爱国民的同意，广浩直接宣布道：“这2头羊确实是弄丢了，值多少钱？我们现在按照全额进行赔付。另外，我二舅哥也主动放弃放羊的工作，希望大家能够原谅他这次的错误。我在这里给大家说声对不起了。”爱国民还以为广浩有什么惊天大计，结果没想到他竟然把屎盆子直接稳稳当当的端了起来，他整个人都傻了。早点承认不就行了，还白白挨一顿打。就是我早就觉得艾老二心思不纯正了。既然艾老二承认了错误，那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广志清既然愿意赔钱，那么出了240块，以后大家就不能再找艾老二的麻烦了。看到广浩出头，牛山赶紧出来拍板决定。牛山定的价格相当的合理，村民们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大家伙都同意，甚至广浩都已经准备掏钱了。王大刚忽然走了出来：“等一下，王支书，你又想怎么样呢？你们的账算的不对，我刚刚清点了一下羊群，发现爱国民弄丢的羊是准备留种的母羊。母羊这玩意儿可是能生小羊的，所以这点钱打发谁呢？必须翻1倍，让村里再卖2头母羊。”其实这话就有点无理取闹的意思。就算那2头丢失的山羊是准备育种的母羊，羊群里面现在还有10几头山羊，重新找2头母羊育种也不是不行。王支书，你这是故意找我们一家人的麻烦是吗？呵呵，这不是你广浩先找我们家麻烦的吗？你先是打了我儿子，又把我3姐郑红梅送进去了10年，我3姐被判了10年。广浩，我也不怕实话告诉你，今天还只是开始，以后有你好果子。行，那我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看是你王支书先把我弄死，还是我把你跟你3姐一起送进去。村支书为了争夺山羊的饲养权，故意污蔑养殖员，还把他暴打了一顿。然而广浩来了后，竟然直接把黑锅接了下来，而且还赔了400块钱。妹夫，你今天是啥意思啊？山羊就是被大花豹吃了，不是我弄丢的，为什么非要把屎盆子接过来？现在我丢了工作，你还赔了那么多钱，简直是血亏啊！那头大花豹知道我们村里的羊个个膘肥体壮，他肯定还会来的，所以放羊这份工作不只是个美差，反而是个大坑陷阱，甚至还有可能会送命。到时候等大花豹真正现身，二舅哥你的园区自然洗刷的干干净净。看看，还是咱妹夫脑子转得快。行了，二弟，别想太多，妹夫说的准没错。没错，等豹子现身，二哥的冤屈自然就没了，而且到时候还能再去找王大刚的麻烦。对，这次妹夫做得很对，二哥你就暂时受点气，问题不大。艾家5个哥哥都到齐了，广浩自然不会就让他们干坐在这里。鬼头山上还有5头野猪躺在那里。大舅哥，我正好打到了几头猎物，你们跟我去把猎物抬下来吧。随后广浩便领着艾家5兄弟朝着鬼头山的方向走去。而此时的王大刚家里来了一个年轻人，带了一大堆的礼物。支书啊，放羊的工作就交给我，我保证把这些山羊照看得比我们父母还要好。照顾就不用了，
这些山羊马上就要出来了，只要你别跟艾老二一样把山羊弄丢了，一切都好说。那绝对不会，这些山羊就是我的命，村支书您就放心好了。看着孙明一直不提正事儿，王大刚皱着眉头有些不悦。放羊可是个美差啊，过来找我的人很多。这样吧，你明天再过来，我给你留个报名的好位置。啥？村支书，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我给你50块钱，放羊的工作就交给我。您可是1个月之前就答应过我了。是，我确实答应过你，但是你也知道是1个月前，现在这些山羊又长了1个月，那叫一个膘肥体壮，不知道要多卖多少钱呢。王大刚眯着眼睛，眼睛里面全是贪婪。我知道了，支书，等这批羊卖了，我再给您50。看到这小子终于肯提价，王大刚脸上才重新露出笑容。放羊是个非常轻松的活计，每天把羊赶到牛心寺山上去吃草就行了，剩下的时间随便你怎么安排。所以孙明才愿意出100块钱拿下这份工作。哈哈哈，看你小子，跟你开个玩笑就急成这副样子。行了，明天直接过来报道吧。等孙明走后，王大强来到了王大刚身边。爸，你安排孙明去放羊，要不要换个地方？爱国民不是说牛心寺山上有大花豹子吗？到时候再伤到这群羊可就不好了。什么大花豹子？绝对是爱国民这个家伙把山羊弄丢了，然后搞个什么大花豹子出来。你别想这些有的没的。听说龙口镇国营饭店和店长不干了，现在文经理和王经理2个人要开始争夺店长的职位。你跟文经理打好关系，他要是能上位，你就能去国营饭店工作，总好过你天天在村子里吊儿郎当。知道了。王大强听着父亲的唠叨，悻悻地回了一声。另一边，广浩一行人也来到了鬼头山的山脚。看到阴气森森的鬼头山，爱国华率先停下了脚步。妹夫，你是不是走错了地方？我们都快要钻到鬼头山来了，不能继续往前走了。再继续往前走，可就要惊动丰都大帝了。大舅哥，这鬼头山就是一普通的原始大山，根本就没有什么丰都大帝。我最近都是在这鬼头山上狩猎的，一点事情都没有。啥玩意儿？你竟然是在鬼头山上打猎？我的天老爷，你疯了吗？丰都大帝求您千万不要跟我妹夫计较，他就是个愣头小子，冲撞了大帝，您可千万不要生气。下次鬼节我一定多给您烧点金银纸钱。听着爱国华的念念有词，广浩真是又无语又感动。我的大舅哥，你就别拜了。如果丰都大帝真的不喜欢我，那我上了这么久的鬼头山，早就被他收拾了。说明丰都大帝不止不介意，相反，他还非常喜欢我，所以跟着我上山，保准没事。对于大舅哥这种状态，你越说他是封建迷信越没用，因为他对这些东西早就深信不疑了。你要是顺着他的说话，换个思路，说不定还有点。按照你这么说，好像还真是哎。那必须的，我这人体质特殊，从小就招这些东西的喜欢。你小子，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既然丰都大帝喜欢你，那应该没事。不过你小子记得鬼节的时候给大帝上香，多感谢一下他老人家。就这样，靠着封建迷信，广浩终于把大舅哥们骗上了。轻车熟路的一直来到了猎杀大野猪的地方。抬眼一看，大水牛不停地在原地转，脑袋更是时不时往内山的方向看，一副想要离开又怕耽误到广浩事情的纠结样子。辛苦你了，牛哥，你有事情就先去忙活吧。艾家5个哥哥看到这个，整个人都惊呆了。广浩不仅和一头大水牛关系很好的样子，还猎杀了几头大野猪，不止个个膘肥体壮，特别是野猪头领，那后腿健硕的就跟个成年人一样。这玩意儿要是炖成蹄膀，不知道有多香。广浩，这些都是你自己一个人狩猎的？今天找你们过来就是帮忙把这些野猪抬下去。你们也看到了，这么多野猪，我一个人可抬不动。其他4个舅哥已经被震惊的说不出话了，完全不敢相信眼前的猎物是一个肩不能抗手不能提的知青打到的。赶紧的过来搬运野猪吧，留一头我们自己吃，剩下的全拉到国营饭店出售。招呼着艾家5兄弟帮忙，6兄弟联手，终于在5点钟之前将足足5头大野猪搬到了鬼头山下，然后又带着艾家兄弟紧赶慢赶，最终在6点钟的时候成功将野猪送到了国营饭店。时间卡得刚刚好，几个大老爷们累得都快晕过去了。歇了一会，广浩便找来了王富贵。王哥啊，我想你帮我申请个卡车驾驶员，每天下午过来帮忙运输，费用我照给，你看行不行？广浩兄弟，你也知道，负责运输的卡车和我供销社不是一个部门，有些时候我甚至都要看他们的脸色。不过既然广浩兄弟你有需求，那我到时候厚着脸皮去问问看。70年代运输资源稀缺无比，驾驶员就跟大熊猫一样的稀缺。没关系，有卡车帮忙送一下东西，我这边就能方便一点。如果实在没有的话，我到时候弄个板车，慢是慢了一点，不过也能送。之后王富贵便把野猪的钱结算了，一共975。艾家几兄弟人都看傻了。我的乖乖，我出生到现在就没见过这么多钱。1天1000，1个月就是3万，我的妈呀！
1个月整出3个万元户，妹夫这是要上天了呀！嘿嘿，舅哥们，羡慕的话要不要跟着我干？正好我这边缺人，跟着我打到猎物，我们五五分账。妹夫，你真缺人手啊！我现在放羊的工作没了，正好不知道干些什么，我可以跟着你一起去打猎。真缺人手啊，缺的我做梦都想。3哥、4哥、5哥，你们有空也一起过来帮我呀！我这边手里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做事情还是有始有终比较好。等我这边忙完了，到时候你要是还缺人，我再过来帮你吧。我也是，这马上就要农忙了，我可还承担着3亩地的收成任务，最少也要等田地里面的任务完成才够工分，不然我们家工分任务没有完成，可是要被批斗了。等到农忙过后，3哥和4哥可以上山来帮你，我就不用了，我还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5哥爱国父是哀家5个兄弟中最聪明的一个，上一世广浩能翻案，他起到了最大的作用。好吧，舅哥没有自己的事情，我就不强求了。等几人休息好了，便起身离开了国营饭店。小伙上山打猎，竟然遇到了狼王。紧接上集，广浩带着第一次打猎的爱国民来到了鬼头山。爱国民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看到什么都想打一枪。妹夫，快看，那里有一只好肥的斑鸠啊！赶紧打，赶紧打！广浩抬眼看了过去，这只斑鸠确实肥，足足有5两。不过广浩却根本不放在眼里，因为但凡是体重没有超过20斤的生物，用 98K 打都是亏本的。舅哥啊，一颗子弹下去，估计那斑鸠的鸟头都剩不下半颗了，放人家一条生路吧。之后带着爱国华来到外山的水潭喂大水牛。广浩在喂过大水牛之后吹了个口哨，等待了没有几分钟，一道金色的身影就在山林中跳跃出来。金丝猴看到广浩来找他，高兴的上蹿下跳。广浩被他可爱的动作逗得哈哈大笑，拿出一块奶糖喂给他。爱国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聪明漂亮的金丝猴，忍不住伸出手也想要摸一摸。然而小兰看到他伸手，顿时不满地皱了皱眉头，直接跳到了广浩身上。妹夫啊，你给这些动物灌了啥迷魂汤？他们怎么那么喜欢你？给我摸摸都不干。哪里有什么迷魂汤？小兰很有灵性，你跟她相处久了，她自然愿意跟你亲热。好吧，不过我们今天到底要去哪里狩猎啊？这一路上我遇到了好多猎物，结果你都看不上。你看到的小东西没啥意思，我们今天带着小兰一起去内山打猎，这小家伙可厉害了，总是能发现大宝贝。随后2人一猴开始前往内山，一踏入内山，就跟来到了蘑菇的天堂一样，高原、密林，地面上充满了腐殖质，这一切都给蘑菇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地面上到处都是各种蘑菇，口菇、松茸、剑手青、牛肝菌。我的天啊，这么多好东西！松茸、猴头菇，妹夫，你先等等我，我把这些装一下，这些可都是顶级山货啊！爱国民撅着屁股在地上捡蘑菇，捡的那叫一个不亦乐乎。口菇就别要了，卖不了几个钱。松茸也便宜，少弄一点回家自己吃就行了。剑手青和猴头菇不错，这2个可以多弄一点，其他不值钱的就不要了。嘱咐了一句二舅哥，广浩便带着小兰在附近继续搜寻。就在广浩还在探查的时候，小兰忽然发出一连串的叫声，这个声音表示他有新发现了。穿过密林，广浩顺着小兰所在的方向看了过去，瞬间亚麻呆住了。这边是一片石林，虽然树木很少，但是这里却盘踞着一大群的斑羚羊，这就是广浩一直心心念念想要找到的斑羚羊栖息地。压上子弹，广浩瞄准最近的一头斑羚羊，一声枪响，斑羚羊应声倒地，简单的就跟在夜市玩气枪小游戏一样。枪声惊动了正在捡蘑菇的爱国民，他终于舍得将目光从地上抬起。我操，这怎么这么多斑羚羊？我们要发财了！广阔的石林，一大群斑羚羊正在觅食。就算广浩刚刚开枪猎杀了一只斑羚羊，剩下的斑羚羊只是远远的看着他，一点也没有惊慌失措的样子。那么大的族群，每天自然死亡的斑羚羊都有好几头，挂了一只根本引不起族群的注意。妹夫给我玩一下，我来试试看能不能打到一只。行，不过我们今天猎杀2只羊就够了，不要捕杀太多。另外正在哺乳和怀孕的母羊不杀，羊群首领不杀，还没有成年的小羊不杀，其他随便你。明白了，那头上有白毛的不属于你的3不杀原则吧？爱国民指了指前面不远处的一头斑羚羊，广浩看了过去，这是一头雄性斑羚羊，已经成年，完全符合猎杀标准。可以，没问题。爱国民瞄准了半天，然后再扣动扳机射击，期间斑羚羊甚至没动，就跟个傻子一样歪着头看着他瞄准。砰的一声响后，子弹如同闪电一般命中了斑羚羊旁边的一块石头。斑羚羊吓了一跳，不再傻乎乎的看着爱国民，而是一溜烟就朝着石林的方向逃窜。用习惯了火喷子，一打就是一大群，你这打子弹的猎枪我还真搞不懂。算了算了，给你，下次我搞个火喷子，再给你露一手。爱国民不想继续丢脸，将 98K 还给了广浩。广浩哈哈一笑，也不戳穿二舅哥小小的自尊心，抬手就是一枪。正在逃跑的斑羚羊被一击毙命。爱国民看到这一幕，感觉更臊皮了，于是连忙过去准备把那头斑羚羊抬回来。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头灰褐色的影子从石林旁边窜了出来，他一口咬定死亡的喷液，然后朝着艾国明龇牙咧嘴。艾国明一看这灰色身影，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这个半途冲出来打算抢走猎物的，竟然是一头灰褐色的成年巨狼。二舅哥，千万不要用后背对着他，你慢慢的后退，不要怕，眼睛一定要直视他。因为艾国明跟狼距离实在太近，广浩生怕一枪没有打死巨型野狼，反而激发了他的凶性，暴起伤人。这头狼比一般的狼大了整整一圈，而且看他的样子，神态十分的威武霸气，要是放在狼群里，绝对是头狼级别的人物。艾国明按照广浩的提醒，正面直视着巨型野狼，然后一步步后退。巨型野狼不停地发出低沉的嘶吼，他前爪不停地移动，应该是随时想要扑杀过去。然而正面面对艾国明，他又有些忌惮，所以一直僵持着。艾国明缓缓退到了安全范围，在这个范围，就算广浩失手，也能有机会开出第二枪。广浩眯着眼睛，准备开枪击毙这头抢夺自己猎物的巨型野狼。然而就在这时候，这头巨型野狼却似乎感受到什么，目光从艾国明身上挪开，然后落到了广浩的身上。面对广浩，巨型野狼竟然不再龇牙咧嘴，而是松开广浩的猎物，然后跟艾国明一样，直视着广浩，开始缓缓后退。广浩的手指都已经放在了扳机上，看到巨型野狼这副样子，不由停下了手上的动作。好聪明的巨型野狼，竟然这么懂得审时度势。广浩缓缓放下猎枪，然后仔细打量着这头巨型野狼。一般成年狼体重在40到60斤左右，而这头70多斤的狼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巨狼了。这么大一头狼，估计是某个狼群的头狼，而且它的右腿好像受了很严重的伤，不止行动不便，甚至还有赤红的鲜血缓缓流下来。这家伙确实是狼群头狼，不过却是一头争夺头狼位置失败的狼，怪不得躲在石林后面抢夺猎物，估计是他后腿的伤情很严重，甚至无法进行正常捕猎行为，所以才会抢夺我的猎物。既然是被狼群驱逐的失败者，广浩可不会客气，重新举起了 98K。狼皮可是非常值钱的玩意，更别说还是这么大一头巨狼的狼皮。感受着广浩的杀意，巨型野狼最后竟然直接挺起来，他趴在地上，埋着脑袋，嘴巴里面不停地发出呜咽声。如果是别人，估计搞不懂这头狼在干啥。然而广浩上一世身为护林员，自然也明白一些动物的习性，所以他瞬间明白了过来，这头狼竟然在对自己表示臣服。狼是一种极具社会性的动物，他们会对自己的首领忠贞不二。妹夫，你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把这该死的畜生给毙了！这么大一头狼，要是躲在暗处偷袭我们可防不住。等等，先别急，这头狼有点意思。广浩不止没有开枪，反而松开了自己的枪口。当然，他并没有完全放下警惕之心，98K 依旧牢牢地握在手上。只要这头巨型野狼有任何异动，广浩会立刻开枪，不讲任何情面。过来！看到广浩不止没有开枪猎杀巨型野狼，反而伸手召唤巨型野狼，艾国明吓得汗毛都立了起来，立马抽出了背后的弯刀，硬顶着恐惧站在广浩身后。要是巨型野狼敢扑过来，他就冲上去跟他拼命。听到广浩的呼喊，巨型野狼抬起了自己的脑袋，他先是小声的叫了一声，然后甩了甩自己的尾巴。狼的尾巴一直是趴在屁股上的，但这并不代表巨型野狼不会摇尾巴，它也会摇尾巴，只不过它只会对自己的头领摇尾巴。巨型野狼爬起来，一瘸一拐的靠近了广浩，离得越近，艾国明就越是紧张，握着弯刀的手指都在泛白。紧接上集，狼王一瘸一拐的来到了广浩和艾国明面前，他小心翼翼的看了一眼广浩，忽然猛地抬起头，张开了犬齿密布的嘴巴。艾国明瞬间脸色大变，正准备下手的时候，结果巨型野狼并没有选择攻击广浩，而是伸出自己的大舌头，在广浩的脸上一阵狂舔。你这家伙很有眼力见嘛！行，以后跟着我，保证你以后吃香的喝辣的。广浩伸出手抚摸野狼的脑袋，狼毛入手的感觉比狗毛差远了，狗毛软乎乎的，但是狼毛却很硬，很扎手，看到就跟哈巴狗一样的野狼，艾国明整个人都傻了。这一路又是猴子又是大水牛，现在就连这么大一头巨型野狼也被收服，他不得不怀疑广浩有啥特殊体质。之后广浩便开始检查野狼的伤口，发现他后背全是一个又一个伤口，右腿更是被撕开了超过10厘米的大口子。受了这么重的伤，这家伙绝对是在争夺头狼失败之后，又被狼群逐出了队伍。一般头狼之争后，狼群为了表达自己的忠诚，会主动攻击失败者，大部分争夺狼群的失败者会直接死在狼群的围攻之中。你老实在这里待着，等我一会儿，我给你弄点草药来处理伤口。妹夫，你刚刚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啊？难不成你有什么超能力，随便喊2声就能收服一头动物？哈哈哈，我哪里有什么超能力，只是因为这头狼实在太聪明了，所以他才会选择臣服。太聪明了，这是啥意思啊？我怎么没懂呢？狼，特别是头狼，是个非常聪明的动物，它们的智商跟7、8岁的孩子没有区别。它一开始就藏在石林身后，亲眼看到了我们猎杀2头斑羚羊，因此在我将 98K 对着它的时候，它知道我一旦扣动扳机，它必死无疑，所以它才选择臣服。
而且他很清楚，就算抢了我们的猎物，他也活不了几天。所以他干脆拼一下，看看我能不能救他。我之所以能够收服这头巨型野狼，全都是靠的运气，明白了吗？听完了他的解释，艾国明虽然依旧有些懵逼的样子，不过却连连点头。之后，广浩带着艾国明在内山转了20多分钟，背兜里面就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草药。广浩将这些草药带回石林，然后随手捡了块石头将它碾压成药汁。但是敷药汁有最大的问题，那就是野狼腿上的伤口已经腐烂化脓了。就这样把药汁敷上去，伤腿根本就吸收不到药汁。想要药草发挥全部的功效，就只能将这些腐肉全部剔除。你的伤口已经腐烂了，所以我要把这些腐肉全给你刮了。你必须忍住，不准对我下口。你要是敢下口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你，明白吗？广浩煞有介事地跟巨型野狼说清楚情况。妹夫，你跟他说这些，他根本就听不懂。你用草绳把他拴好，然后我拿着你的猎枪帮你守着。只要这畜生敢龇牙，我直接一枪崩了他。然而让广浩和艾国明震惊的事情发生了，这头巨型野狼竟然就跟听懂了广浩的话一样，直接躺在地上，伸出自己的伤腿，还把自己的脑袋主动扭到一边，一副任君采撷的模样。你这家伙还真是聪明，今天遇上我，算你走运，这点伤不算什么。虽然巨型野狼主动躺下，不过该做的安全措施还是得做，依然让二舅哥艾国明拿着 98K 守着，一切准备就绪。广浩这才开始拿出随身携带的小刀，抓着小刀就是一划拉，一大坨腐肉被他直接挖了出来。巨型野狼疼浑身都在颤抖，虽然伤口已经是腐肉，不过神经还是能清晰的感觉到痛感，所以这一刀下去，差点没让他疯了。别动，要是腐肉驱除不干净，你这条腿就废了。巨型野狼凄惨的叫声响彻了整个内山。挖干净腐肉后，敷上广浩特制的药草，巨型野狼最后嗓子都叫哑了。不过这家伙叫归叫，却从来没想过咬广浩一口，算是通过了广浩的初级意志力考验。是个好苗子，以后好好养，说不定能成为最顶级的猎犬，不应该说是猎狼。做完这一切，广浩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就地将他猎杀的斑羚羊解剖，然后将不好卖的内脏全扔给了巨型野狼。这些东西应该够你吃2天了，你先好好养伤，我明天再来看你。广浩又给了金丝猴小兰一颗糖，帮我照顾一下这头蠢狼，明天我再过来看你们。小兰接过糖，小脑袋点的就跟小鸡啄米一样。广浩也不知道他到底听没听懂，笑了笑，然后带上猎物招呼着艾国明下山。今天上山依旧收获满满，2头最少60多斤的斑羚羊，还有最少100多斤各种萝卜山货。哥俩马不停蹄地来到国营饭店销售上品，一进后厨就看到一个留着山羊胡的中年人正在训斥着国营饭店的服务员们。服务员们被他训斥的就跟孙子一样，大气都不敢出一个。这家伙是谁啊？这么大的威风！我也不清楚，不过能训斥服务员，地位最少也是国营饭店经理，甚至还有可能是国营饭店店长。我们就等着他忙完再说吧。训斥了10多分钟，山羊胡终于结束了自己的长篇大论，然后眼神轻蔑地扫了广浩和艾国明一眼。你们2个，这是国营饭店的后厨，闲杂人等不得入内。你们是干什么的？山羊胡的轻蔑让广浩微微皱了皱眉头，不过看在王富贵的面子上，广浩并没有发作。我叫广浩，这是我舅哥艾国明，我们是专门过来给国营饭店送山货的。国营饭店现在山货都是从我们这边拿的，领导你不知道吗？没错没错，温经理，这就是我之前跟您提过的广浩，我们现在国营饭店的肉食全仰望他了。听到刘刚的解释，温国良的脸上这才露出了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紧接着他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快步走到广浩的面前，热情地跟他握了握手。原来你就是广浩同志啊！听说广浩同志可相当的不得了，除了狩猎能力强悍以外，还有着一手的好厨艺，甚至就连胡市长都对你赞不绝口。你这样的人才不加入我们国营饭店真是可惜了。这样，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直接来国营饭店，有我的举荐，保证你能成功当上8大员之一的服务员。温国良摆出一副以后跟着我混，保证你能吃香喝辣的表情，结果广浩却只是笑了笑。多谢领导的好意，不过我当山野村夫当惯了，让我来国营饭店伺候人，这工作我可做不习惯。我过来主要是卖山货的，领导还是称一下山货吧。广浩的理据让温国良愣了一下，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都抛出了服务员这块筹码，广浩竟然一点也不动心。看来这山野村夫胃口大得很啊！不过这小子不只对国营饭店非常的重要，甚至还深受胡市长的宠爱，必须将他拉拢成自己人。哈哈，广浩同志就是心急，我还会少你的秤吗？刘刚怎么一点眼力见都没有，过来帮忙称货啊！温国良带着刘刚给广浩称货，其中斑羚羊一共125斤，按照4块1斤的收购价，足足有500块钱。其他猴头菇、剑手青也都是极品山货，总共卖了462块，合计一共962块，一天收获又是小1000。广浩觉得没啥，温国良付钱的时候却手都在抖。
我的天，这家伙也太他妈会赚钱了吧！一天就是小1000，比老子1年的工资都还要高。不行，这家伙必须收到我的手下。以后靠着这家伙的山货，老子不止店长的职位能够板上钉钉，以后更是能靠着他赚得盆满钵满。想到了这里，温国良表现得更加热情了。广浩兄弟，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非同凡响。实不相瞒，我们的马店长就要退休了，我马上就能成为真正的店长。你以后跟着我，我当店长，你来当经理，我们一起携手把国营饭店做大做强，你说好不好呀？重回70年代，小伙为了让自己战斗力翻倍，竟然去供销社购买长长的薄袜子。紧接上集，广浩靠着山货又挣了962块钱。国营饭店的准店长温国良开始给广浩拼命的递橄榄枝，结果广浩却根本不屑一顾。多谢温经理的好意，不过我对饭店经理没有什么兴趣。哎，别走啊，广浩，我们再聊聊。等广浩走后，温国华回到了他的办公室生闷气。他想不通广浩在哪里猎到的斑羚羊和那么多上好的山货。此时，一个猥琐的年轻人来到了他的办公室，正是广浩村里的恶霸王大强。温经理您好，我是王大刚的儿子王大强，这是我和我父亲送您的一点小小心意。我记得你爹是石峰村的村支书吧？上次见过一面。温国良摸了摸自己的山羊胡子，然后不着痕迹地将王大强递过来的小布包收到手上，轻轻一捏，不用打开，温国良就知道这里最少有100多块。你说来就来吧，还带什么礼物呢？下次可不能这样了。说吧，这次找我有什么事情？温经理，你看我也老大不小了，所以想要找个稳定一点的工作，想请温经理帮个忙，让我能够进国营饭店当个服务员。事成之后，我和我爹再亲自过来谢谢您。这话的意思就很简单了，这100多块钱只是定金，只要能够给他职位，到时候还有后路。温国良人精一个，自然明白他这话的意思，装模作样的思考了一下。看你这小伙子长得这么精神，给你个职位也没有问题。不过我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去帮我调查一下。什么事？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帮温经理。很简单，你不是石峰村的人吗？你爸还是石峰村的村支书，你给我调查一下，你们村那个叫广浩的，他到底在哪里狩猎？为什么每天都能弄到小1000的山货？听到这话，王大强先是一愣，随后就跟见了鬼一样一蹦3尺高。温经理，广浩是谁我倒是知道，但是一天找到小1000的山货，您不是在开玩笑吧？石峰村周边但凡有野菜的地方都被我们薅光了，能够打到一只斑鸠就算是烧高香的了，弄到小1000的山货绝对不可能。我亲自收的山货，我还能不知道吗？让你去调查就去调查，你咋这么多废话呢？你到底做不做？不做有的是人去做。对不起，刚刚是我有些太激动了。温经理您放心，我从明天开始一定死死地盯着广浩，保证连他一天拉几泡屎都调查得清清楚楚。这还差不多。行了，还有没有其他事情？没有的话就回去吧，到时候有结果了随时过来告诉我。是，温经理。看到李大强转身离开的背影，温国良脸上露出一个阴森的笑容。广浩是吧？让你跟着我混还不乐意？不就是仗着自己能找到山货吗？得意个什么劲儿？等我知道了你是去哪里搞到那么多的山货，老子就找人整死你！小兔崽子，给脸不要脸！广浩浑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温国良盯上了，他现在正在供销社这边买东西。张默啊，你这里有没有那种东西？广浩朝着张默眨了眨眼睛，还顺带摸了摸自己的大腿，露出一副男人都懂的表情。张默先是一愣，随后露出一脸了然的笑容。有，必须有。浩哥，这个您看看，纯进口西班牙大苍蝇，保证一颗下去，浩哥您就是出水的蛟龙，呼风唤雨，手拿把掐。滚犊子！我不是要这玩意儿，你浩哥我身体好着呢，不需要这些东西不？我想要问你的是，你这里有没有丝袜？丝袜？那东西是啥？丝袜呀，就是女人腿上穿的袜子，不过它比一般的袜子更长、更细腻。你这里有没有啊？没有的话，下次去城里给我进点回。早说是长袜子嘛，浩哥你等一下。张默打开柜台，找出一大堆的袜子，让广浩自己选。广浩最后还真在袜子中找到了一双肉色的丝袜。妹夫啊，这玩意儿又长又薄，一用力就扯坏了，你买这干啥？你不懂，这是晚上穿的。艾国明表示很疑惑，为什么晚上还要穿袜子？广浩也没打算解释，这几双款式太丑了，只能随便凑合。你啥时候进城里进一点款式新颖的？最主要的是颜色尽量给我选白色和黑色的，我比较喜欢这2种。卧槽，浩哥，不过只是一双袜子，你要求咋这么高？呵呵，不懂得享受的原始人，说了你也不明白。就在广浩正在数落张默的时候，门外忽然传来一个声音：
张经理，您要的自行车送过来了，要摆在哪里呢？就放那吧，等会我来弄。听到张默和售货员的对话，广浩有些吃惊。自行车在70年代可是妥妥的大件商品，这玩意儿在那个时候的价值跟现在小汽车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一般的自行车都在专门的车行进行购买，供销社是不进行销售的。你居然进自行车了？你这供销社还能卖这玩意儿吗？这你就不懂了吗？前几天上面的领导专门跟我们打了一声招呼，说是以后我们嘉诚要开始什么试点，以后想要买什么东西都不用票据了。工业票这玩意儿就很难弄了，需要各种手续才能申请，而且名额极其的稀少。真不要票吗？那给我来一辆。没问题，而且我给你内部价，原价300，你给250直接骑走就行了。什么250？我给你251，别找了。付了钱，广浩迫不及待地在镇上兜了一圈，看到广浩骑着崭新的自行车，好几个女同志秋波暗送，甚至有几个正在鼓起勇气准备上来搭讪。这简直就是70年代的劳斯莱斯。这车真不错，二舅哥快上车，我们赶紧回去给我媳妇炫耀一下新自行车。这家伙多大的人了，拿到了自行车怎么就跟个小孩子一样？就在广浩骑着自行车往家里走的时候，他的媳妇艾小芳正在面临着骚扰。原来是屠宰场的厂长孙伟不知道从哪里置换过来的2手自行车，一个漂亮的甩尾停在了屠宰场门口。在老娘们滔滔不绝的赞叹中，他走到了艾小芳的身边，然后就跟变魔术一样，从背后拿出了一朵野菊花。刚刚骑车回来的路上，刚好看到路边有一朵漂亮的鲜花，它跟你是这么的搭配，所以我把它摘下来送给你，希望你能喜欢。帅哥、美女、鲜花，这3个要素让屠宰场的几个老娘们瞬间兴奋过来。看不出来，孙伟不只有钱有本事，还这么会讨女孩子的欢心。可是不对啊，艾小芳不是已经结婚了吗？这样明目张胆的勾引有妇之夫会不会不太好啊？有什么不好的？就广浩那个废物，除了好看，屁用没有，天天在家里游手好闲。要我说呀，早点离了算了，跟着人家孙伟吃香的喝辣的，多好吗？艾小芳听着老娘们的议论，再看着自己面前的野菊花，一张娇俏的脸变得比腊月的寒冰还要冷。你们几个臭老娘们不准说我广浩哥，我广浩哥才不是废物。孙伟，我提醒你注意一下分寸，我现在已经结婚了，所以你不要再在我面前搞这些有的没的，不然我就告诉我几个哥哥，让他们过来揍你。说完，艾小芳一把抓过野菊花，然后放在地下，梆梆2脚将野菊花踩得粉碎。男人仗着自己的厂长身份，公然追求有夫之妇。紧接上集，广浩回到家后，从二舅哥口中得知自己的媳妇背着他偷偷的打零工挣钱，随后便一脸愤怒的前往自己媳妇打工的屠宰场。广浩心里很清楚，他媳妇艾小芳很可能已经怀有身孕，这个时候不能再过度劳累。当他赶到屠宰场时，才发现艾小芳正被人骚扰。小芳，我知道你看中广浩那小子有学问，但是现在这个年代有学问有个屁用，他能让你吃个饱穿的暖吗？只要你跟了我，凭借我的狩猎手艺，能让你天天吃上肉食，年年都有新衣服穿。你放屁！我广浩哥长得比你好看，心地比你善良，就连本事也比你大不知道多少倍。你每天打几只小斑鸠就沾沾自喜，我广浩哥一天狩猎的成果说出来都能吓死你。哼，少在这里吹牛了。艾小芳，这里我才是厂长，你的工钱不想要了吗？就在这时，一阵自行车铃声响起。哎呀，不好意思，孙哥你小心一点，我第一次骑自行车，把握不好方向。没刹车，你这二货快点刹车啊！刹车？那个是刹车啊，我不明白啊。说话间，广浩的自行车便和孙伟来了个亲密接触，孙伟直接栽倒在旁边的臭水沟里，几声吞咽口水的声音响起，在场的几个老娘们都惊呆了。他们都知道这片臭水沟可是从来都没有清理过，里边什么阿杂的东西都有。孙伟爬出臭水沟之后，吐的胆汁都出来了，还是感觉嘴巴里有一股清奇的味道，直冲脑门。好你个广浩，竟然敢把我撞到臭水沟里面去！今天这件事情老子跟你没完。一个屠宰场负责人，还真把自己当成一颗葱了是吧？敢调戏我老婆，今天撞你进臭水沟都是对得起你的。还有下次，老子直接干废你的3条腿。公社也不会说半句不是，你信不信？一听这话，孙伟心里不由得一慌。现在流氓罪抓得非常严，要是艾小芳真指控自己，再加上屠宰场的员工作证，到时候就完蛋了。你神气什么？要不是我妈刚刚叫我回家吃饭，我非和你大战300回合。说完，孙伟就一溜烟的跑了。广浩冷哼一声，随后也带着艾小芳回到了家中。广浩哥，我错了。你错在哪里了？我错在偷偷出去找零工，却没有跟老公说。广浩本来想要好好的给艾小芳一个教训，但看着艾小芳这梨花带雨的模样，心又软了下来。小芳，知道为啥我一直强调你上工做完自己的任务就行了，千万不要把自己累到，那是因为你怀孕了。这话一出，艾小芳先是一愣，随后猛地抬起头。你说啥？我怀孕了？
对啊，前段时间你不是身体不好，吃什么吐什么吗？其实这就是标准的妊娠反应。艾小芳听完之后，脸上露出一副傻乎乎的笑容，双手抚摸着自己平坦的小肚子。我怀孕了，我要给广浩哥生小宝宝了。看着媳妇傻乎乎的样子，广浩忍不住抚摸着她的头发，整个房间都充斥着暧昧的味道。最后还是艾小芳率先发起了进攻。就在关键时刻，广浩从衣柜里翻出来了今天才带回来的丝袜。爸，广浩哥，你不是想要那个吗？做那个穿袜子干啥？加工素。广浩回家之后，那是春宵满堂，美不胜收。相比之下，孙伟家就惨多了，血水和废水灌了一肚子，纵然胆汁都吐出来了，孙伟依旧感觉到一股恶臭。就在他坐在家里歪歪怎么收拾广浩的时候，忽然看到王大强走进来。当初孙伟可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才从王大强父亲手中得到屠宰场厂长这个职务，因此看到了王大强，孙伟立刻满脸都是阿谀奉承。哟，王大少爷，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您快请坐。这什么味道？怎么臭烘烘的？孙伟，你们家旱厕是不是没有盖好？孙伟脸色顿时非常难看，这哪里是旱厕没有盖好，这分明是他的嘴巴里的味道。对，我家旱厕早就满了，一直忘记清理了。您就让乡亲们帮着弄一下就行了。行了，不说这个了。王少爷，您大晚上的过来，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王大强总觉得这个味道好像又有点不太像是旱厕的味道。不过现在可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他找孙伟有正事。你这几天给我盯紧广浩，搞清楚他到底在哪里狩猎，为什么能弄到1000多块钱的山货？什么玩意？1000块？广浩打到1000块的猎物？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定是别人骗你的。王大少爷，您可千万不要相信。告诉我这个消息的可是国营饭店温经理，他有什么必要骗我吗？无论你信也好，不信也罢，从明天开始，你什么都别做，就跟我把广浩跟死了，明白了吗？王大强直接下达了死命令。虽然孙伟还是不相信，不过王大强下达的任务，他可不敢忤逆，只能乖乖的点头答应下来。第二天一大早，二舅哥就来到了广浩家，想要广浩带着他去买把猎枪。广浩想了想，现在二舅哥已经准备跟他上山打猎，是应该买把枪，便答应了下来。于是便带着二舅哥去往李军那里。只是广浩不知道的是，后边一个鬼鬼祟祟的人跟了上来。不一会，两人来到了李军门口，三长一短，敲了敲门。很快，房门裂开了一条缝隙。今天一早，我这左眼就狂跳，我就知道今天一定有大生意上门。果不其然，哈哈！广浩兄弟，快请进。两人来到院子里，艾国明便被那满满一院子的军火吓到。军哥，给我挑一把88式步枪吧。李军低头在地上挑挑拣拣，最后扔过来一把88式步枪。9成新，正宗工厂出来的玩意儿，好用又皮实，绝对的好东西。这可不是火喷的，这是正统的军用步枪，一枪下去，就算是一头成年野猪都能被打死。广浩看出二舅哥看中了这把枪，便直接付了钱。一切搞定后，广浩带着艾国明准备回鬼头山。结果就在他们要走的时候，门口忽然走进来一个人，正是李军的小弟李威，手上还拎着一个被打昏的人。兄弟，你是不是惹到了什么麻烦呢？有条小尾巴一路跟着你。小尾巴跟踪我。广浩一脸懵。时间来到几分钟前，孙伟跟着车辙印一路来到李军院门口，只看到了广浩的自行车，不能确定广浩是不是进了院里，便决定爬上墙头看看情况。李军可是投机倒把的军火贩子，自然在自己的房屋周围布满了眼线，因此孙伟一踏入李军的领域，就被李威发现，看到这小子还在扒拉墙头，直接过去偷袭，给打昏了过去。卧槽，怎么是孙伟？他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原来你们认识他，难道这还是你们的朋友？那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李卫，赶紧给这位兄弟松绑。不，这可不是我的朋友。昨天在屠宰场，我还亲眼看到这孙子想要调戏我老婆，然后被我狠狠收拾了一顿。一听这话，李军态度顿时变了，一脚就踹了下去。他妈的，竟然敢对我广浩兄弟的老婆动手动脚，好大的狗蛋！兄弟，你昨天才收拾过他，他今天偷偷摸摸的跟着你，绝对没有安好心。要不要我帮你直接把这家伙处理了？只要1000块钱，保证这家伙将永远消失。男人明明是村里的屠宰场厂长，却被村支书的儿子逼着偷偷跟踪村里的知青。就在他准备爬墙头偷看时，却被一个彪形大汉打昏了过去。兄弟，只要1000块钱，我保证这家伙将永远消失。处理他不着急，其实我更想知道他跟着我到底是想要干什么。李威哥，你帮我个忙，把这家伙的嘴巴撬开。没问题，我保证待会儿就连这货老妈穿的裤衩子颜色都给你问出来。说完，彪形大汉直接把人拎了起来，走进了一间小黑屋里。半小时不到，大汉就笑嘻嘻的走出了小黑屋。这小子就是软骨头，没2下就全招了。说是你们村的王大强要他来跟着你，
看你是在哪打猎的，他们也想分杯羹。广浩现在最大的秘密就是鬼头山上的丰富资源，他很清楚，凭借着这些原始资源，很快就能实现财富自由。所以在短期之内，广浩不会让任何人知道鬼头山的真正秘密。要不是今天抓到了孙伟，我的计划就全部泡汤了。该死的王大强竟然和我玩阴呢！妹夫，这个混蛋绝对不能留，让军哥把他处理了吧。你要是缺钱，我去找大哥拿，不然这家伙留着以后绝对是个巨大的隐患。艾国明也知道孙伟会造成多大的麻烦，不惜代价想要处理掉孙伟。然而广浩却皱着眉头，思考着什么东西。哈哈，广浩兄弟，你放心，处理人和做军火生意，我都是专业的。只要你交给我，保证没有任何人能够联想到你身上。我不是在质疑军哥你的专业，而是处理掉这个人毫无意义。对了，威哥，你在审讯孙伟的时候没有透露过我的信息吧？当然没有，现在那孙子还以为是自己不小心遇到了惹不起的大佬，正跪在小黑屋给我们磕头呢，完全不知道你的事情。既然这样的话，麻烦军哥警告他一下，就把他放了吧，不用再关着他了。不是，妹夫，现在可不是妇人之仁的时候啊！你把孙伟放了，他回去之后绝对还要继续跟踪我们。要是让他知道了我们的狩猎地址，最后一定会过来跟我们抢猎物啊！二舅哥，我不是妇人之仁，王大强他三番两次的找我们麻烦，真当我们一家是软柿子。这次我们就新仇旧账一起算。二舅哥，你就听我的，把孙伟放了。你等会跟我去一个地方，你就明白了。说完，广浩就带着二舅哥离开，不一会就来到了一家丧葬店门口。妹夫啊，我们不是要商量怎么保住鬼头山吗？你到丧葬店来干啥啊？因为这里就有我们保住鬼头山的办法。广浩他在艾国明耳边嘀嘀咕咕说了大堆，艾国明的眼神逐渐亮了起来。二舅哥，你现在绕路回村里，把大舅哥和三舅哥他们几个都喊到鬼头山上等我。随后两人便开始了分开行动。另一边孙伟也被放了出来，因为不知道广浩去了哪里，他只能在村口守着等广浩回来。就在他等得不耐烦的时候，一辆崭新的28大杠正由远及近的骑行过来，车子上的人正是广浩。他妈的，终于等到你了，老子还以为你不回来呢。孙伟低声骂了一句。等广浩过了一段距离，孙伟才从草丛中出来，然后小跑着一路跟上了广浩。然而孙伟没有发现，原本和广浩一起的艾国明却没有回来。广浩回到家，把自行车停好，就出发去了鬼头山。来到鬼头山脚下，广浩没有丝毫犹豫，直接上了山。身后的孙伟却停下了脚步。身为石峰村的原住民，孙伟对鬼头山可一点也不陌生。从出生到现在，村里人都喜欢讲这座山到底有多么的邪门。什么山上是丰都大帝的道场，只要上山就会被牛头马面勾走三魂七魄。什么山上还有野狼精和老虎精，站起来足足几米高，一口一个猎户都不带吐骨头的。他奶奶的，广浩这250竟然敢上鬼头山打猎，胆真肥，怪不得能打到几百斤的猎物。这鬼头山已经有几百年没有人上去过，山上的猎物绝对多到数都数不。孙伟想到山上的猎物，便壮着胆子上了鬼头山。结果一踏入鬼头山，他只感觉周围的温度瞬间下降了好几度，冷风吹得他鸡皮疙瘩长了一身。这地方是真的邪门，外面热得很，里面却冷得要死。一个人上去总感觉心慌慌的。算了，干脆还是把王大强一起拉上吧。想到了这里，孙伟赶紧退回去，浑然没有发现密林中广浩那双深邃的眼睛一直落在他的身上。猎人和猎物的身份在此正式完成了对调。半个小时后，孙伟不仅把王大强喊了，还有几个王大强的小弟也跟了上来，而且王大强还专门找民兵队接了几把架。一群人浩浩荡荡的来到了鬼头山。然而这么强大的阵容，王大强是死。孙伟啊，我们就这样贸然上山，会不会冲撞到丰都大帝？我的王大少爷啊，鬼头山上哪有什么神神鬼鬼的啊？建国之后，动物不准成精，这可是那位伟人亲口说的。话是这样说没错，不过上次王老二家的小儿子贪玩去了鬼头山，结果回来之后就发了几个星期的高烧。现在人都是傻的，万一我们人多，惹到丰都大帝不高兴，让我们全部变傻子，那我们岂不是亏大了？孙伟看着王大强絮絮叨叨的，明显是疯了，于是直接下了个猛药。王大少爷，这说1000到1万，该不会是您自己怕了吧？我王大少爷何许人也，还怕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吗？王大强是真怕，不过现在被拆穿，只感觉老脸一红。老子从出生到现在就不知道怕字怎么写，不就是去鬼头山吗？怕个锤子！老子走最前面，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威猛。哥几个跟我上！看到王大强终于上当，孙伟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可是当几人进了鬼头山，原本叫嚣着走在最前面的王大强又开始怂了。哎呀，我感觉我腿脚好像崴了。二麻子，铁蛋过来扶着我。王大强找了个蹩脚的理由，悄悄缩到了队伍的正中间。孙伟看着他这副样子，很是不屑的撇了撇嘴。他其实也有些害怕上鬼头山，不过一想到广浩一天就能在这边打到100多斤肉食，
孙伟心中的贪欲战胜了害怕。广浩上的，我们凭什么上不得？而且广浩他还不是我们石峰村的原住民，所以就算丰都大帝生气，到时候最先收拾的也是他，绝对不是我们。王大少爷，跟着我上。孙伟硬着头皮冲进了鬼头山，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密林之中。王大强咬了咬牙，孙伟说的没错，我们才是本地人，丰都大帝要收拾也是收拾广浩这个外地人。兄弟们，给我上！顺着小路，孙伟一行人很快就进入了外山。进入外山之后，孙伟等人直接惊呆了，漫山遍野全是各种各样的动物，2斤重的驼驼鸡，3斤重七彩山鸡，还有灌木丛中不停跳跃的兔子。无论哪一种动物，在外面都要被大家伙抢头破血流，而在鬼头山，他们多的就抓不完一样，到处都是。发财了，这下我们可发了大财了。这些驼驼鸡可是极品，1斤最少要卖到3块多。还有松茸、野兔、梅花鹿。你们看前面正在跳动的是不是斑羚羊？这玩意儿可是4块多1斤。兄弟们，还等什么？抄家伙干！鬼头山的富饶让孙伟一行人陷入了彻底的迷茫，手中的猎枪就跟炒豆子一样，开始砰砰乱射。深山老林中，一群人肆无忌惮地猎杀林中动物，所过之地无一生还。就在此时，树林中忽然飞来了几张纸片，其中一张正好落在了一人脸上。小伙撕下纸片，定睛一看，顿时吓得一个机灵。这哪里是纸片，这分明是一张黄纸，烧给死人的黄纸。强哥，不对劲，好像有脏东西啊！你在说什么屁话呢？赶紧给我打猎物去！敢耽误老子发财，你小子不想活了！强哥，我刚见到了几张黄纸，这鬼头山除了我们就没有其他人，怎么会有烧给死人的黄纸啊？强哥，不对劲啊！二麻子的话让王大强兴奋的神经渐渐冷却了下来，他朝着二麻子刚刚遇到黄纸的方向看了过去，瞬间吓得他头皮发麻。只见密林深处忽然飘下来无数的黄色纸钱，而且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密林中忽然出现了很多个纸人，这些纸人一看就是丧葬店里面出售的陪嫁纸人，他们就这么出现在密林之中，朱砂点出来的通红的眼睛，眨也不眨的盯王大强一行人。卧槽，有鬼啊！在场的所有人都齐刷刷的看了过去，瞬间吓得冷汗直冒。卧槽，哪里来的黄纸和纸人？不会是丰都大帝来了吧？黄纸漫天，纸人开路，说不定真的是丰都大帝来了。强哥，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啊？还能怎么办？快跑！大家别慌，这明显是有人装神弄鬼，你们都忘了吗？鬼头山上除了我们还有广浩在，这一定是他在这里装神弄鬼。广浩，老子知道是你，给我出来！孙伟是个猎人，作为一个猎人，为了守一头猎物，整夜的待在山上不回家都是常有的事情，所以对于神神鬼鬼这些东西，孙伟胆子可比王大强等人大多了。何方小小，竟敢闯入我的道场，还不速速退去！是丰都大帝的声音，绝对是丰都大帝的声音！我就知道这鬼头山是大帝的道场，我们这些凡人不能随便上来。没错没错，我祖奶奶跟我说过，黄纸和纸人过后，就是牛头马面前来索命了，大家快跑啊！几人扛起猎物就跑，好像生怕跑慢了就要被牛头马面追上来。入我道场，杀我信徒，现在还敢带走我信徒的血液，其罪当诛！低沉雄浑的声音再次响起，紧接着一阵破锣一般极富刺耳的声音响起，只听见那边跑得最快的那个小弟右腿直接炸开，整个人脚步一稳，摔倒在地上。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就跟按下了暂停键一样，所有人都不敢再继续逃跑了。刚刚发生了什么？铁蛋的腿怎么就断了？我知道了，丰都大帝刚刚说这些动物都是他的信徒，铁蛋想要拿走他信徒的血肉，所以他降下了神罚。兄弟们，赶紧把东西都放下！众人把手里的猎物放下后，破锣一般的声音顿时消失不见。一群人刚松了口气，孙伟却忽然朝着林中放了一枪。装神弄鬼，广浩，别他妈以为我不知道是你在后面放冷枪，你破锣声音再大，老子也能听到枪响。孙伟躲在树木后面，紧张的直吞口水。其实他也不知道密林中到底是广浩还是丰都大帝。刚刚破锣的声音很吵，孙伟只是在锣声中似乎听到了一声枪响。大胆狂徒，竟然还质疑我的身份！牛头狼卫，给我把这个狂徒的魂魄勾入阴曹地府！低沉雄浑的声音再次响起，只见密林中隐隐出现一个巨大的牛头和狼头，众人定睛一看，瞬间吓得魂飞魄散。妈妈呀，真的有鬼啊！冤有头，债有主，是孙伟带我们进来的。您要报仇就找他，快跑啊！别管那个沙比了。老大都跑了，剩下的小弟哪里还敢留在这里？一个个突跌很能力，飞快，不一会的功夫，整个密林就只剩下了孙伟一个人。随着牛头和狼头步步逼近，一股无形的压力快要把孙伟压垮了。装神弄鬼，这一切都是你们装神弄鬼！我不信，我不相信这世界上有鬼！孙伟突破疯魔，直接对着
就是一枪，生锈的弹簧在高强度的工作下直接炸开，猝不及防间，破碎的弹片呼了孙伟一脸，紧绷的神经在这一刻终于断了。他将这一次的巧合当成了神力，不顾自己鲜血淋漓的脸颊，直接扔掉枪，朝着山下一路狂奔。有鬼，哈哈哈，真的有鬼啊！随着孙伟的离开，密林之中出现了几个身影，正是广浩和他的5个大舅哥。经过这么一下，以后就算把这些孙子绑上鬼头山，他们估计都不敢再上来。说真的，这读过书的脑子真是好使啊！妹夫，你怎么就想到用这个方法来吓唬王大强他们的呢？很简单，村里人因为害怕那些妖魔鬼怪的东西，所以祖祖辈辈的人都不敢上鬼头山。想要让他们断绝打探鬼头山的想法，那就还是得从这方面入手。现在看来收效还不错。之后，广浩几兄弟便来到了王大强一行人狩猎过的外山。到了地方，挨家几兄弟，包括广浩，都直接惊呆了。只见原本富饶的外山已经血流成河，各种猎物的尸体几乎堆积成了一座小山。最关键的是，这些猎物很多都是没有成年的小幼崽。这些牲口，这么小的山鸡也要猎杀，留着人家长大一点。对啊，我们刚上山的时候，这里可谓是到处都是动物，现在他们竟然把这些动物全部给杀光了。所以真的不能让这些人随便上山，这些人就跟个强盗一样，鬼头山就算再富饶，也扛不住他们这样疯狂的猎杀啊！几个舅哥发出自己的感慨。广浩看着小山一般的猎物，心中也非常的不是滋味。在上一世鬼头山被开发之后，无数的猎人开始涌入鬼头山，他们就跟现在的王大强差不多，甚至比王大强还要疯狂。行了，别说这些有的没的了，这么多的猎物，我们必须赶快处理了，放在这山上，到明天可就臭了。五舅哥说的对，我们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先想办法把这些猎物送到国营饭店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随后几人便开始商量如何把这堆积成山的猎物运走，最终决定让广浩去供销社借用一下他们的板车。同一时间，王大强一行人鬼吼鬼叫的从鬼头山跑下来，将整个石峰村的人都惊动了。王大强的父亲也在第一时间赶了过来，甚至就连正在岷江河捕鱼的王老三都赶回来看热闹。看到这么多人，王大强恐惧的心暂时稳定了一点，他开始讲述在鬼头山上遇到的一切。听完王大强的讲述，原本还围着他的村民们瞬间散开，一个个就跟看瘟神一样的看着他们一行人。爸，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要被风斗大帝勾走魂魄，我不要变成傻子，你救救我，救救我！王大刚皱着的眉头就没有放松过。身为公职人员，对于神神鬼鬼这些，他原本是不相信，正要安慰儿子几句，结果话还没有出口，一旁已经疯了的孙伟一下子扑到了王大强的身上，他一口咬住王大强的耳朵，然后开始拼命的撕咬，瞬间咬得血肉模糊。男人的耳朵被一个疯子一口咬下，只见那个疯子又哭又笑的，再搭配着他满脸鲜血的脸庞，真是怎么看怎么恐怖。所以就算石峰村所有村民都在场，看到这疯狂的一幕，都没有人赶过来帮忙拉架。我的耳朵，我的耳朵！哈哈哈，是你让我跟踪广浩的，都是你，都是你！现在招惹了风都大帝，你也要跟我一起受惩罚，你也要受到惩罚！哈哈哈！广浩，怎么又是这个小混蛋？他可真是我们家的克星！快，你们两个快把王大强抬去卫生院！回过神来的村支书马上让王大强的小弟抬着他去往卫生院。整个现场就剩下孙伟一个人，嘴巴里面又是哭又是笑，看起来瘆人的很。村民们不敢帮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发疯。另一边，广浩倒是没工夫去看王大强和孙伟的热闹。此时他正在去往供销社借板车的路上，刚出村口，就见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正沿着狭窄的乡道缓缓开了过来。就在广浩疑惑哪里来的大卡车时，卡车的车门被打开，王富贵从卡车上跳了下来。哈哈哈，广浩兄弟，你上次不是说山货不好运输吗？刚好今天吴志明同志接替了张铁之前的驾驶工作，以后就让吴同志来帮你运输山货。广浩刚还在发愁，山上几千斤的山货怎么才能拉到国营饭店？现在有了这辆大卡车，问题直接迎刃而解。哈哈哈，王哥啊王哥，我现在正在愁运输的问题，你就给我弄了一辆卡车过来，你可真是我的大救星。你的事情那就是兄弟我的事情，我肯定是要给你放在心上的。不过在这里我提前跟你说好，吴志明同志可不能白白过来，毕竟人家的车也是要烧汽油的，所以一趟你就需要给他1块钱的油钱，这点没有关系吧？没问题，当然没问题。今天的货物比较多，我到时候就给你10块钱的油钱吧。不用，我从市区到龙口镇也用不了10块钱的油钱。吴志明一看就是刚参加工作没有多久的年轻人，虽然也是8大员之一，却一点也没有张铁和郑红梅身上的恶习，给人感觉相当的舒服。其实这才是这个年代年轻人的真正面貌。要的，我今天的货物有点多，不就是帮忙拉一点山货吗？那有什么多的？我这车再重好几吨呢，一点山货就跟空车没啥区别。吴志明很热情，死活不让广浩加油费。
帮老百姓运送一点山货。做这种事情就跟雷锋一样，只能感觉胸口的徽章越发的鲜艳。当然，这个想法在看到解放牌卡车都被堆到帽间之后就破灭了。在吴志明的印象中，山货能够有多少？2只野鸡，1倍都野菜，撑死了。结果广浩爬了多少下来？一车，足足1卡车。这尼玛是把方圆百里的野生动物都赶尽杀绝了吗？不是，这些到底是野生动物，还是你们家后院自己养的啊？你怎么就能弄那么多？这也太夸张了吧！运气好，运气好而已。对了，小周同志，这个邮费你还是收下吧，不然这么多东西，我实在有点不好意思。吴志明嫩脸一红，这下不敢说区一点点山货，几千斤山货运到的国营饭店，10块钱邮费，真不多。上了车，广浩跟着吴志明和王富贵一起往3人挤在驾驶室里，王富贵不由叹了口气：“广浩兄弟，你这批货打算怎么办？我这国营饭店体量小，根本吃不下这么多货物，我最多给你消化1000斤，剩下的你可能还要自己想办法。”听到王富贵的话，广浩的心咯噔就是一下。王哥，你这边消化不了，那能不能帮我给城里的国营饭店联系一下？现在这个天气，肉食可留不得，需要尽快把这些肉食全都消化掉。城里面的国营饭店也是1天进1次货，能够满足当天的需求就行了。所以就算现在去城里的国营饭店，恐怕他们也吃不下这么多山货。小周同志说的对，国营饭店一般都是当天早上进货，能够满足1天的用餐需求量就行了。所以他们最多能够收个几十斤山货，几千斤想要卖掉有点难。这下广浩算是彻底陷入了困境，几千斤山货，要是就这么浪费了，他要心疼死。想到这里，广浩对王大强那群人就恨之入骨。这群混蛋不管不顾乱杀一通，不止严重影响到了外山的生态环境，现在数量过多，卖都卖不掉，真是一群沙比。这些山货都是极品，要是就这么放臭了，那就太可惜了。这样吧，我们先把国营饭店的山货卸了，然后我跟你一起去一趟城里，我陪着你一家国营饭店一家国营饭店的问，到时候能消耗多少就消耗多少，最后实在卖不掉，我们就低价处理给市区屠宰场，你看可以吗？因为屠宰场自身就是出肉食的地方，所以他们的收购价会压得非常的低。只能这样了，那就麻烦王哥和小周同志了。小周同志你放心，邮费我包了。行，反正我今天也没啥事儿，你们需要去哪里只管说就行了。3人说话间，解放牌大卡车就已经到了国营饭店的门口，几人刚下车就看到迎面驶来了一辆黑色轿车，车辆刚刚停稳，胡贵强就推开车门走了出来。我就说了，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们又见面了，广浩同志，你上次跟我提的改革开放几个建议，我回去又想了想，觉得很有深度啊。来，今晚我们边喝边谈。小子，你可不知道胡市长在我面前好一顿夸你，今天我倒要看看你能有什么独特的见解。今天我可没空，胡市长、邢局长，要不下次吧，下次再约。你能有什么事情，连我这个市长的面子都不给？胡贵强一把抓住广浩的手，摆出一副老子今天赖定了，别想逃的表情。是这样的，我今天运气比较好，弄到了几千斤肉食，王经理只能消化1000斤，剩下的我得赶紧往城里送。啥玩意儿？几千斤肉食？你哪里去打这么多猎物啊？嘿嘿，运气比较好。广浩打了个哈哈，看到广浩不想说，胡贵强也没有过多的询问。老邢，上次你不是还在我面前吵着说你们公安部门好久没有开过荤了？要不这样，广浩这批山货我全要了，到时候拉到你们公安大食堂，拿去给广大公安同志们改善伙食。那感情好啊，现在军转警，又有一大批的同志加入我们公安干警，我还在愁拿不出一顿好的饭菜招待人家的，搞得人家还以为我们不欢迎他们呢。真的吗？这批山货最少还有3000多斤，真能一起要吗？当然全要了，别说3000斤，你就算5000斤我都吃得下。不过话先说在前头，我们现在市政经费也不多，所以你这些肉食可得算我便宜一点。只要胡市长能够全部拿下，价格都好说。广浩这么爽快，胡市长也不墨迹，直接用国营饭店这边的秤好了重量，然后按照每斤2块的均价，3500斤肉食，最后给了广浩足7000块钱。再加上国营饭店那边3000的收入，今天光是山货就干出一个万人户。随后，广浩便被胡贵强拉着聊了半天的改革开放，针对他提出来的那些问题，广浩一一做出了解答。最后因为天色太晚，广浩才和胡贵强一起离开了国营饭店。广浩浑然没有发现，在国营饭店的2楼，有一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正是国营饭店的另一个经理温国良。原本以为这小子只不过是一个送山货的山野村夫，没想到堂加程市长竟然对他如此看重，以后凭借着广浩跟王富贵的关系，
国营饭店店长的职位肯定没我啥事了，不行，必须让他跟胡市长翻脸，绝对不能让他这么的八面玲珑。尾头山内山居住着一个大型狼群，狼群数量超过60头。此时的狼群正在蠢蠢欲动，原来是经过昨天王大强一群人大量捕杀外山的野生动物，导致浓烈的血腥味传了过来。头狼一闻到这个血腥味，就知道是有强悍的猎食者在外山疯狂的捕杀猎物，准备带领着狼群去外山枪肉食。随着头狼的仰天长啸，狼群开始朝着外山徐徐靠近。此时在内山的一个水塘旁有2头大水牛在吃草，其中一只正是广浩一直投喂的大水牛。还有一头大水牛比广浩的大水牛小了1圈，但是肚子却比正常的水牛肚子大。很显然，这头大水牛怀孕了，而且不止怀孕了，它甚至即将生产。就在这时，头顶突然传来金丝猴小兰着急的尖叫声。大水牛听到叫声，立马警惕地朝着正山的方向看了过去。小兰从高大的树丛上滑下来，开始手舞足蹈地表达着她的意思。大水牛跟小兰也相处了一段时间，竟然还真能听懂一部分小兰在说些什么，朝着自己的妻子发出着急的叫声。大水牛的妻子被催促，只能无奈地发出一声细软的叫声。就这样，2头牛和金丝猴小兰竟然离开了大水潭，然后朝着外山不停地迁徙。在他们离开水塘后不到10分钟，一群灰褐色的身影出现在水潭四周。狼群头狼迈着4平8稳的步伐走到了大水潭的边上，他将狼头凑到了水潭边喝水，忽然感受到一股猎物的味道，马上叫了一声。狼群立刻分出了一只由7匹狼组成的小队，跟着大水牛离开的方向一路追踪了过去。广浩浑然不知道内山出现的暴动，他现在正在外山拉栅栏，因为王大强那群人直接把坨坨鸡猎杀的快要绝种了，广浩不得不把剩下的几只坨坨鸡给保护起来，抵御一下天敌的猎食，围好栅栏，再定期补充食物。有了广浩的人工干预，坨坨鸡的族群数量很快就能够恢复。行了，这边的事情终于搞完了，我们上山去看看大水牛吧。行，都听你的。此时的大水牛正在焦急无比地催促着妻子，他不停地发出哞哞的叫声，希望他能走得快一点。然而这头雌性大水牛已经开始生产，它的腹部正在收缩，一团团的羊水流出，分娩的痛苦让它前进的脚步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最后雌性大水牛实在扛不住，一头窝倒在路边的草丛，发出痛苦的声音。随着雌性大水牛的惨叫，它的腹部收缩得更快，一双稚嫩的牛腿伸了出来，它开始分娩了。就算是动物，分娩的时候也是无比痛苦。就在这时，2头野狼从密林中跳了出来，他们一眼就看到了正在分娩的雌性大水牛，口水忍不住从嘴巴边缘滴落。对于猎食者而言，他们最喜欢见到的猎物就是正在分娩的猎物，因为正在分娩的猎物没有丝毫的自保能力，而且最关键的是，刚刚出生的猎物是最为细嫩的，口感也是最好的。野狼支着锋利的獠牙，一步一步朝着大水牛靠近。面对自己的天敌，大水牛不止寸步不让，甚至还主动朝着走了2步。看到这种情况，野狼发出一声刺耳的叫声，随后密林中再次跳出来3、4头野狼，他们将大水牛团团围住，试图攻击它没有牛角保护的脆弱部位。虽然此时一不留神就会有危险，但是大水牛不急，反而勇猛地朝着狼群冲锋。看这副架势，好像要找狼群拼命一样。狼群开始跟大水牛缠斗起来，不过野狼毕竟是顶级猎食者，虽然大水牛体重庞大，耐力深厚，却依旧抵不过狼群战术。大水牛的身上全是野狼咬出来的血痕。就在大水牛正在跟野狼缠斗的时候，密林之中竟然再次跳出来一只野狼。这头野狼并没有直接加入攻击大水牛的战局，而是一步一步朝着正在分娩的雌性大水牛走了过去。雌性大水牛看着野狼朝着自己靠近，求生欲想要它挣扎着爬起来逃走，然而它双腿蹬了腿，最终却根本站不起来。野狼抓住这个机会，一口直接咬向了雌性大水牛的脖子。大水牛看到这一幕，刺激的他眼睛都红了。然而野狼却将他赶得很远，就算他突破了野狼的包围，也没有那么快的时间能够赶回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头体型就跟小牛犊子一样的巨型野狼从雌性大水牛前方扑了出来，正是广浩前几天救助的野狼，扔掉嘴巴里面的尸体。巨型野狼拖着自己的伤腿站在了雌性水牛的面前，巨型野狼呲着锋利的獠牙，威胁着正在围捕大水牛的野狼。野狼们被他的气势吓到了，终于放过了大水牛。大水牛一路狂奔，冲到了雌性大水牛和巨型野狼的面前，朝着巨型野狼拱了拱。结果巨型野狼毫不客气的给了他一爪。有了巨型野狼出场，狩猎的狼群不敢继续朝着大水牛下手。就在大水牛觉得自己妻子终于有救的时候，密林中传来一阵又一阵的脚步声。只见60多头狼齐刷刷从密林中走出来，领头的是一头体型一点也不弱于巨型野狼的头狼。6只野狼围攻，大水牛就有些疲于奔命，更别说这里有足足60多头野狼，简直是让牛绝望。另一边，广浩和爱国民割好草料，结果来到水潭之后才发现，大水牛今天竟然不在。奇了怪，这家伙跑哪儿去了？我每天都是这个点来喂它的。
野生的都是这样，估计跑哪玩去了吧？我们把草料放在这里，先去做我们的事情，一会儿再过来找他们吧。也行。广浩将草料放在了水潭边缘，忽然一道金色的身影就跟闪电一样从树林中窜了出来。金丝猴小兰发现了广浩，激动的直接从树上摔了下来。他不顾自己身上的伤势，发出一连串焦急的声音。此时，巨型野狼和大水牛正站在雌性水牛的面前，对峙着60多头凶残的野狼。论数量，2比60，他们稳稳地落在下风。拼状态，巨型野狼的右腿到现在还不能使劲儿，大水牛又是个草食性动物，根本不是狼群的对手。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巨型野狼和大水牛都应该夹着尾巴滚进逃走。然而他们都没有逃，而是坚定不移地站在雌性水牛的面前，保护着它。头狼发出低沉的吼声，似乎在给巨型野狼和大水牛最后的机会。然而他的威胁对于巨型野狼和大水牛没有任何用处。一牛一狼坚定的就像是铜墙铁壁一般。头狼很显然并没有什么耐心，直接发起了进攻的吼叫。随着头狼的命令发出，狼群瞬间躁动起来，60多头野狼直接全部扑了上去。蚂蚁多了都能咬死大象，更别说还是60多头野狼。几乎是瞬间，大水牛和巨型野狼就被扑倒在地，锋利的犬齿张开，对准他们的喉咙就咬了下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发震耳欲聋的枪声在密林中响起，正对着巨型野狼撕咬的那头野狼直接被一枪爆头。突如其来的死亡让狼群震惊不已，他们立刻放开了巨型野狼和大水牛，然后摆出阵型，警惕地看着刚刚射出子弹的密林。一阵脚步声响起，随后面沉似水的广浩从密林中走出来。给我个，带着你的狼群赶紧滚，不然老子一枪毙了你！狼群是极度记仇的生物，不是万不得已，广浩并不愿意跟狼群为敌。然而广浩不想跟狼群为敌，头狼却不想就这么放过他。现在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只能够猎杀1吨多重的大水牛，还能干掉对自己地位有威胁的巨型野狼。接着就是一阵刺骨之声，就算广浩听不懂狼语，依旧能够从头狼的语调中察觉出他想要下手的心态。行，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不珍惜的，既然不珍惜，那就给我去死！男人一枪就把狼群的头狼给击毙。复仇心旺盛的狼群立刻将仇恨的目光看向了广浩。广浩和艾国明对视一眼，两人几乎同时靠在了一棵大树旁边。一旦狼群发动进攻，两人立刻就能爬到树上。狼群从喉咙中发出低吼，一个个压低了身子，随时准备发起进攻。就在这时，和狼群对峙的巨型野狼走了出来，发出低沉的怒吼，震慑着整个狼群。他当初能够跟头狼争夺狼王的位置，就说明了巨型野狼是除了头狼以外，整个狼群最厉害的狼。狼群不断的发出低吼，似乎在犹豫着是不是应该进攻。广浩看到这种情况，直接朝着一头叫得最起劲的野狼扣动了扳机。刚刚还在叫嚣的野狼直接被掀飞了头盖骨。二哥，快开枪！广浩很清楚，既然已经结仇，那就不能有丝毫的手下留情，直接进入了杀戮模式。巨型野狼的威势震慑着狼群，再加上广浩和艾国明的疯狂力，狼群再也扛不住压力，开始退逃。狼群来得快，逃得更快，一旦确定逃跑，几乎是分分钟就消失在密林之中。看到狼群终于逃走，两人这才松了一口气。这时大水牛焦急的叫声响起，两人被吸引了过来。这里竟然还有一头母牛，等等，它屁股下面是啥？我的天，这家伙还在生小牛犊子！广浩赶忙凑过去一看，还真是一头正在分娩的大水牛。牛哥混得不错啊，还以为你是单身牛，结果没想到老婆孩子都有了，怪不得每次吃饱了就着急忙慌的赶回内山，原来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啊！就在广浩和大水牛互动的时候，正在分娩的雌性大水牛忽然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与此同时，已经出来了一半的小牛犊子直接卡住了。大水牛看到这种情况，只能发出慌乱的哞哞声。然而它只是一头牛，再着急也无法帮助雌性大水牛缓解情况。糟了，看它这样子好像难产了，这下咋办？小牛犊子生不出来，不止它会被逼死，甚至就连雌性大水牛也会因为难产死亡。艾国明发出遗憾的叹息。在这个年代，你买了一辆自行车，大家伙会羡慕你，但你要是买了一头牛，那大家伙保准极度的眼睛都红。因为一头牛代表着劳力，代表着收获。没有时间遗憾了，二舅哥，我们现在就给大水牛接生。啥？接生？妹夫你还会这个？不会，不过要是不管，他保证死在这里。广浩径直走到雌性大水牛面前，然后双手抓住已经露出来的小牛角，开始往外面拉。雌性大水牛再次发出一声痛苦的呼喊。原本就暴躁的雄性大水牛更加的暴躁，他用脑袋顶着广浩，想要把广浩顶开。广浩抬手就一巴掌拍在他的牛头上。滚远点，我这是在救他。大水牛被拍了一巴掌，想要生气。就在这时候，虚弱的雌性大水牛忽然转过身，朝着他叫了一声。雄性大水牛竟然不再顶广浩，甚至还后退了好几步。雌性大水牛显然明白广浩在救他，竟然主动制止了大水牛。既然你这么相信我，我绝对不会让你死在这里的。
二舅哥，用手帮我扶正胎位，我这边要开始用力了。啊，用手？这玩意儿怎么用手啊？而且胎力是什么？我找不到啊。你隔着肚皮找小牛犊子的脑袋，然后往外面送，知道了吗？我还是不懂，不过我尽量帮你弄吧。给牛接生，这可真是开天辟地头一次。这两人都是新手，所以搞了半天都不见成效，最后还是广浩一眼，硬生生把卡着的小牛犊子给拉了出来。拉出来之后，广浩和艾国民都吃了一惊，怪不得要难产。这头小牛犊子是真的肥，比一般的小牛犊子大了一整圈。小牛犊子不止肥，精神头还足得很。刚刚出生，结果休息了一会儿就能走能跑，一溜烟跑到雌性大水牛屁股后面开始喝奶，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这家伙是真皮实，卡在屁股上半天，结果出来后还这么有精神。哈哈，野生动物肯定皮实啊。行了，既然小牛犊子生出来了，我们赶紧把狼皮抱了下山吧。野狼群记仇得很，我怕他们到时候再杀个回马枪就麻烦了。就在两人开始包狼皮时，鬼头山外，艾小芳和李璐也正干得热火朝天。今天石峰村5个生产队规划好了各自的生产任务。1年之中最折磨人的农忙时节到，艾小芳和李璐被分配在一起挖地，不到半小时了，2个女人手上已经被打满了水泡。这块地也太难挖了，全是石头。我们5队要是也跟他们1队一样有牛就好了。李璐有些羡慕地看着一队田里正在耕地的老黄牛。整个石峰村只有1头老黄牛，还是一队生产队长自驾的，所以平常这头老黄牛被1队的人照顾的就跟祖宗一样，只有在农忙的时候才舍得让他带着体力下地。然而就算是这样，依旧给1队生产队长赚足了面子。就比如现在，所有的生产队长都在田地里面忙碌，就他昂着头站在田坎上看着，其他人还不能说一句不好，因为牛是人家的，一头牛耕地的速度可比好几个人快多了。1头牛可得几千块，我们5队那点资产怎么可能买得起牛？你就别说这些有的没的，抓紧时间干吧，干完了我们去那边休息休息。嘿嘿，我们5队是穷，但是你们家有钱啊！广浩一天3货赚那么多钱，怎么就没想过买1头牛呢？你们家要是有牛，到时候你也能跟1队队长一样，站在那里看着他们劳动，这真是要多潇洒就有多潇洒。闺蜜2人在田地里面闲聊，引起了王大刚的不满。原本看广浩一家就不顺眼，更何况现在正处于农忙时期，立刻拉着脸走到艾小芳和李璐负责田地的田坎上。李璐、艾小芳，农忙时期，大家伙都在忙碌，你们还有时间和精力在这里说笑？要是任务没有完成，扣你们的工分，一点样子都没有。艾小芳和李璐被王大刚骂，2人赶紧收敛了打闹的动作，然后开始认认真真的工作。原本事情到这里也就完了，生产队员工作的时候说说笑，摸摸鱼，这属于正常现象。然而王大刚却把2人当成了他的出气筒，将这段时间的不满全部发泄到2人的身上。2个蠢货，挖地都不会挖了吗？手给我握紧锄头，松松垮垮的干啥呢？没吃饭吗？用点力啊！按照你们这进度，挖到天黑都挖不完，一天天不盯着你们就偷懒，你们就是集体的蛀虫。扣工分，今天的工分全给你们扣光。行，你不是说今天要把我们的工分扣光吗？那老娘不干了，这田你自己去挖。翻了天了，你一个小小的村民，我说你2句怎么了？老子可是村支书，我还不能说你了。你说我们没问题，但是王支书，你也不能一直找我们的茬子啊！我们2姐妹到底哪里得罪您了？您直接明说，不用这么鸡蛋里面挑骨头。 2个小小的村民敢这么对他这个村支书，王大刚感觉自己的威严受到了挑衅。随后几人便开始了友好的交流。村长牛山看到这一幕，他赶紧放下手中的动作走过来，娴熟的当起了他的和事佬。大家都少说2句，少说2句。王大刚，你一个村支书，跟2个小姑娘较什么劲？小陆、小芳，你们也是。王大刚再怎么也是村支书，你们要服从他的指挥和安排。 有了牛山在其中斡旋李璐和王大刚，这才终于歇战。李璐气呼呼的拿着锄头继续挖地，这家伙就是故意针对我们，太讨厌了。他生着闷气下手，自然比平常重。锄头又刚好拉到一把大石，锄头被抬了起来，一脚不轻，直接撞到了刚刚结束公证任务，准备过来吃口草休息一下的老黄牛头上。老黄牛被锄头命中，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看到这一幕，所有村民们都惊呆了。一队生产队长过了10多秒，终于发出一声尖锐的爆鸣：“我的牛啊！” 男人只是在山上帮忙接生了一只小水牛，没想到水牛一家3口为了感谢他，直接跟着他下了山。3头水牛轻松到手，广浩心里兴奋极了，想着给自己媳妇艾小芳一个惊喜。于是，在交代了一声2舅哥后，便带着大水牛一家3口来到了艾小芳上工的地方。他先是让大水牛他们在草丛中藏好，自己一个人去找他。等到了地方，却看到艾小芳和她的闺蜜李璐2人在田地里顶着大太阳，一边哭一边挖地。村支书王大刚则是跟个监工一样站在田坎上。
速度快一点，还有足4亩多地呢。按照你们这速度，干到后半夜都干不完，完不成今天的任务就别想休息。艾小芳可是怀着孕，而且之前身体一直营养不良，所以现在这么高强度的工作还是有些扛不住，脑子一晕，直接就往田地里面栽。锄头就在他前面，这么一摔下去，肯定会磕到锄头上。小芳，小心！艾小芳最终并没有磕在锄头上，因为在他落地的最后一秒，广浩及时赶到了。看着浑身被汗水打湿的艾小芳，广浩的脸色阴沉的就跟冰一样。广浩哥，你怎么来了？广浩一言不发，直接抱着艾小芳走到了树荫下。小芳，你中暑了，不要乱动，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二舅哥，让他送点盐水过来。哎，你换新 iPhone 了？那多贵呀！现在上转转买二手才更划算。我这苹果14只花了3300，比新款便宜2000。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平板，性价比也挺高的，大屏幕看剧可爽了。真挺便宜的，靠谱吗？放心吧，我研究过了，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保修。总之，买二手商转转就对了。看到这种情况，王大刚抱着双手走过来。艾小芳，差不多行了，赶紧起来干活，你的5亩地还差不少呢。王大刚，你他妈有病是不是？看不到小芳她中暑了，还敢给她安排工作任务？你他妈想死就明说。广浩，5亩地的工作任务是你媳妇应该赔偿的，是他们自己影响到了一队的生产任务。广浩哥，别冲动，别冲动，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都是我的错，广浩，你要怪就怪我吧，要不是我牵连到小芳，小芳也不会累成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五一十给我说清楚。李璐哽咽着将今天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广浩。原来是他弄伤了一队的老黄牛，原本已经跟一队谈好了补偿，结果王大刚又跳出来，强迫他跟艾小芳完成老黄牛的耕地任务，而且还跟个进攻一样，不准两人休息。听完李璐的说明，广浩只感觉怒火中烧。你个不要脸的老贼！李璐弄伤了大黄牛，该赔多少粮食就赔多少粮食，一队自己都同意，你他妈在中间跳什么跳？他俩弄伤了一队的老黄牛，生产任务都是有相应规定的，这不是单纯的赔钱就能解决的事情。任务完不成，我们所有人都会跟着受罚，所以让你们承担老黄牛的生产任务，合情合理。合理个狗屁！生产任务说1000到1万，最后还不是为了粮食？老黄牛能够多产出多少粮食？300斤、500斤，老子算你们1000斤，够了吧？1000斤粮食，一队的生产队员听得下巴都快要掉到地上了。70年代，杂交水稻也还没有种植，所以1亩地产量十分的低下。1000斤粮食可抵得上好几亩地的收成。够，1000斤粮食怎么都够了？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我们一队不追究了。什么够了？老子没说够，赵大根这里没你说话的份。生产任务是上面亲自制定的，该多少就是多少，想要粮食来弥补，没门。生产任务是吧？赵队长，我赔你们2000斤粮食，你们一队的生产任务，包括我媳妇和李璐的生产任务，都帮我一起完成，行不行？一听到2000斤粮食，赵大根双眼都喷出了火星。广浩小子，2000斤粮食可是足足400块钱，你真的拿得出来？要是到时候我给不起，这把枪给你。98K 可不比一般的猎枪，光是那个精细的光学瞄准镜就价值不菲。干了，不就多2个人的生产任务吗？我们接了。王志书，你就别为难艾小芳和李璐了，我们一队的田我们自己种。另外这2个小姑娘的生产任务都给我们全包了。2个小姑娘的生产任务就赚2000斤粮食，这种买卖多少我们都接。别说了，艾小芳和李璐的田地在哪里？老子现在就去给他翻2圈。你们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光明正大的行不正之风。劳动任务是每个人必须完成的工作指标，这怎么能随便让其他人来做呢？广浩，你这是公然行贿，信不信老子直接汇报给上面，让他们派人过来抓你？照你这么说，我媳妇帮一队完成生产任务就没有问题，一队帮我媳妇完成生产任务就是行贿，搞了半天是非曲直全靠着你王大刚那一张嘴巴。怎么想要学那袁世凯搞封建独裁统治那一套吗？王浩一个大帽子直接扣了过来，王大刚冷汗瞬间就流了下来。这种东西可不是开玩笑的，这是真要掉脑袋的事情。你别乱说，我什么时候搞封建独裁那一套？那我让一队帮我媳妇完成劳动任务，凭什么不可以？王大刚被对得哑口无言，想要继续找茬，又怕广浩给他扣帽子，最后为了不丢面子，还是硬气的回了一句：哼，就知道你们这些偷奸耍滑的废物什么也干不去。王大刚，我看你今天是铁了心的要跟我们过不去。好，不就是区5亩地吗？我们今天如果给你弄完了，你怎么说？你们要是能翻完地，你们想要怎么说都行。这可是你说的，我们要是把它翻完了，你到时候就给我们跪在地上道歉。那你要是完不成怎么办？那我把这把枪送给你。王大刚跟民兵队关系好，所以对枪械也有一点小小的研究。
虽然不知道广浩这把枪是啥型号，不过单看这个做工和手艺，就知道这玩意儿绝对不便宜。好，这话可是你说的。不过一人做事一人当，或是艾小芳和李璐闯的，你既然要承担下来，那我母弟就只能你们3人耕种，不能找其他人帮忙。只要你能做到，别说跪下来道歉，老子跪下来喊你爷爷也没有问题。要知道石峰村的土地下面全是石块，一锄头下去，整个人都要被震得发麻，严重影响挖地效率。3个人，别说1天5亩，一天挖个1亩地都能累个半死。别答应他，这家伙提出的条件根本就不可能做到。我们3个人别说1天，挖1个星期都不见得能挖5亩地。广浩哥，别管他，我们走。艾小芳生怕自己老公吃亏，拉着他就想要走，广浩却死死地站在原地。行，不过就我们3个，工具我可以随便用吧。王大刚原本还想要跟广浩讨价还价，结果没想到广浩竟然一口答应下来。好，这话可是你说的。为了防止你小子反悔，村长牛山做个见证人。广浩小子，别冲动，别说3个人，就算4个人挖完都够呛。王大刚，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别再闹幺蛾子了。牛村长，您老就做好见证吧，别到时候让某人耍赖就不好了。我耍赖？呵呵，我还怕你小子到时候下跪求我呢。我这人啊，就是心硬，就算你下跪，我也会当做没看见呢。王大刚笑得很开心，因为他感觉自己胜券在握。广浩，你怎么就这么傻？我们3个怎么可能挖得完5亩地啊？你俩往后稍稍，在一旁看我装逼就行了。只见广浩一个漂亮的闪身，大喊道：“牛哥快来，这边有好吃的！”随着广浩的喊声，2大1小3个身影越来越近，正是大水牛一家3口。牛，这么大的牛，广浩，这该不是你的牛吧？一旁的王大刚脸上的轻松得意慢慢变成了一脸苍白。男人和村支书打赌，1天翻完5亩农田。原本村支书胜券在握，因为他很清楚这5亩田地下面有很多石头，根本不是1天2天能翻完的事。没想到广浩不知道在哪弄来了2头大水牛，只用了2个半小时就把5亩田给翻好了。我的妈妈呀，这是什么牛？这么大的个子，力气还这么大。耕地就跟玩一样，要是有了这东西，我们一队剩下的几十亩地分分钟不就耕完了？什么你们一队的？这可是广浩家的，我们5队的。广浩先给我们耕，有了这2头牛，今年我们5队不会挨饿了。也给我们3队用吧，只要你能借我们3队用1个星期，以后你要干什么，我们3队绝对鼎力支持。对呀对呀，我们4队也一样，你要当村长，我们都选你。所有人看着广浩的目光都带着希望和火热。大水牛能够开荒，只要开的荒足够多，他们就有饭吃，就不至于饿肚子。这是他们最原始也是最朴素的想法。然而广浩却抱着手，目光直直地看着人群中畏畏缩缩的王大刚。借牛的事情我们后面慢慢说，现在王大支书5亩地已经翻好，我们2个的赌约你是不是应该兑现了啊？广浩啊，今天的事情呢，是我考虑有些不周，这样我家里还有点事儿，我先回去处理一下。这个到时候你过来，我亲自跟你解决。哎，家里有事儿啊？没问题，赶紧跪下来喊爷，然后道歉。王大刚的脸色顿时黑的就跟玻璃一样。广浩小子，这次我承认自己栽了，我会给你相应的补偿。下跪喊爷爷道歉就算了，我再怎么说也是你的村支书。就你这副样子配当我们的村支书啊？拿个鸡毛当令箭，欺负到老子头上。现在我就告诉你，今天你要是不跪下来认错道歉，以后这2头牛整个石峰村一家都用不了，全都给老子眼睁睁看着。广浩这话一出，整个石峰村的村民们脸色大变。这2头大水牛可是全村人的希望，有了它们，不只能轻松度过农忙，还能开荒种地，这个冬天就不用再饿肚子。王大刚，你堂堂一个支书，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对呀，说话当放屁，以后我们谁还能听你？你让人家挖5亩，人家艾小芳和李璐流着眼泪花都去挖，现在让你道个歉怎么了？村民们一个个纷纷指着王大刚，逼着他下跪道歉。王大刚气得脸色发白。村支书道个歉都这么难，看来您老的脊梁骨够硬的。这2头大水牛大家伙也别想，我们的村支书脊梁骨硬得很，大家挖地的时候用力一点就行了，帮村支书稳住脊梁骨，千万别塌了。说着广浩转身就要走，看到这一幕，石峰村的村民们眼睛都红了。他妈的，道歉，事情是你招惹的，你必须负责。要是借不回来大水牛，老子去人民公社告你。赵大根，你他妈要反了是不是？马上给老子放手！2队生产队长更直接，一脚踢在王大刚的腿弯上，逼迫他跪在地上。梁爷，你他妈敢踢我，你给老子等着！不让我们吃饱，别说你是支书，你他妈就算是市长也给老子跪下！广浩看到这种情况，脸上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王支书，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道歉还是不道歉？王大刚还想要继续嘴，结果背上不知道被谁踩了一脚。
王大刚，不要因为你一个人拖累我们全村人，你他妈是个男人就道歉啊！被一只脚踩在地上，内心和肉体经受着双重折磨，王大刚终于扛不住了。我道歉，我认错，今天都是我的错。光浩，请你原谅我。不对吧，王支书，你叫我什么？王大刚，你自己说翻完的就喊人家爷爷的，别墨迹了，快喊！赶紧的，哑巴了吗？爷爷，我错了。王大刚，想要玩，只管出招，我都可以跟你奉陪到底。但是你要是敢对我的家人动手，老子一枪崩了你！说到做到。不会，我不会再针对艾小芳和李璐了。谅你也不敢。好了，各位想要见牛，明天跟小芳说，这3头牛我媳妇说了算。说完，广浩就带着艾小芳和李璐离开了。3头野水牛也自然而然地跟了上来，村民们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因为他们知道有了广浩的大水牛，今年都不用饿肚子了。而王大刚则是满脸愤怒地回到了家中，看到什么砸什么。爸，你就别生气了，你要是真想收拾广浩，说不定我有办法。就在王大刚暴怒的时候，王大强笑嘻嘻地从门外走了进来。你有办法？你有个屁的办法！广浩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2头大水牛，干活嘎嘎猛。现在整个村子里面的人都求着他们一家办事，你能有什么办法对付他？爸，村子里面人对付不了广浩，村子外面还有人了。您知道龙口镇上的军爷吗？你说的是镇上倒腾军火生意的军爷吗？对，是他。老爹，你不是一直让我去跟国营饭店的温经理搞好关系吗？这2天我一直往国营饭店跑，军爷的小弟虎哥经常在国营饭店吃饭，这一来二去的我们就认识了。行啊，你小子，老子还以为你只会勾搭一些上不了台面的狐朋狗友，我没想到你竟然就连军爷也能搭上线。不过军爷的人出手可不便宜，虎哥说了，一条腿或者胳膊100块，要是让他直接消失1000。这个收费标准让王大刚不由道抽了一口气。现在可是70年代，月工资不过几十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贵上天了。思索了好几秒，王大刚这才下定了决心。一阵捣鼓之后，拿出了一个小布包，这是200块钱，让虎哥把广浩2只手废了。他是个猎人，全靠着2只手的功夫打猎，没有了手，他就是个废物。放心，稳妥得很，最多1个星期，保证完成任务。王大强拿好钱，转身就准备出去找虎哥，结果一开门，发现孙明就跟没头苍蝇一样在自己家门口乱晃。孙明晃悠什么呢？我爸不是把放羊的任务交给你了吗？不去放羊，在这里干什么？啊，我来找支书说点事情。这样啊，那你进去吧。对了，最迟下个月这批羊就可以卖了，到时候记得给小爷我留1只肥的。王大强走后，孙明在门口徘徊了很久才进去，一进屋就看到满地狼藉，就知道来的不是时候，转身就想走。王大刚却叫住了他。孙明，你这时候不在牛心寺山上放羊，跑来我这干什么？怎么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我哪敢了，王支书，我来是向您汇报一个事情，就是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别磨磨唧唧的。您不是让我在牛心寺山上放羊吗？不知道怎么回事，这羊越放越少。什么意思？你他妈是不是把羊弄丢了？王支书，您先别着急，可能是我数错了，我再回去数一下。站住！我跟你一起去，你最好是数错了，不然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别了，您今天也累了，我自己去就行了。孙明越是推脱，王大刚心里越是忐忑。他很清楚孙明肯定是闯祸了，而且是自己难以承担的。最终，王大刚还是和孙明来到了羊圈，结果不数不知道，一数吓一跳，原本30多只山羊，结果现在却只剩下了10几只。王大刚当时心都凉了，这些山羊可是集体财产，虽然是在孙明手中丢失的，但孙明可是他举荐的，所以他这个村支书最少也要承担50%的责任。王大刚气得直接当场没了。孙明，我告诉你，必须把丢失的山羊找回来，如果找不到，你们一家都别想好过。不是我们不去找，是山上真的有东西啊！他每天都过来猎杀几头山羊，每天都过来。我现在怀疑艾老二和广浩说的都是真的，牛心寺山上真的有大花豹子。有个屁的大花豹子！我告诉你，孙明，你要是找不到山羊，到时候不止你们一家完了，你老婆孩子都给你卖了，拿去抵债。孙明没有办法，在王大刚的逼迫下，只能带着一家老小前往牛心寺山上找失踪的山羊。然而孙明一家毫不知情的是，他们刚上山就已经被盯上了。一家5口上山寻找丢失的山羊，然而他们丝毫没有察觉到一头大花豹已经盯上了他们。就在寻找山羊的途中，女人身体感到了不适，家人商量了一下，便让女人独自回到了家中，一觉睡到了第2天一大早。然而她起床之后发现家里竟然一个人也没有，便准备上山寻找家人。她刚出门就听见了村里的警钟响了起来，一般不是大事，轻易不会敲响警钟。女人心中顿时一沉，连忙赶往公社门口，抬眼一看，整个石峰村的男女老少全都来了。村长牛山看到她来了，一脸沉重的招手让她过去。女人仿佛意识到了什么，缓缓走了过去。小兰，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什么准备啊？村长，你可不要吓我。哎，你看了就知道了。随着白布的揭开，露出了惨不忍睹的画面。只见一大堆尸块堆叠在一起，根本看不到完整的骨头。但是女人还是一眼认出了自己丈夫和儿子昨天穿的衣物。女人瞬间两眼一红，晕死了过去。村长马上喊来了村里唯一医生，把他带到了一旁。就在这时，两辆警车呼啸的开了过来，车上下来了10多个手拿武器、全副武装的公安同志。广浩一眼就认出领头的老人，竟然是市局公安局长邢天明。他面沉似水的走到孙明旁边，在看到他的惨状之后，邢天明忍不住紧紧地握住了拳头，说到底是什么情况？是什么人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老子一定要毙了他！邢局长，是这样的，今天早上，我的小儿子在牛心寺山上劳动的时候，忽然发现山上有一连串的血迹，他感觉有些不对劲，顺着血迹一路追踪，最后才发现散落一片的尸体。那你们村里谁和被害人一家有仇怨？孙明跟我们本村人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仇恨，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就是之前跟赵老三抢过一条沟渠，赵老三也不是什么锱铢必较的人，当时骂两句就算了，杀人还分尸，绝对不是我们本村人干的。没错，肯定不是我们自己村干的，我们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民，怎么可能做出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呢？不是我们干的，那是谁干的？孙明一家基本上石峰村都很少出去啊。那我咋知道呢？没准碰到了杀人狂魔。好了，大家安静一点，现在可不是说废话的时候。邢局长，你看现在这怎么办呢？既然大家都觉得不是我们本村人干的，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的盘问。孙明一家是在牛心寺山上遇害的，谁出入过牛心寺山，谁就有嫌疑。就在公安查案把大家都搞得人心惶惶的时候，广浩独自来到了尸块旁，仔细看了看伤口。邢局长，不用盘问了，这起案件并不是人为的。孙明等人遇害只是因为一场意外。广浩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其中一个公安更是皱着眉头前来驱赶他。你这毛头小子在胡说些什么呢？什么意外能够把人搞成这副样子？你们要是不相信，可以找专门的法医过来检查。这种锯齿状伤口一般都是野兽锋利的牙齿造成的，人为几乎无法造成这种状态的伤口。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整个牛心寺山上所有的尸体残块全在这里。如果是人为的话，那么剩下的尸体残块在哪里呢？所以这起事件是一头凶恶的野兽干的。广浩的话终于吸引了邢天明的注意，他转过头，瞬间把他认了出来。原来是你小子。对了，你之前就说过你是石峰村的人，你讲的这么头头是道，那你能够根据这些伤痕判断出是什么野兽造成的吗？当然，造成今天这副惨状的是一只成年猎豹，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花豹子。你说这是大花豹子，可有什么依据吗？因为之前我二舅跟爱国民在山上放羊的时候，就出现过类似的事情，当时他还上报给了我们村的村支书，结果我们的村支书不但不相信，还诬陷丢的2只山羊是我二哥自己弄丢的，并且煽动村民狠狠地打了我二哥一顿。一听这话，邢天明瞬间怒火中烧。你们村支书呢？立刻给老子叫过来。很快，村支书王大刚和二舅哥爱国民都被公安带了过来。王大刚，作为石峰村的村支书，你到底是干什么吃的？牛心寺山上出现了野生豹子，你不第一时间组织民兵队进行狩猎，竟然还诬陷自己的村民。现在野生豹子再次作恶，咬死了4个村民，你自己说应该怎么办？冤枉啊！邢局长，我们牛心寺山上根本就没有豹子，这都是广浩在这里胡说八道。邢局长，您有所不知，这广浩就是我们石峰村的顶级刺头，现在仗着自己跟供销社和国营饭店关系好，就连我这个村长都不放在眼里，您千万不要相信他的一面之词啊！邢天明听着王大刚的解释，就感觉好像他虽然只跟广浩见过2次，但他可清楚的知道，胡市长3番2次的邀约广浩当他的行政秘书，结果都被广浩拒绝了。他真要是这么作威作福的人，那还不麻溜答应胡市长的邀请？广浩小子，看不出来啊，你跟你们村支书关系这么差。这可不是我跟村支书关系差，是村支书跟我们关系都不好。我二哥是亲眼见过大花豹子的，具体情况你可以问问他。那头豹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你跟我说说。邢天明又把目光移向了爱国民，爱国民直接将那天在牛心寺山上发生的一切都说得清清楚楚。就在此时，人群中冲出来一个妇女。王大刚，你这个该死的混蛋，你要给他们偿命，你要去偿命！一边喊着，妇女一边挥舞着菜刀，一副要把王大刚活生生剁死的姿态。王大刚吓了一跳，直接就朝着邢天明身后躲了过去，甚至还推了邢天明一把，将他往菜刀下面推。看到这种情况，广浩眼疾手快，一把扶住邢天明，并且还用空余的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妇女持刀的手腕。干什么的？赶紧住手！妇女是突然从人群中冲出来的，事先没有任何的征兆，所以直到现在，边上的公安才注意到这边的动静，立马冲过来将妇女直接制服。
王大刚，你要给孙明偿命，你要偿命！看到行凶的妇女被制服，王大刚恼火的冲到妇女面前，一脚狠狠地踢在她脸上。你个该死的家伙，竟然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行凶，你简直就是个疯子！赶紧拉下去，这个人已经疯了，不要吓到了邢局长，直接找个地方把他关起来。公安也有这个想法，动不动就提刀砍人，这个家伙实在是太危险了，于是一把将妇女提了起来。就在这时候，广浩忽然朝着公安伸出手。等一下，你们先别把他关起来，先让他过来好好解释一下，刚刚为什么要提刀砍王大刚。王大刚看到广浩叫住了公安，瞬间紧张的额头都在冒汗。广浩，你只是一个小小的村民，你没有权利指挥这些公安战士。这个女人就是个疯子，脑子不正常，看到谁都要砍，赶紧把她关起来。这种人放在外面就是个祸害。这时围观群众也发现了不对，这不是秋兰吗？她怎么要砍王大刚啊？对啊，她不是孙明的媳妇吗？等等，他刚刚是不是说要让王大刚偿命？难道孙明一家的死全是王大刚的问题吗？没错，你们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为什么要拿刀砍杀王大刚？你一五一十的说清楚。王大刚知道，只要秋兰一开口，他立马就会完蛋，转身就想打秋兰。广浩一直在旁边盯着这老小子，看到他又想要上去殴打秋兰，一个过肩摔，直接将他按在地上。王大刚，原来你也有今天！我告诉你们，你们都被王大刚骗了。牛心寺山上有害人的东西，他早就知道了，他就是舍不得那几头羊的损失，所以才逼迫我老公去山上找羊。他就是杀人凶手，一切都是他的错。秋兰破罐子破摔，直接将所有的秘密和盘托出。刑天明气的浑身都在发抖。好得很，你可真是好得很啊！我之前一直以为你只是玩忽职守，结果没想到这场悲剧竟然都是你一手造成的。来人啊，给我把王大刚关起来，老子待会儿要慢慢审问他，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还藏着多少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个老头是70年代的村支书，因为他的玩忽职守，导致村里的一家4口被大花豹子咬死，直接惊动了市公安局局长。在经过邢局长的友好交流下，王大刚被拉到公社门口，跪在地上陈述自己的罪行。他一开口，村民们才知道孙明一家4口的悲剧只是他最轻的一项罪责。这家伙干的坏事远不止这一点，他竟然大搞权色交易，只要你给钱多，就可以给你想要的职位。他还经常暗示女职工只要把他伺候好，就可以升职加薪。不止如此，他还大肆侵吞集体财产，将近3万元。而且几年前为了争夺村支书的职位，王大刚甚至还亲手谋杀掉了自己的竞争对手，伪装成失足落下山崖，从而成功得到村支书的职位。你个龟儿子，妄自老子这么信任你，选你当村支书，结果你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对啊，3万多块钱，这些都是我们的血汗钱啊！我们真是瞎了眼才让你当村支书。广浩说的没错，你就是一条老狗。村民们群情激愤，王大刚则是心如死灰一般的跪在台上。当公审开始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完蛋了。行了，大家伙都冷静一下，我现在宣布今天的公审判决，但凡是跟王大刚有关联的所有人全部下岗。主犯王大刚因为受贿金额巨大，并且犯故意杀人罪、贪污受贿罪，数罪并罚，直接判处死刑，并且立即执行。村民们拍手称庆，王大刚一家则是哭得肝疼寸断。因为是公审判决，所以死刑也是直接在村民面前执行，套上黑色头套。负责执行的公安战士将行刑步枪直接对准胸口。王大刚痛哭流涕地请求着原谅，然而鳄鱼的眼泪没有任何意义。一声枪响，石峰村的毒瘤彻底的闭上眼睛。公审判决之后，邢天明就要走了。虽然吃人的猎豹还没有被抓到，但是他毕竟是个公安局长，手上的工作非常的多，不可能留在石峰村抓猎豹。牛村长，大花豹子的事情就交给你了，那畜生吃过人，绝不能留，一定要想办法将他击毙。如果谁能击毙他，那到时候我亲自给他颁发奖章。你放心，邢局长，我马上就去集合民兵队上山猎豹。还有你广浩小子，我知道你是狩猎的专家，上山猎豹你要多多出力。邢局长，我一定会亲手将这头大花豹子送到您的面前，您就放心吧。交代完广浩和牛村长之后，邢天明就离开了石峰村。紧接着，牛山便开始动员全村的爷们上山猎豹。为了保护自己家人的安全，石峰村的爷们们集体出动，有枪的拿枪，没有枪械的扛着家里的锄头也亲自上场，由村里面的民兵队负责指挥。5个生产队，几百号村民开始沿着每一座山岭、每一个小坳仔仔细细的搜索。找到了，我找到了，这一定就是大花豹子的脑巢。村民们纷纷朝着声源处跑过去，入目看到的一切让大家伙心都凉透了。这是一处很隐秘的山坳，大花豹子很明显已经在这里栖息了很长的时间，周围洒落的山羊尸体密密麻麻的，这些山羊可都是集体财产，他们大家都有一份子，马上要出来，这些山羊眼看着就能换一个不错的报酬。
结果现在却被这样糟蹋了。这么多山羊都被糟蹋了，他可真是个畜生啊！大家仔细找找，他应该就在这附近。众人开始顺着老巢仔细搜寻大花豹子的踪迹，在找了20多分钟之后，村民们终于在一棵大树上遇到了正在小憩的大花豹子。它正慵懒地趴在树枝上休息。操！你们看它在吃什么？那是手，这绝对是孙明一家人的遗体。这头畜生，老子要打死他！这已经严重触碰到了村民们的底线，所以在看到大花豹子时，村民们就开始紧张时，直接把这只小气的大花豹子吓得从树上翻滚下来。村民们使用的猎枪大部分都是这种枪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威力不够，而且随着距离的增加，威力更是直线下降。这10几喷子下去，除了让大花豹子受惊，几乎没有伤到大花豹子分毫。吃过人肉之后，大花豹子对于人类的恐惧大大减少。在他看来，这些没毛猴子都是自己的猎物。就在他龇牙咧嘴想要扑上去生人的时候，忽然看到了人群中的广浩举起了自己的9-8K。大花豹子虽然嚣张，但也十分的聪明，仅仅一眼他就认出来了广浩是之前打杀过他的那个。大花豹子发出一声愤怒，竟然转身就朝着山林深处跑了进去，灵活的身影左冲右窜，完全不给广浩瞄准的机会。这畜生跑了，赶紧追啊！你们这些火喷子就别开枪了，打又打不死，太容易惊到他了。下次等民兵队过来再开枪。5队的人赶紧准备，大花豹子朝着你们那边去，把它堵住。这头大花豹子身形矫健的，稍微在密林里冲破一点，就能逃脱村民的围捕。不止如此，他对枪械还十分的敏感。火喷子对着他不带怕的，有些时候甚至还敢硬顶着火喷子，突破村民的防御。但是，一旦有80步枪对着他，大花豹子立马就开始 Z 字形走，高速移动，还是 Z 字形走位，就算是神射手也不可能打得中啊！就这么一边追一边逃，村民们和猎豹竟然直接冲到了鬼头山山脚下。1队、2队，立马给我去前面拦这只畜生，绝对不能让他上鬼头山。1队和2队的村民也明白情况的紧急，立马组建成人墙，准备拦住大花豹子的去向。有了人群的阻拦，狂奔的大花豹子速度猛地降了下来，他不敢跟这么多人硬冲，所以想要转个弯朝其他地方突围。就是这小小的一个犹豫，被广浩抓住了这个机会，一枪直接打穿了大花豹子的一条后腿。死亡的威胁萦绕在大花豹子的心中，困兽犹斗。大花豹子展现出无与伦比的癫狂，不顾鲜血淋漓的后腿，他直接朝着1队、2队形成的人墙直接冲了过去。一声不停，凶猛的大花豹子将众人吓得齐齐一滞。就在这一瞬间，大花豹纵身一跃，逃过了人群。广浩在后边也不敢再开枪了，因为他怕误伤了村里人。大花豹跳过人群，一溜烟的上了鬼头山。村长，这可怎么办啊？这畜生上来鬼头山，那里可是丰都大帝的道场。我们这些人如果贸然上山，到时候大花豹子没有找到，反而招惹到了丰都大帝，那就得不偿失了。对，前些日子王大强还带着一帮不要命的上山，结果铁蛋断了一条腿，孙伟更是直接被丰都大帝勾走了魂魄，现在还衣衫不整的在村子里面游荡，看到人又哭又笑，瘆人的很。是啊，村长，鬼头山不能轻易上去，我们不如先回去，从长计议。但是邢局长那边我不好交代啊。这样吧，那畜生的后腿被我击中，短时间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山作恶了，不如我们就轮流派人守在这里，然后我到时候抽时间去鬼头山看看情况。鬼头山一直没有人上去过，山上是什么情况大家都不清楚，万一招惹到其他凶手，却是更加麻烦。而且今天这么多人围堵大花豹，只有广浩一人打伤了他，不如将他交给广浩，说不定会有奇效。行，那大花豹子的事情就交给你，你的枪法确实好。村长，你放心吧，明天我一定将这头畜生弄死。石峰村的这场猎豹行动以失败告终。男人一枪打伤了大花豹的后腿，没想到大花豹殊死一搏，竟然逃出了包围圈。经过一夜的休整，广浩带着二舅哥再次上山猎豹，上了鬼头山。广浩和爱国民并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搜寻猎豹的踪迹，而是找来了巨型野狼大辉。大辉看到广浩就是一顿狂舔。我说大辉，你好歹也是一匹竞争过狼王的战狼啊，现在怎么跟一个舔狗一样？好了，大辉，今天我们可是带着任务过来的，帮我闻闻，找这个家伙在哪里，注意分别，别找错了地方，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广浩拿出的衣袖正是孙明身上的，孙明身上的伤口都是大花豹子造成的，他沾血的衣袖自然也残留着大花豹子本身的气味。闻了足足10几秒，巨型野狼猛地抬起头，然后朝着内山的方向就是一路疾驰。看到巨型野狼这么聪明，广浩直接拉动枪栓。二舅哥，子弹上膛，我们跟上大辉。爱国民也熟练的拉动枪栓，然后紧紧跟在广浩的身后。巨型野狼顺着大花豹子的踪迹一路搜寻，广浩和爱国民则是紧紧跟在他身后。就这样追踪了足足1个小时，大辉忽然在一片密林旁边停了下来。广浩立刻跟爱国民做了一个手势，两人一个在前，
一个在后面，背靠着背一步步前进。猎豹的气息已经很浓烈了，浓烈到大辉都有些不清楚他到底躲在哪里，只能通过不断的低吼提醒广浩，他就在这附近。忽然，广浩感觉有一颗水珠落到了他的背上，他猛地将自己架着的枪口对准树冠，在茂林的树冠之上，一头凶残的花豹正蹲在上面，滴在广浩背上的水珠，正是他昨天打伤那条后腿处的血液。终于找到你了，你这头狡猾的豹子！广浩直接扣动了扳机，大花豹在广浩抬枪的时候就有了警觉。枪响的瞬间，大花豹已经开始闪躲了，但子弹依旧擦过他背上皮毛，留下了一条深深的豁口。又被打伤的豹子更加愤怒，他竟然不顾一切地朝着广浩发起了反冲锋，势必要亲口咬死这个给了他3枪的男人。妹夫小心！艾国明一把将广浩拉到了自己的身后，射击，不过却打在了树干上，就连豹子毛都没有碰到一根。这下两人的枪都需要重新上膛。很显然，大花豹子可不会给他们这个时间，他已经冲到了树下，距离广浩和艾国明只有几米远。妹夫，没时间上膛了，我缠住这头该死的大花豹子，你趁机赶紧开枪！艾国明怒吼一声，然后双手抓住88式步枪的枪托，就跟烧火棍一样朝着大花豹子砸了过去。二舅哥，不要硬碰硬，给我拖3秒钟就行了。大花豹已经近在咫尺，艾国明甚至能够闻到他嘴巴里面的臭味。他卯足劲砸了下去，大花豹却灵巧的一个闪躲拖了过去。艾国明心中咯噔一下，照这样下去，枪杆子还没有砸到大花豹子身上，自己脑袋上就会有一排牙印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大辉直接从旁边跳了起来，将他撞倒了一旁。大花豹子被偷袭，原本就被鲜血激发凶性的他更加暴怒，对着大辉就是一口。就在这时候，枪声再次响起，大花豹子的脑袋直接被高速飞行的子弹从一边穿透到了另一边。大花豹子就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只能张大嘴巴，直挺挺地站在原地。随着大花豹子倒下，艾国明这才回过神来，一屁股直接坐在了地上。大辉，这次要不是你，我这张英俊的帅脸就要毁容了，我真是谢谢你啊！大辉直接无视了艾国明的示好，走到广浩的面前，对着广浩又拱又舔，亲昵的不得了。这次干得真不错，晚上加餐。你个狗东西，你就舔吧，祝你最后一无所有。大辉听到他的抱怨，回头看了他一眼。就在艾国明以为大辉会回心转意的时候，结果没想到他只是爱答不理的哼了一声。艾国明更气了。就在一人一狼正在闹腾的时候，广浩却忽然看到一个浑身充满斑纹的动物正歪着头打量着自己，竟然是传说中的老底座川兽野生梅花鹿。广浩看着他也歪着头看着广浩。卧槽，这里竟然有野生梅花鹿，这玩意儿可是极品中的极品。妹夫你别动，这头鹿放着我来。艾国明发出一声兴奋的喊叫，举起枪就准备猎杀这头梅花鹿。广浩这时却伸出手压住了艾国明的枪。二舅哥别开枪！两人说话的声音和举枪的动作明显吓到了梅花鹿。梅花鹿来不及发呆了，发出一声悠悠鸣叫，4条腿就跟装上了弹簧一样，蹦蹦跳跳消失在树林中。妹夫，你刚刚阻止我干啥？这玩意儿全身都是宝贝，特别是那一对鹿角，龙口镇的药房有专人收，一根鹿角最少卖50，2根就是100啊！梅花鹿的族群非常稀少了，如果我们肆意猎杀的话，它很快就会永远消失在鬼头山中。想要鹿茸，我们可以去他们的栖息地去捡。梅花鹿每年都会换一次鹿角的。行，我听你的。不过我们啥时候去捡鹿茸啊？听说这玩意儿可是绝对的好东西，长期吃的话，不出半个月就能变成猛男。你有对象吗？就想要成为猛男，到时候吃多了，精力充沛，找不到地方发泄咋办？嘿，瞧你这话说的，我可是咱们龙口镇900少女的梦啊！想要找对象，分分钟就能找到，而且男人补这玩意儿永远不嫌早。再说了，要是实在蓦地发现，我手搓不行啊！广浩和艾国明说说笑笑，找了个竹竿将大花豹子抬起来，准备下山，一路抬到了公社大门口。村民们看到这幅场景，瞬间都沸腾了。广浩好样的，你可是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啊！对，这几天我上工都是心惊胆战的，生怕这头畜生从哪里跳出来。广浩小子干得漂亮，猎杀大花豹的事情我已经通知了邢局长，估计邢局长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广浩这边众星拱月，而另一边刚被枪毙了的村支书王大刚，他灵棚已经搭好了，却一个前来吊唁的都没有，只有王大强和他的母亲，其他人要么被抓，要么就跟躲瘟神一样躲得远远的，根本不敢跟他们一家惹上关系。我之前就说过，人在做天在看，让你不要这么贪，不要这么贪，你非不信。现在好了，不止什么也没有捞到，甚至还把命给搭上了，你就这么走了，由我们孤儿寡母怎么过啊？都怪广浩，要不是他在邢天明那里胡说八道，哪里来的这么多事？妈，你还有没有钱？有钱的话全都给我，我要买广浩那混蛋的命。钱？我们家里面哪里还有什么钱啊？邢天明带着人过来，把我们家已经里里外外全都搜了一遍，我们现在家里1毛钱都拿不出来了。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偷偷藏过一颗夜明珠吗？你把那个给我，我要去买广浩的命。那颗夜明珠可是随侯珠，等到风声过去，能价值不少钱。
这可是我们娘俩以后能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啊！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我现在就要广浩死。夜明珠在哪里？赶紧交给我！不能交给你。你到底给不给？别逼我动手！你疯了！你竟然敢打我！只要能弄死广浩，老子现在什么都干得出来。男人狩猎到了吃人的大花豹，直接惊动了市长和市公安局的局长。两位领导不仅给男人颁发奖章，而且还带着他去国营饭店大吃大喝了一顿。然而就在男人醉醺醺的回到村里的时候，忽然看到前面正站着10几个彪形大汉，将他回家的路堵得严严实实。广浩感觉有些不太对劲，刚一后退，一个熟悉的声音就从背后传了过来：广浩，这么晚了才回来，不怕你媳妇在家出什么意外吗？听到这个声音，广浩刚刚才喝的酒一下子全醒了。王大强，你把艾小芳怎么了？不要着急，艾小芳还在家等着你回去呢。但是过了今晚，恐怕她再也见不到你了。王大强，你到底想要干什么？都是你在邢局长面前告我父亲的状，害我父亲被枪毙，让我家破人亡。广浩，老子今天要你给我父亲陪葬。你可真是可笑至极！王大刚的死是死有余辜，要不是他干了那么多的坏事，邢局长怎么会当众枪决他呢？死到临头了还嘴硬，好，我倒是要看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虎哥，别墨迹了，给我弄死他！王大强转头的瞬间，广浩跟猎豹一样扑了上去，一个过肩摔将他压在自己的身下。都给老子不准动！你们要是敢轻举妄动，老子直接拉着他一起垫背。虎哥动手，别管我，我只要广浩死，我要他死。广浩听到这话，一颗心顿时都凉了。面对多人围攻，挟持对方头领是唯一的脱困手段。但如果对方头领根本就不怕死，甚至要拉着广浩一起自爆，那他就没有任何的办法了。然而就在广浩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时候，一阵响亮的鼓掌声却从人群后方传了过来。广浩兄弟刚刚那一手真利索，把我都看呆了。广浩听到这个声音，先是一愣，随后眼睛死死地盯着缓缓朝着自己走过来的人。李军、李威，怎么是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刚刚发出鼓掌声的正是卖给广浩 98K 的李军。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没错，广浩兄弟，今天过来的正是我们。军爷，不要跟广浩这小子磨叽了，快弄死他！杀笔玩意，待会儿弄死你还差不多。虎哥，你打错人了，你应该帮我打广浩啊！到现在还看不出来我们才是一伙的？就你这种智商也敢跟我们浩哥作对，真是个大傻逼！神虎又是一脚下去，踹得王大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整个人陷入半昏迷状态。广浩兄弟，赶紧起来！这种小货色还用不到你亲自动手，交给神虎处理吧。李军拉着广浩在旁边的石头上坐稳。广浩兄弟，事情是这样的，王大强这家伙今天找到小虎，想要让他帮忙收拾你。小虎听到你的名字，立刻过来找我。原本我们是打算直接将王大强打发走，但是我担心打发走了他之后，他转头又去找其他人过来对付你，所以我们干脆将计就计，我让神虎假装接下来这笔单子，然后等这小子下手的时候再出来保护你，这样才能保证广浩兄弟你的安全。事情就是这样。对了，这小子为了喊我们帮忙，还专门送了我们一颗夜明珠，这个应该是个好东西，不过我不是很喜欢，你就待会儿送给弟妹吧。广浩在看到这颗夜明珠之后，整个人当场愣住了。凭借着上一世看直播鉴宝的经验，广浩一下子就认出来这是随猴珠，就是跟和氏璧并驾齐驱的绝世珍宝。随珠合璧，说的就是他。不，军哥这一次可是帮了我大忙，要不是你们出手，我今天就要被王大强这孙子给阴了。这颗珍珠是王大强送给你们的，那就属于你们，我可不能要。广浩兄弟，我也不知道我李军哪里做的不够好，导致你一直刻意的跟我们保持距离。我是真想要跟你交朋友，如果你是嫌弃我黑道上的身份，那我现在就离开，以后再也不来打扰兄弟你了。听到这番话，广浩整个人都愣住了。他之所以刻意跟李军保持距离，因为他清楚的知道未来李军是整个西南地区最大的黑帮头，是极度威胁的人物。现在人家放下身段想要跟他交个朋友，而且刚刚还救了自己一命，自己还要拒绝，广浩真做不出来这种事情。既然军哥这么看得起我，那我再推辞也没有意思，以后我们就是亲兄弟。对了嘛，这才是我的广浩兄弟，所有人都给老子认清楚了，这位叫做广浩，以后就是我亲兄弟，见了他就跟见了我一样，以后都给我喊浩哥。话音刚落，几乎所有的小弟全都恭敬地弯腰大喊浩哥。震耳欲聋的声音直接把王大强给惊醒，他看到广浩完好无损地站在那，就气不打一处来。李军，你奶奶的，收钱不办事，我要去县里告你。广浩老弟，这个傻叉怎么处理？王大强，你还想要跟我作对吗？好，只要老子存在一天，我必弄死你。王大强已经彻底疯了，他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不幸都归结在广浩身上，并且将他当成自己的杀父仇人。
军哥，麻烦你帮我把他处理掉吧。哈哈哈，真不愧是我看中的广浩老弟，杀伐果断。神虎，没听到我广浩老弟下命令了吗？带几个兄弟处理得干净一点。神虎带着几个小弟直接将王大强拖到了小河边。军哥，现在我算是入了伙伴。当然，以后你广浩就是我亲兄弟了。那军哥，我也有话直说了，你的军火生意和黑道生意都不是长久之计。再过几年，随着公安系统的进一步完善，这两个生意迟早要爆雷。你有没有想过洗白呢？我做梦都想洗白啊，但是我怎么洗得白？我手下一共养着500多个小弟，每个月就算是给小弟们的生活费，我都最少要支出好几千块。我如果不捞捞偏门，就连生活费都给不起。这年头大哥也不是那么好当的。钱的问题我可以帮你解决，我保证以后你要是跟着我说的走，不止照看几百个小弟轻轻松松，甚至你就算再翻10倍也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这些生意保证合规合法。广浩兄弟，你说的都是真的吗？到底什么生意能够这么赚钱？而且现在不是不允许做生意吗？生意最近确实是不能做，不过很快风向就要变了，到时候你想要怎么做生意就怎么做生意，压根就没有人管你。李军知道广浩可是跟胡市长和邢局长都关系匪浅的人物，甚至胡市长还经常过来跟他讨论一些问题，这些大方针他的消息才是最灵通的。不过到时候就算放开做生意，我们也没有啥正规生意能够做啊。跟着我的人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地痞流氓，你让他们去打架砍人问题不大，你让他们做正规生意，就他们那个性子，估计什么也做不好。不，夜场生意完全就是给你们量身定制的。夜场？什么是夜场啊？你赶紧给我说说。夜场是个统称，但凡是晚上营业的场所都能叫做夜场，诸如什么酒吧、夜总会、歌舞厅。广浩详细将夜场情况和内容都给李军说了一遍。听完广浩的描述，李军久久不能忘怀。他虽然没有亲自去过夜场，但是光听广浩说的那些，他都能感受到自己的内心在躁动。我们内地目前没有夜场，但是在香港，现在他们的夜场可红火得很。你可以带着你们几个兄弟去香港，好好了解一番，然后再回来大展拳脚。李军激动的浑身都在颤抖。按照广浩说的，自己要是真能把夜场开起来，以后自己也是普通人了，再也不用过这种心惊胆战、没有未来的日子。男人重回70年代，竟然教当地的黑帮如何开夜场。黑帮老大听了男人描绘的场景，连夜送自己的小弟前往70年代的香港学习夜场文化。另一边，广浩回到家后，自己的媳妇递上来了一封信，正是广浩父亲质问广浩为什么还不回家的信。是不是爸还信让你赶紧回去呀？是的，我爸还不知道我退了回城资格这事儿，我得回去跟他说一下。而且我们这结婚这么久了，也是时候带你回去看看我爸妈了。我们之前不是还说要孕检吗？正好我们要去嘉诚坐车，顺路把孕检也给做了。还要去检查？检查会不会打针啊？医生不会扎我屁股吧？广浩哥，我不想检查，不想被扎屁股。艾小芳什么都好，就是害怕打针吃药，只要一生病，宁愿自己扛着都不去医院。放心，检查不会打针，也不会让你吃药的。真的假的？你别骗我哦，骗我的人是小狗。当然没骗你。好了，快收拾东西，明天一早起来还要去开介绍信呢。于是两人便开始收拾回家带的东西。到了第二天，先是去村长那开了介绍信，再坐着吴志明的大卡车前往市区。经过2个多小时的长途跋涉，解放牌大卡车来到了嘉诚市第一医院。一到医院门口，艾小芳脸上就露出了痛苦之色。广浩哥，我们下次再过来检查吧，今天我们还要赶着去坐车呢，时间很紧的。知道时间紧，我们就赶紧去排队，别磨磨蹭蹭的了。可是我感觉自己身体很好，为什么要来医院啊？这是为了你跟孩子好，赶紧走，听话。哎呦，不行了，我感觉我自己肚子疼，我想要上厕所。艾小芳，广浩狠狠瞪了他一眼，最后还是强拉硬拽才把艾小芳拉去挂号。挂上号后就去找医生。等广浩和艾小芳来到医生办公室的时候，办公室里面已经有了好几个人了，别人在看病，广浩就乖乖的带着媳妇在门口排队。你们这里难道就没有其他医生了吗？你这个小年轻怎么可能看得好病？而且你真的是医生吗？怎么一点医生的样子也没有？不止穿的花里胡哨，长得就跟外面勾人的狐妹子一样。换一个，必须换一个。这位患者家属，请你冷静一点。我不只是医生，而且我们家世代行医。我从3岁开始认字就是学习的《黄帝内经》，所以请不要质疑我的专业水平。而且今天有个大手术，所有主任医师都去了，现在只有我有时间来给你们看病。哦，别的医师去做手术，你怎么就没去？还不是因为你就是你们医院最垃圾的，就你这种水平还想要给老娘治病，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赶紧换个医生来，不然老娘把你们这个医院给砸了。
说着，这位病人竟然一把将医生办公桌上面的笔筒砸在地上。闹事的病人最终被医院保安给赶了出去。一场风波平息，广浩这时候才看到了被质疑的医生的模样，终于明白那个病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应。这个女医生确实是太年轻，也太漂亮了一点。70年代医院对于着装还没有正式要求，所以这个时候的医生都是自己想怎么穿就怎么穿，只有在做手术的时候才会穿白大褂。这位美女医生穿的旗袍十分修身，将她身材衬托的前凸后翘，一眼看上去，她确实没有一点医生的样子，反而像是个不谙世事的千金大小姐。广浩捡起地上散落了一地的铅笔，然后递给了美女医生。美女医生这才注意到办公室还有其他人，赶紧扭过头擦着自己的眼泪。谢谢，放在桌子上就行了。你们是来看病的吗？是的话，去2楼等着吧。主任医师他们正在做手术，大概还有1个多小时就出来了。广浩顿时愣住了，他今天还要赶着回绵城，时间比较紧张，1个多小时，到时候赶不上回绵城的客运汽车就麻烦了。你不也是医生吗？你这里难道不能帮忙看看吗？我只是带我媳妇过来看看是不是怀孕了，如果真怀孕了的话，再顺便做个孕检，应该不浪费您多长时间吧？你说什么？你愿意让我看病？不是看病，是看我媳妇怀孕了吗？顺便做个孕检。不管是做什么，你愿意让我看吗？美女医生的声音越来越大，也显得越来越激动。看着美女医生这副样子，广浩不由得有些担心，犹豫再三，广浩最终还是点点头。太好了，太棒了，终于有人愿意让我看病了。来来来，你赶紧坐下来。不对，你赶紧让你媳妇过来坐好。广浩看着他这副样子，深深的叹了口气，不过最后还是把媳妇带到美女医生的面前坐好。美女医生虽然长得不像是个医生，但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用，仅仅那一手利落的把脉功夫，广浩就知道这位美女医生不只是个正儿八经的医生，而且还是个名医。这一手切脉，没有10多年的经验，绝对练不成这副样子。恭喜你，你媳妇真怀孕了，孕期大概1个月，胎儿情况很稳定，孕妇身体也很好。另外什么呀？医生您别藏着掖着，有问题直接说。另外就是你们2位房事有些太过于频繁了，前面几个月胎儿还没有稳定，这个还是要稍微节制一点。美女医生脸红的就跟猴屁股一样，她还是个黄花大闺女，说这些事情难免有些脸红心跳。听完这话，广浩和艾小芳也老脸一红，广浩更是轻轻在艾小芳肩膀上捏了一下。听到了没？医生说了，要节制一点，以后别来缠着我。也不是让你们别来了，稍微节制一点就行了，1周1、2次左右还是没有问题的。结束了孕检，广浩起身准备离开，忽然发现地面上还有个小牌子，这个小牌子应该是美女医生的名牌。广浩弯下腰帮美女医生捡了起来，结果一看名牌上的3个字，他瞬间人都傻了，竟然是秦秋实。他可是自创了中医抗癌学，利用中医抗击癌症，不知道拯救了多少家庭，最后甚至被国家封为大医，成为中医医学界最后的擎天巨著的人物。万万没想到，今天竟然在现实中看到了这位擎天巨著，还是在哭鼻子的擎天巨著。哎，可惜呀，这要是有照相机，拍一张秦秋实哭鼻子的样子，到时候不知道有多值钱。广浩哥，我们已经检查完了，现在可以走了吗？稍等，我还有重要的事情没有干。齐医生，你刚刚的医术简直让我惊为天人，我打算以后每个月都带着我媳妇过来检查一下。另外，我们以后要是生病了，能不能也请您帮忙治疗一下呢？我相信，只要您一出手，保证药到病除。广浩对着秦秋实就是一顿萌萌舔，舔的秦秋实嘴巴都合不上了。广浩同志，你放心，以后无论是做检查还是生病，只管来找我，以后我就是你们的专属医师。要是生病太严重过不来，这是我们医院的电话，你直接打个电话，我亲自上门来给你问诊。广浩揣好电话号码，心里笑得比花还灿烂。这要是以后跟秦秋实搭上线，家里别管谁生病都不怕了。出了医院，广浩继续坐上吴志明的大卡车。吴志明一直将广浩送到了嘉诚车站，在车站差不多半小时，客运汽车开始正式发车了。等到了绵城，已经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时间上有点晚了，所以广浩就喊了一辆黄包车。师傅，去绵城花园。绵城花园，那可是我们绵城最高端的住宅小区，看不出您还是个大少爷啊？什么大少爷，只是运气好，分配到那里罢了。运气好？绵城花园可不是运气好才能分配的，能够住在哪里的哪一个不是达官显贵？对了，大少爷，您家里到底是做啥的呀？广浩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身边的艾小芳，果不其然，在听到绵城花园的显贵之后，他整个人肉眼可见的变得紧张起来。行了，师傅，你就少说2句吧，我们一路坐车回来都有些累了，赶紧走吧，有我在，别怕。好。男人带着媳妇见父母，没想到媳妇却被逼得喜罪当前。原来是广浩带着艾小芳赶了1天的路，终于到了广浩家。本来看到广浩带着儿媳妇回来了，老两口挺开心的。但是当得知儿媳妇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文盲，二老的脸色瞬间垮了下来。广浩，跟我来书房。父亲广林直接转身进了书房，母亲李晴用眼睛狠狠瞪了广浩一眼，也紧随其后进入了书房。艾小芳看到这种情况，吓得眼泪花都出来了。
他真没想到广浩一家人竟然把文凭看得这么重。小芳不要难过，我这就去搞定里面那2个老顽固。之后广浩也站起身，走进广陵的书房。浩儿啊，我们家也算是书香门第，我们不在乎你娶个什么样的女人，但是最起码也要有学识啊。你娶个半文盲，我们到时候怎么跟广家的列祖列宗交代？他没钱没地位，这些我们都无所谓，然而他竟然连文化都没有，这是我绝对忍不了的。你现在就跟他退婚，我们会给他一笔不错的离婚费用。广浩清楚自家父母什么都好，就这个文人风骨一直到死都没有弯过。你们不用说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跟艾小芳离婚的。婚姻是2个人携手一起走到最后，跟他的学识没有半毛钱的关系，靠的是这个人的人品和我们之间的爱情。臭小子学会顶嘴了，扯什么爱情，聊什么人品，简直是胡闹！你从小接受的是什么教育？你的三观和兴趣跟一个半文盲能够对得到一起吗？我跟你爸在一起那么多年，什么爱情早就没有了，我们在一起靠的是三观，只有三观符合的人才能真正走到最后。你妈说的对，赶紧跟他离婚。你要是不好办，我去找关系给你办，办好之后我给你重新介绍一个对象，别在一个半文盲身上浪费时间。浩儿，你要明白，灰姑娘和王子之间的爱情故事会出现在童话故事书里面，因为那只是童话，没有能够匹配的学识，以后你们相处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父母说的很中肯，也很对，但是广浩在经历了上一世的铭心刻骨的痛之后，才知道爱情自古以来都有，只不过他并没有发现而已。爸妈，不用再说了，我愿意为了小芳付出一切，你们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我这辈子只有一个妻子，那就是艾小芳。另外再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上次爸给我弄来的回城名额，我已经让给了其他人，我这辈子只会跟艾小芳待在石峰村。胡闹！你知不知道为了搞定你的回城名额，我求了多少人，找了多少关系，你竟然把这个名额给了其他人，还打算在石峰村待上一辈子，你真是要把我气死！今天我就把话撂在这儿，你现在就给我离婚，不然以后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广浩，你看你把你爸爸气成了什么样子？你知道你爸一生从来没有求过任何人，但是为了你这个名额，他低声下气不知道求了多少人。你不要闹了，一个小山村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在绵城当你的大少爷不好吗？就在广浩一家人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书房的房门忽然被人推开了。艾小芳站在门口，满脸全是泪花，她看着广浩的父母，突然砰的一声，直接跪在了他们的面前。叔叔阿姨，我知道你们是书香门第，看不上我这个农村来的文盲，但是我在这里求求你们，千万不要把广浩从我身边抢走，没有他我真的活不下去。你们嫌弃我没有文化，我回去就去读书，我认真学习，给我3年的时间，3年我一定考上阿姨你现在教导的大学，要是考不上，我任凭你们处置。广浩从来没有见过妻子哭成这副样子，他心都碎了，一把冲过去，紧紧地将自己媳妇抱在自己的怀里。别哭，媳妇别哭，没有人能够从你身边把我抢走，我爸妈也不行，他们不喜欢你就算了，我们回石峰村，回我们那个幸福的小家。广陵和李琴对视了一眼，李琴被感动了，眼眶红红的。算了，你自己决定，我看不得这些。广陵叹了口气，儿媳妇和儿子这么的恩爱，虽然儿媳妇是个半文盲，但是强行棒打鸳鸯的事情他也干不出来。就在他服软决定算了的时候，广浩忽然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别哭了，小芳，一直哭对孩子不好，我们现在就走，等孩子出生我们也不带回来，反正爷爷奶奶也看不起他。广陵和李琴再次傻眼。你说啥？小芳她怀孕了。广浩，只要你真的喜欢的艾小芳，你们要在一起我们也不阻拦了，所以你可不能骗我，你要是骗我，我可是会发飙的。骗你们做什么？我们今天回来的时候还专门去嘉诚做了体检，医生说小芳已经怀孕1个多月了，胎儿什么的都很健康，还没等我们把这个好消息给你们说，你们就这样对待她。小芳，我们走，回石峰村。别走别走，够怪这个死老头子。我可没说过我不喜欢小芳，恰恰相反，我对这个媳妇可中意得很，又漂亮又听话，最重要的是还对我们广浩爱得这么深沉，这么好的媳妇，我可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呢。李琴同志直接将所有的问题一股脑全推给了广陵，广陵也变得有些坐立不安。我也不是这么个意思，我只是……广陵想要找个理由，结果想了半天，什么理由都想不到，最后只能重重的叹了口气。一向不肯弯腰的倔强小老头，第一次在小孙孙面前弯下了自己的腰。小芳啊，你别介意，刚刚都是爸的错，我不应该说那些话。你们2口子只要能相互喜欢，好好的过日子，爸爸就不为难你们。特别是你怀孕了，你可千万不要生爸爸的气，你要是实在生气，你骂我2句，行不？我没有生气，我只是觉得自己没用。叔叔阿姨，你们放心，我回去之后就会认真学习，以后我一定会争取能够配得上广浩哥。只要你们能答应我这个要求，
我就心满意足了。多学习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过你配不配得上广浩，这个我们说了不算。儿孙自有儿孙福，你们想要怎么弄都是你们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只要到时候你们记得把小孙孙给我们抱回来就行了。广浩拿出了王牌之后，广陵和李晴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一直以身作则。365天无休假的广陵同志罕见的请了几天事假，李晴就更别说了，不止换着花样每天给艾小芳做好吃的，还天天带着她去逛街购物，给艾小芳买了好几身衣服。几天逛下来，李晴买的各种东西已经塞了好几箱子了，到时候怎么带回去又是个麻烦事情。爸妈，我们在这边待了3天了，也是时候该走了。回去干什么？你们就留下来吧，我到时候再去找朋友，把你跟小芳一起调到城里来。不用了，我在石峰村也有很多的事情，还需要我回去解决。可别小看了你儿子我现在在石峰村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你要不相信，可以亲自来石峰村好好看看。行吧，随便你。不过什么时候想回来了就联系我。一家人吃完饭到后，广陵亲自开车送广浩去客运汽车站。其实广陵是想要直接送他们回石峰村的，不过他已经请了好几天的假了。闸昆场群龙无首，他一会儿还要过去亲自坐镇指挥。老两口直到广浩和艾小芳坐上大巴车才开车离开。虽然广浩这次探亲非常顺利，但是石峰村却发生了不可控的意外。男人从老家探亲回来时，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村民们都在抢着挖野菜。甚至有些就连树皮和树叶子都不放过。村子里有500多口人都在这样干，那场面简直堪比蝗虫过境，周围的植被全都被薅得光秃秃的，一点绿叶子都不剩了。等男人回到家，才从二舅哥口中得知，原来就在广浩走之后的第2天，村子里面的粮仓就着火了，大火直接将剩余的粮食烧了个干干净净。今年石峰村的日子本来就过得紧巴巴的，30几头山羊好不容易被爱国民养的膘肥体重，眼看着就要出栏了，结果被大花豹子吃了10几只，一下子少了10头，分到村民手里更没有多少。而且现在才5月份，田里面的水稻才刚刚栽种下去，最少要等到9月份，这批粮食才能成熟。4个月没有粮食，村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熬不熬得住，所以今天一大早，大家伙就开始起床收集野菜和树叶。天天吃野菜，啃树叶，没有粮食，村里的孩子和老人根本吸收不了什么营养，会被活活饿死的。出了这么严重的事故，牛村长没有去市区里面找那些大领导吗？昨天牛村长就去市区要粮了，不过最近市区的日子也不是很好过。今年这天老爷不知道发什么脾气，稻子种下去半个月了，硬是一颗玉也没有下。我们石峰村还好，靠着岷江河能够喘口气，听说其他村子里面的水田都该冒烟了，市区还要考虑这些村子。我估摸着牛村长恐怕弄不到多少救济粮回来。救济粮不够，撑不到秋收，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反正上一次公社断了1个月的粮，我们石峰村足足饿死了30多个人，现在要断4个月，恐怕我们500多人的村子都要死一半。不要着急，我先打个电话问一下牛村长，看他什么时候能回来。电话不都是带着天线的吗？你这没有天线能联系上牛村长吗？当然，这可是华为 P70 Pro， 不仅有卫星通话，还是昆仑玻璃，非常耐造，左下角就能免费领。真的假的？你试试不就知道了。你就点左下角下载，完成任务，轻轻松松等官方给你送货上门，就近配送，不满意当场换型号。这也看不到领取链接啊！你要认准我左下角啊！你看我好多粉丝都领到了，华为 P70 Pro 和苹果16 Pro Max 各5000台。升级就能领，那我得赶紧去试试。就在几人说这话的时候，当当当的钟声在石峰村的上空飘荡，这就是通知所有村民集合的警钟。警钟怎么又响了？现在都这样了，村子里面又出什么事情了？很有可能是村长带着救济粮回来了。走，我们赶紧去看看。广浩牵着艾小芳，带着3位大舅哥来到了公社门口。只见主席台上，果然是村长牛山回来了。在牛山的旁边还站着一个身穿中山装的中年人，整个人又高又瘦，不过眼睛非常有神，站在那里就跟定海神针一样。乡亲们，我回来了。这次我不止带回来了救济粮，甚至还把龙口镇的镇长也带回来了。现在我们有请冯镇长跟我们大家说2句。村民们立刻爆发出山呼喊啸一般的掌声。然而冯刚镇长还没有说话，就先给村民们深深的鞠了一躬。哎，左下角客服通知我选配了，可不是嘛？之前粉丝反馈领不到，我左下角特意升级了20倍加速链接，而且还有新上的媒体70啊。是啊，我领的华为都用包浆了。之前没领到手机的粉丝注意了，现在上线，再解锁祖龙神兽和满级 VIP， 无限触发全屏龙吼，挂机能升级速度翻倍，苹果华为轻松拿。此时主席台上的冯镇长才缓缓抬起头。乡亲们，今年大旱，龙口镇很多乡村都受灾严重，为了以后得旱情，我们还需要留下一部分储备粮，所以这次我们只带了3000斤粮食过来，希望大家能够再坚持。在这里，我给大家说一声对不起。说完，高高瘦瘦的冯刚镇长又狠狠地鞠了一躬。3000斤粮食听起来好像很多，但是石峰村可是足足有500多口人，算下来每家每户最多只能分到60斤粮食。60斤粮食，一口人吃1个月都得勒紧裤腰带，4个月
就算顿顿喝稀饭也不够啊。我们一家足足有5个孩子，我们大人可以啃树皮、吃树叶，但是孩子们真不行啊，他们需要营养，这么点粮食真不够啊。对呀，冯镇长，再给我们分一点吧，大不了算我们借的，今年秋收完了，我们还给你们。冯镇长，您别说对不起，您再多给我们一点粮食吧，求求你们了。村民们开始哀求冯刚，冯刚站在台上，看着村民们这可怜的样子，简直是心如刀割。粮库确实还有余粮，但是他也真没有骗人。整个川蜀今年大旱，不知道多少水田直接干得裂开了，稻田必须有充足的水，没有水，稻谷将颗粒无收。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大家，希望大家能坚持下去。你们石峰村靠这名江河，不用担心干旱的问题，等到秋收，你们就胜利了。但是其他地方等到秋收，灾难才刚刚开始，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封镇长解释完之后，整个会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良久，一道哭声撕破了宁静。我们该怎么办？一家人60斤粮食，真不够吃。对呀，我上有老下有少，把我拿去煮了都不够啊。村民们哭哭啼啼，场面一度有些失控。行了，别哭了，多大点事，不就是没有吃的吗？公社到时候会给你们想办法。除了3羊，公社还养了10几只鸡、几头猪，实在不行，赵大跟那头老黄牛已经快要老死了，到时候把老黄牛杀了，我们也能坚持一段时间。只要坚持到秋收，我们就能过上好日子。在广浩的眼中，牛山作为村长其实不算太称职，因为他总是当老好人，总是和稀泥。然而真正出了问题，需要有人站起来的时候，他依旧选择站了起来。有了牛山的加油打气，村民们就跟找到了主心骨一样。虽然大家对于前途还是很迷茫，但已经没有了刚才那样的绝望。广浩哥，我能把钱拿出来捐给村里吗？其实是封村的大家都帮了我们不少忙，我们能帮就多帮一点吧。你想要捐钱可以，不过不是现在。刚刚听冯镇长说整个龙口镇大旱，那么粮食价格肯定要疯涨。要是真闹饥荒了，再多的钱也买不来粮食。这可怎么办啊？我们家的存量也不够4个月的。你们先别着急，我现在就去龙口镇找王富贵和张默问问情况。其实说句难听的，现在对你们而言是一场大灾难，对我而言却是一场大机会。这么大的灾情能是什么大机会？妹夫，你不是想发国难财吧？这可不行，这要被人戳脊梁骨啊！对呀，丧良心的事情，妹夫我们可不能干啊！想些什么呢？我说的是改革开放，跟你们说这些你们也不懂。我先去龙口镇。对了，三哥，之前你不是说想要当村支书吗？你跟着我一起跑一趟，待会儿忙完了，顺带把你的村支书问题敲定。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快跟我走吧。广浩和艾国忠骑着自行车直奔龙口镇的供销社。此时的供销社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龙，明明是过来买东西，但是每个人脸上的表情好像都不是太开心。同志们，今天的大米已经卖完了，还想要买米的同志麻烦明天再来。又卖完了，我在这里排了好几天的队伍，每次还没有轮到我就卖光了。你们供销社到底是在干什么？对呀，之前2毛钱1斤的大米，现在涨到了1块钱1斤就算了，最关键的是还买不到。你们是不是偷偷把米藏起来，准备发国难财？赶紧再拿出一点米出来，你要是不给，我们就直接进来抢了。说完，暴动的人群顿时开始推搡张默和几个员工。供销社那么点人，怎么可能拦得住这么多人？一时之间被推得节节后退，大家都被饿怕了。这要是放他们进了供销社，到时候供销社还不被席卷一空？供销社在旧时代可谓是政府里相当有权力的部门，然而今天却遭遇了村民们的围攻。原来是这个地区遇到了100年一见的大干旱，刚种下去的水稻都干死了，没有了粮食的产出，等待村民们的结果只有活活饿死。于是村民们为了不被饿死，都跑到了供销社购买粮食囤积。然而这时供销社却把粮食的价格抬了上去，并且还实行了限购政策，这让村民们怒火中烧，于是直接冲击供销社。此时广浩和艾国忠才赶到供销社，看到这种情况，马上过去帮忙阻拦人群的冲击。住手！谁再敢往前走一步，那就是想要造反，抢夺供销社物品，这可是严重的违法犯罪。那个地中海，你小子滚得最快，你小子是不是主谋？老子记住你了，要是待会儿出了什么事情，老子第一时间就报警抓你。不是我，你别诬陷好人，是后面的人把我推到前面来的。那就是你了，齐刘海的。不是我也是被推上来的。广浩每点一个人，那个人立刻帮忙阻拦人群，生怕自己被广浩记上。就这样，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暴怒的长龙被短暂的控制住了。给我让开！老子已经3天没有买到粮食了，粮食是不是被你们这些狗东西贪污了？又是涨价，又是限购，你这是要我们死啊！广浩好不容易才稳定住的局势又有崩塌的危险。张默刚当国营饭店经理没几天，遇到这种情况已经有些六神无主了。大家冷静一下，冷静一下。我知道你们排队了好几天，心里焦躁不安。不过我在这里承诺你们，供销社粮食足够，大家人人都买得到。要是明天再买不到，
你们把供销社翻过来都行。那明天粮食又涨价怎么办？对呀，一天一个价格，我们根本就吃不起了，1块钱一斤，跟之前猪肉一个价格了，真是要逼死我们了。不涨价，明天还是这个价，不止不涨价，而且这个价格我跟你们保证，以后只能一天比一天便宜。你是谁啊？我们怎么能知道你说的真的假的？这位同志说的对，以后都不涨了，要是再涨，我这个乌纱帽就不戴了。就在大家伙质疑的时候，一个高瘦的身影从人群后方走过来，广浩一眼就认了出来，正是龙口镇的一把手冯刚，冯镇长。有了冯镇长的亲口保证，躁动的人群总算安静了下来，终于平息了这场风波。冯刚带着广浩等人来进入了供销社，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广浩，忍不住赞叹道：“你就是广浩吧？胡市长一直说我们龙口镇出了个天才，今日一见，果真如此。凭借一己之力，不费一兵一卒，就解决了这场暴动。胡市长对你的夸奖一点也没错啊。”广浩面对冯镇长的夸奖，脸上却没有半点开心。冯镇长，我不是什么人才，就一普通知青。我现在想知道，我们镇子里面还剩下的粮食到底有多少，能够让我们龙口镇坚持多少的时间？一提到粮食的问题，冯刚的脸色也变得愁眉不展。广浩小兄弟，既然胡市长都那么器重你，我也就不瞒你了。今年龙口镇剩下的粮食差不多3000吨的样子，这3000吨粮食原本足够我们坚持到秋收了，但是今年整个川蜀地区大旱，所以这3000吨粮食我不敢放出来，只能细水长流，不然到时候秋收之后没有粮食，那才是真正绝望的开始。龙口镇足足有超过5万多人，按照每人每天1斤米的消耗，3000吨只够使用4个月。但现实就是这3000吨粮食要坚持到第2年秋收，1年零4个月。可是冯镇长，您不是答应了大家伙，从明天开始不限购也不涨价吗？哈哈哈，我确实说过，还是拿我的乌纱帽做承担。不过这场大灾之后，我的乌纱帽铁定也保不住，还不如先让大家稳定稳定。等等，你们这话的意思是，你们以为我刚刚说的那些话都是权宜之计，不算数的？难道不是吗？当然不是啊！从明天开始，你们必须严格按照我今天说的去做，不涨价，不限购，只要大家伙有钱有票，他想要买几斤就几斤。不是，广浩同志，我刚刚说的你没有听清楚吗？我们的存量就3000吨，坚持4个月已经有些勉强了，坚持1年零4个月就更难了。现在就把粮食放出去，等到大灾降临，粮仓里面1颗米也没有，那个时候我们龙口镇5万人可怎么活啊？是呀是呀，粮食真不能随便放。浩哥，你不知道1块钱1斤，他们已经快要抢疯了。你要是不限购不涨价，大家分分钟就要把粮食全部买完。可是今天大家已经有了冲击供销社的意图，如果明天发现我们骗了他们，供销社绝对会被疯狂的他们抢劫一空。一旦这个口子被放开，到时候恐怕我们龙口镇在天灾来临之前，就要先经历一场人祸了。听了广浩的话，冯刚原本神采十足的眼睛中也透出了一丝迷茫。现在还没有全面禁枪，到时候会发生什么惨状，简直无法想象。不限购不涨价，库存的粮食跟不上，限购涨价，大家又不买账，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啊？放粮食必须放，3000吨的粮食足够我们坚持到秋收。虽然今年秋收有可能颗粒无收，但这意味着我们还有4个月的补救时间。这4个月，我去找胡市长要政策，只要那个政策下来，就算龙口镇今年颗粒无收，我也能让大家伙度过这最困难的一年。找胡市长要政策？什么政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你不知道，现在整个嘉诚都乱成了一锅粥，各个地区的负责人都在找胡市长要粮食，胡市长天天忙得焦头烂额的。我不是去找胡市长要粮食，我是去找他要改革开放试点，这个东西解释起来很麻烦。总之一句话，冯镇长，你要是相信我，就全面支持我，我有办法能够让龙口镇的大家度过这一场困难。第一次见面就让一个镇长全面支持他，要知道他甚至不是体制内的人。然而看着他灼灼有神的大眼睛，还有眼睛里面闪烁着的坚毅和智慧，冯刚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他伸出手，在广浩的肩膀上用力拍了拍。小子，我们龙口镇5万口人就交到你手上了，我相信你，你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的。冯刚只是随手拍了拍，广浩却感觉好像5万人的担子全压在了他的肩膀上，不过他却没有任何的畏惧。包在我身上。广浩跟冯镇长聊完，便跟艾国忠一起坐上吴志明的顺风车赶往市里。一路上，广浩都在嘱咐艾国忠待会见到市长如何做才能当上村支书。然而等两人到了市政府大门，却被拦了下来。站住！你们是过来干啥的？同志你好，我们是石峰村的村民，我们石峰村最近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想过来找胡市长。我知道最近因为干旱，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还希望你们能稍微坚持坚持。现在胡市长正因为这个忙着没时间接待你们，所以2位同志请回吧，到时候市政有解决办法，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的。
我不是过来找胡市长诉苦的，我这边是有解决办法跟胡市长商量的，麻烦你通告一下，就说是丰村广浩找他。同志，不用骗我了，我知道下属乡镇是什么情况，也知道你们确实都很困难，但是胡市长最近真的很忙，同志还是请回吧。卫兵坚决地拦在广浩的面前，这下好了，遇到了一个一根筋的卫兵，广浩和爱国中就连市政大门都进不去。嘉诚市遭遇了100年一遇的大旱灾，广浩带着大舅哥来到市政府提供解决旱灾的方案，却被一根筋的门卫拦在了外边。就在这时，一辆警车呼啸地开了过来，市局局长邢天明从警车上跳下来，抬头就看到了广浩和爱国中两人。嘿，你小子怎么跑这来了？广浩便和邢局长解释来由，最后卫兵听了邢局长的命令，才把门打开。几人径直来到了一个办公室外面，邢天明正打算敲门，就听到里面爆发出来的巨大争吵。胡市长说什么也要再给我们湖口镇一点粮食，我们今年旱灾最严重，必须要保证充足的粮食储备，不然到时候大灾降临，我们湖口镇就完了。你们已经要走了3000吨粮食了，还要……你小子是真的人心不足蛇吞象。市长，粮食还是多分配给我们流水镇吧，我们也没有多少余粮了。你们流水镇靠着岷江河，还能引水过去灌溉，今年的大旱对你们根本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们青山镇才是真的惨，我们原本就是嘉诚最贫困的乡镇，现在又遇到干旱，粮食全面涨价，大家都快活不下去了。几个镇长在里面吵得一锅粥一样，甚至就连胡市长的声音也被压了下去。小子，你也看到情况了，今年嘉诚市哪里都难，你如果只是想要来找胡市长求情帮忙，你还是回去吧。放心，邢局长，我真不是过来求情要帮忙的，我真的是来解决问题的。行，那我就再相信你小子一次。随后，邢天明便怒气冲冲地走进了办公室。吵什么吵，闹什么闹，一点镇长的样子都没有。现在才刚刚农忙过去，稻子也才刚刚种下来，距离秋收还早着呢。你们着什么急？都给我滚回去！到时候真出了什么事情再过来找我们。邢天明不愧是参加过战争的老兵，2句话就把几位镇长给镇住了，然后灰溜溜地跑了。看到这些人终于走了，胡贵强刚松了口气，就看到广浩又走了进来，刚刚才舒展的眉心又拧起来。你小子怎么来了？是过来找我要账的吗？我可不是过来找胡市长要账的，而是有办法解决这场即将到来的大灾。听到广浩有办法，胡贵强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这2天半，胡贵强一直不眠不休地思考着旱灾的解决办法，根本没有任何思路，只能用老办法，就是都是结果打井队出发没有2天就回来，带来的消息就是嘉诚市地下石头的数量多到夸张，光井的钻头小区时，却被无数石头给扔出去，一口井就要浪费3、4个钻头，市政那边根本承受不了这样的损失，打井不行，那就只能请求上级从其他地方调粮食过来。然而上面给出的答复是，各地粮食都很紧张，山东那边也爆发大旱，实在没有多余的粮食能够支援。小子，你可千万别骗我，你真有办法解决这场大灾吗？是的，我有办法。好小子，你有什么办法？赶紧说说看。其实只要胡市长现在就开放改革开放的试点，让大家伙能够随意做买卖，随意工作，这场大灾分分钟就能解决。这话怎么说？为什么开放试点之后，你就能断定我们能度过这场旱灾？我需要一个理由，一个确实可行的理由。胡市长，今年大旱，大家之所以这么恐慌，害怕没有粮食，追根究底就是因为老百姓自己没有抗击风险的能力。对于老百姓而言，只要粮食收成不好，他们就没有饭吃。但是你看你手下的8代人，他们有这些烦恼吗？他们根本不在乎，因为干旱并不影响他们的收成。所以想要解决这场大旱，我们只要让广大群众别把所有的工作放在田地里面就行了。你的这个方案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就是必须要有充足的粮食进行供给。现在我们已经竭力在控制粮食价格了，但是粮食价格依旧在飙升，到时候大家辛苦工作1个月，却连1斤粮食都买不到，这不依旧没用吗？胡贵强一针见血，指出了广浩计划中最大的问题。那如果我能弄到粮食呢？足够大家吃饱的粮食。你那里去弄粮食？今年整个龙国的日子都不好过，根本没有多余的粮食能够支援我们啊。我们国家没有，但是我们周边的国家可都是产粮大国啊，印度、老挝、越南这些地方的水稻都能做到1年2熟，他们可不缺粮食。胡贵强等人直接傻眼了，他们万万没想到，广浩的目光竟然都直接放到国外去了。可这些国家跟我们关系都很一般，而且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市长，外交上面我根本就联系不上这些国家，怎么去买粮食啊？谁说这件事情我们要上升到外交层次了？只要胡市长愿意放开试点，我到时候自然会安排人去这些国家做粮食生意。川蜀大旱，粮食价格飞涨，对于生意人而言，这可是难得一见的暴富机会，所以根本不需要我们去操心，只要有钱赚，他们自然会源源不绝地将粮食运送过来。听完广浩的想法，胡贵强被深深地折服。广浩小子，要是你真能将粮食运送过来，我就答应你开放试点。您就看好吧，
最多1个月我就能把粮食给您送过来。老胡，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开放试点你一个人说了可不算，还需要朝着省城里面打报告。你现在私自开放试点，要是上面的人知道了，轻则撸了你的位置，重则有可能将你关起来，这可开不得玩笑啊！只要能够救嘉诚这么多老百姓，我胡贵强就算死也无所谓。摘了我的乌纱帽，甚至把我关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胡贵强真算得上当机立断。答应广浩之后，半小时不到，政令就下放下去，估计要不了几天，整个龙口镇就要全面作为开放试点。政令也下了，你小子拜托我的事情也办完了，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呢？嘿嘿，胡市长真是英明。您看我们村的村支书的位置不是空了出来吗？我三哥想试一下，您看是不是？大柱啊，你小子是个天才，为了天才，我们可以破例，但是你三哥想要从政，那就按照正规流程，该怎么选举就怎么选举，我们不插手，也不好插手。胡市长，你们咋知道我三哥不是个天才？我跟你们说，我三哥的聪明智慧可不下于我，不信的话，你们试试看。胡贵强和邢天明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不相信。那行，那就让你三哥给我们表演一下，就拿你们石峰村举例吧。你们石峰村情况现在是最麻烦的，其他乡镇还有余粮，结果你们的余粮一把火全被烧光了，现在4个月都坚持不到。你要是解决了，这个村支书就是你的了。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三哥艾国忠，艾国忠酝酿了一下，便缓缓地走了出来。胡市长，您让我当不当这个村支书其实都无所谓，但是我求您一定要支持我们的计划，就是兴办一个养猪场。养猪场？你们就连自己吃饭的粮食都不够，哪里还有多余的粮食养殖猪场？谁说饲养猪就一定需要用到粮食？我妹夫手里有一种生物饲料的制作办法，只需要用到草料、麦麸、秸秆、土粉、鱼干就能制作出比粮食效果还要好的饲料。用了这个饲料，保证1年就能让猪成长到200斤左右。就算你们有饲料，不需要粮食就能养猪，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这里。养猪的收益时间很长，差不多要1年左右。现在你们石峰村没有粮食的问题怎么解决？粮食问题很好解决，胡市长您这边只要开放了试点，我们村里的人就可以来帮助我们建设猪场，到时候我们也开工资，这样村民们就能直接从市场上买到粮食。胡贵强总算是明白了，艾国忠开设猪场，原来就是想要彻底的抛开集体经济，回归正常的商业活动。行，既然你们这么有信心，那你们就放手干吧。既然胡市长同意我们建设猪场，那我还有2个小问题需要胡市长解决。什么问题？我们这次饲养是打算饲养长白猪，我们嘉诚没有这个猪种，所以我们希望胡市长能够帮我们找到这种。有了猪种，我们养猪场才能开得起来。你说啥？你让我堂堂一个大市长帮你去搞猪种，